阿玲，玉儿是你的亲妹妹，只有你能救她呀，你一定不会看着她死。来人，止血。是。皇后，得罪了。放开我！得罪了。将门嫡女，一朝错付，换来的却是被深爱之人剜心取血的下场。临死之前，才知这一世活得多么的荒唐。涅槃重生，重回16岁，他誓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母仇须报，渣男要虐，就连这江山地位，他亦要分一杯羹。只是遇上了一个无赖王爷，却是怎么也甩不掉。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好，筹码是你。我欠你的也是还不清了，你还想怎样？抱歉，除了你自己，其他一律不作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月影纱帐里，一个脸上系着面纱的女子躺在上面，她身上如丝一般的寝衣，在她不安分的扭动下变得凌乱不堪。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双修长白皙的手淡然端起放在桌子上的新茶，放到嘴边仔细闻了闻那一缕茶香，嘴角微微上扬，一抹冷笑挂在嘴边。身边的小丫鬟听得脸都红了，终于看不下去了，小声唤了一声南宫玲：“小姐。”“嘘，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大小姐吗？那床上躺着的知月可是她的心腹啊。”南宫玲不知道揽月在想什么，也没空去想。那药的药效要1盏茶的功夫才起效，此刻已经过了2盏茶的时间了，药效发作了。哎呀，这边，往哪儿走呢？怎么会是他呀？办成了这件事，以后你的荣华富贵都不用愁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只要银子给够，保证让您满意。好，那我就在外面等你的消息了。屏风后，揽月气得恨不得现在就上去撕了那人的脸。小姐，这个赵妈可是大夫人的心腹，大夫人她怎么能这样对您？小姐，您对大夫人一向恭敬有加。切，我对知月也不差呀，可知月又是怎么对她的？今天知月给她端的茶水里可是放了东西的，若她还是以前的南宫玲，怕此刻躺在床上的人就是她了。老天爷果然是长了眼睛的，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化作厉鬼，死不瞑目，却没想到老天爷待他这样厚重，竟让他回到了16岁，回到这个他一切噩梦开始的时候。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后国大将军府的大小姐，居然这么耐不住寂寞呀！既然大小姐都这么迫不及待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他猴急的也根本顾不得去解知月脸上的面纱，只当是情趣了。外面羞人的声音不断的传来，听得揽月又急又羞。可再看看自家小姐，竟然还在不动声色的品茶。小姐，咱们走吧。现在榻上的2个人可谓是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确差不多了。他是不着急，可是在外面等着的人该着急了呀。这一场大戏才刚开始，他可要养足了精神，慢慢看。看着自家院子空无一人，南宫玲不禁暗自冷笑。哼，他们打算的倒是挺好，把我院子里的人全部都打发出去，一会儿再带人进来，自然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唉，只可惜呀，只可惜如今这场戏是他南宫玲看，他们演。你们看清楚了吗？那贼人真的朝大小姐的院子去了吗？是啊，那贼人功夫了得，你们几个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快吹气，快再去多叫一批侍卫来。是。院子外面乱作一团，南宫玲见时机刚好，随即看了眼揽月。揽月立刻推门进去，下一刻便听见他的尖叫声从里面传了出来，然后惊慌失措地从里面跑出来。而此刻将军府的侍卫刚好赶到他的院子，听见尖叫声，
两个侍卫将南宫绫护着，赵妈紧随其后，然后冲进院子里，看见被侍卫团团护住的南宫绫，直接僵在原地。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会让你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贼人抓住了吗？大小姐有没有事？戍守的侍卫是怎么做事的？竟然让贼人进到北院！老爷，您息怒，灵儿只要安然无恙，这一切都是小事。小事？哼，前世今生李慧云说的话还真是一个字都不差。大小姐呢？大小姐，母亲，女儿在这儿呢。你怎么样了？那贱人没有伤到你吧？母亲，我晚饭的时候多吃了一碗八宝田酪，胃里胀得难受，便叫揽月陪我去花园里散步消食。这才刚回到院子，房门还没有迈进去，就听着先进去的揽月喊了一嗓子，我还没反应过来呢，赵妈就带着侍卫冲进来了。李慧云面色一惊，断声退意。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好害怕，女儿好害怕。南宫文见南宫绫没事，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到底怎么回事？贼人抓住了没有？回将军，抓住了。抓了便抓住了，吞吞吐吐的做什么？回将军，属下抓住那贼人的时候，那贼人正在什么？属下抓到那贼人的时候，那贼人正在与大小姐的侍女行苟且之事。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的侍女揽月，今晚谁当值？回小姐的话，今天晚上是奴婢跟知月姐姐当值。母亲，知月是我最喜欢的丫头，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还请母亲代为周全，千万不要传扬出去。呵呵，不传扬出去？哼，就今天这院子里的阵势，能不传扬出去吗？不过这府里想来知月也待不下去了。知月这些年在我身边伺候，一直尽心尽力，还请母亲成全，我是一定要亲自为知月打点一切的。你今儿也受了惊吓了，理应好好将养着，这劳心伤神的事情就让母亲来做吧。你放心，母亲一定不会亏待知月。今天这件事到底是出了变故，若是知月说漏了嘴，对他百害而无一利，保险起见，还是要把知月掌控在自己手里，甚至让他永远闭嘴。父亲，女儿求您了，您就看在知月曾经伺候过娘亲的份上，答应女儿吧。李慧云以前只是南宫文的一个妾室，南宫绫的生母去世之后，南宫文便立她为继室，育有一子一女。原本庶出的南宫玉与南宫羽一跃成为了将军府的嫡小姐以及嫡长子。好，既然是你北院的丫头，那就交由你处理好了。多谢父亲。老爷。李慧云还想说什么，南宫文深叹了一口气后，满面愁云地离开。片刻后，南宫绫的北院恢复了往日的冷清。大小姐，知月怎么办？捆了丢到柴房，找人好好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也不准他死。柴房内，我要见夫人，我要见大夫人。吃里扒外的东西，大小姐您对她的好，她全都忘了吗？一口一个大夫人，不知感恩，畜生不如。南宫绫脸上倒是淡然，她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背叛，死而复生，这点事情对她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小姐，不是奴婢害您的，不是奴婢。我知道的呀，因为是我在害你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是啊，怎么会这样？哼，看把你给吃惊的，是不是这结果很难接受？你的主子可以让你在我的茶水里下药，
我就可以在你的茶水里下药。知道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你的主子吗？为什么？哼，因为像你这种蠢到去做他人棋子的人，就应该是这么个下场，否则还能是因为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对我有所防备的？哼，很久，有一辈子那么久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知月，这些年你伺候我还算是尽心，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如果如实回答，我就还你自由；而你若是有半句假话，那我就如了你的愿，把你交给大夫人。知月的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哼，你真以为大夫人会救你啊？李慧云巴不得你永远闭嘴呢。你不会不知道吧？自古以来，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嘴，会喘气的人是不可能藏得住秘密的。你猜大夫人为了杜绝昨晚上的事情牵连到她身上会怎么做？她是信你，还是信一个永远都不会说话的死人呢？我说，大小姐，我什么都说。是大夫人叫我做的，她让我给你下蒙汗药，迷昏你，然后赵妈再安排人进来，最后由我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毁了大小姐您的清白。你什么时候开始替大夫人做事的？5年前。5年前？那我母亲的死，她的母亲3年前去世，知月从5年前就开始听命于李慧云。大小姐，我真的是被胁迫的，而且大夫人说了，我不做也总会有其他人做，而且她找到我了，如果我不做，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一直都以为母亲离世与他的身体有关，毕竟母亲常年体弱多病，就连宫里的太医也都常来府中诊治，可母亲还是没能撑过去。李慧云都交代你什么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哦，哼，你最好想好了再说。大小姐，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大夫人做了什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粗使丫头，只是负责给夫人煎药。大夫人只让我做一件事，那就是在煎药的时候离开半刻，其他的就不用我管。你就不好奇？一开始的确好奇了，起初我悄悄躲起来看了2次，但大夫人防范得很严，我每次都被她抓住。再之后我就不敢偷看了。那你看到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李慧云果然不是一般的难对付，若担心心思重，精于算计也就罢了，做了事连痕迹都收拾得一干二净，让他查都没办法查。好，真好。大小姐，奴婢刚才所说句句实话，绝对没有半点欺瞒。知月，我南宫翎一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我相信你没说假话，所以你自由了。大小姐，我求您了，我求您不要赶我走，我求您了。知月是想明白过来了，以李慧云的性子，她非死不可。只要奴婢一出北院，大夫人肯定会杀了我灭口的。大小姐，我求你救我一命，奴婢不想死，奴婢真的不想死。大小姐，你倒是不傻，你高看我了。即便我把你留在北院，李慧云想杀你也是易如反掌。大小姐，虽然我不知道大夫人是如何害死您的娘亲，但是这些年我在她身边还是打探出来不少事情的，我可以帮您啊，你相信我，奴婢可以帮您的。那你说说，你能帮我什么？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前2天听说
明儿个二小姐回府，会邀请各家小姐来府中赏红梅，而且二小姐还求了大少爷，请他邀请三皇子以及各家公子作陪。哦，听起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这事儿咱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说？二小姐现在虽然也是咱们将军府的嫡小姐，但大小姐您的母亲是老爷的原配，李氏则只是继室啊。咱们之所以没接到一点风声，那是因为南宫玉根本就没打算请我们，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到我南宫玲在他回府之后还能毫发无伤地待在北院。前世也是如此，李慧云陷害他成功，南宫玲当夜便被赶出府，后来将军府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知月对南宫玲还算是有点用处，而且他也不想太早惊动李慧云，让李慧云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南宫玲，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二天，大小姐，二小姐派人来请了，说是今儿请了各家小姐来赏梅花，请您务必过去。这个时候才来请，看来昨天晚上已经跟李慧云商量好对策了。姐姐，我昨儿晚上才从外祖家回来，本来一到府中就应该来请姐姐的，但舟车劳顿实在是有些不雅，也怕打扰了姐姐休息，所以才拖到这个时候来见姐姐。姐姐，还请您千万不要怪我呢。怎么会呢？妹妹什么时候来都无妨，我是你姐姐，怎么会跟你一般见识呢？难道母亲的担心是对的？南宫玲前些日子大病一场，性情也变了吗？不是说请了各家小姐来家里赏花吗？你这个东大主去迟了，可就是怠慢了。谁说不是呢？但我又怕怠慢了姐姐，所以才赶紧来请。南宫玲笑而不语，跟着他去了梅园。昨晚上的雪下得真及时，今天咱们有眼福了，又赏雪又看雪景。院子里的人三五成堆地站在一起说话，南宫玉一出现便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待遇。南宫玲则跟在后面，南宫玉应酬完了才想到他似的。姐姐，您千万不要介意啊，今天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忙你的吧，我随便走走。今天会是场热闹的好戏，他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慢慢看。打听到了吗？南宫羽都请了哪些人？打听到了，据说帝都里所有名门望族家的公子都请到了，不仅三皇子来了，连二皇子跟七皇子都来了呢。南宫羽是帝都少有的青年才俊，再加上护国大将军嫡长子的身份，愿意与他结交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至于那几位皇子，想来多少也是看着将军府的势力。至于南宫玉为什么要让南宫羽特别把三皇子请来，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三皇子萧决现在风头正盛，南宫玉早就芳心暗许了，估计这一次也是想在萧决面前多多表现一番。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一个个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还不是给人家做陪衬？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夏侯敬的人？小姐，帝都没有一家姓夏的。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帝都的确没有一家姓夏的。不对啊，我记得南宫玲差点脱口而出。绝对有的，夏侯敬这个人绝对有的。南宫玲记得前世萧逸对夏侯敬恨之入骨，甚至说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将他碎尸万段。怎么可能会没有呢？二老爷院子里前儿个来了个远亲，我听二老爷院子里的下人说，好像是姓夏。那人在吗？揽月口中的二老爷是南宫玲的叔父南宫文的亲弟弟，前儿才来的远亲姓夏，那应该就是那个人了。找我有事？谁？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你就是二老爷的那个远亲？揽月也只是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更何况他脸上还有那么难看的一个伤疤，看起来狰狞恐怖，十分吓人。南宫翎正要说什么，就听见假山前面有人说话的声音。二皇兄，你我二人今儿来都是给人做陪衬，你说说，咱们何苦跑这一趟呢？七弟说的是，听说七弟的母妃前些日子病了，七弟怎么也没在病榻前照顾啊？皇兄说笑。听说父皇叫皇兄去西南赈灾，按理说今儿皇兄可回不来啊。听着那两人的谈话，南宫翎不由得冷笑一声。而夏侯静看着眼前的南宫翎，嘴角微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淡笑。南宫翎抬眼瞧到夏侯静的小动作，不禁抬手示意：“嘘。”谁？从甲上的那头蓦地传来一声呵斥。迫不得已，南宫翎和夏侯静只能从假山背后出来。原来是相府不受宠的大小姐，竟然还有男的，莫不是与人私会来到了这里？哼，堂堂相府的大小姐，不好好参与这赏梅会，竟然来到这里和野男人私会。小女只是无意经过此处，远方来的表亲第一次来，在这里迷了路，不知二皇子和七皇子在此，更是无意将您二人的谈话给听了去，还望两位皇子海涵。至于与这男人私会的罪名，小女可是万万承担不起的。二皇子被南宫翎一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心中怒意更盛。一旁而立的七皇子眸中则是划过一丝诧异，他早些前可是见过这位相府大小姐的，怎么今日一见竟是有些不大一样呢？说不上来的奇怪，整个人似是通透了几分，带上了灵性。哎呀，姐姐，你怎么在这里？让我一头好找。姐姐，旁边的这位是……南宫翎若是此刻再不明白眼下的情况，那2辈子也算是白活了。只怕南宫玉早就听见了自己与面前二位皇子的对话，这才特意领着众人前来，为的就是让他出丑，顺便再破坏他的名声。好一个一箭双雕！哼，不认识。可是相府的大小姐刚刚还说这位男人是你们相府的表亲呢。姐姐，莫不是你与男人在这里私会？堂堂相府的二小姐与人私会也就罢了，这品味……哼，是啊是啊，瞧着那人真丑，这相府的大小姐也太不知廉耻了吧，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要不是被二皇子和七皇子给碰着了，两个人……哼！南宫翎不发一言，只是静静看着面前这些人的这副嘴脸。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私会。夏侯静终是忍不住了。来人呐，将这个野男人给我带下去。原来二小姐对私会是这样想的吗？那三小姐昨日不是还在清风居约见了三皇子吗？孤男寡女，不正巧是三小姐您对私会的定义？今日可是开了眼界了，相府的2位小姐都被传出私会男人的丑闻。你胡说什么呢？是吗？那可能便是夏某看错眼了吧。只不过这个香囊，不知道二小姐您是不是疏忽大意？你说怎么就掉了呢？夏某恰好在清风居门口捡到了，你说巧不巧？不管这香囊是不是南宫玉的，在大家心中，这南宫玉私会三皇子的事10有8九便是真的。南宫玉气得嘴打哆嗦，抬起手指着夏侯静：“来人，给我把他抓起来！我看谁敢动他！”二叔，他是我远房侄儿，怎么？我看谁敢动他！二叔，玉儿没有这个意思。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真的是远房的表亲。相府的大小姐在刚刚便不发一言，原来早已经胸有成竹，这气度。是啊是啊，刚刚原来是场误会，不过二小姐的那个怕是真的，可不是大抵8九不离10了。看看
香囊都出来了。南宫翎只是静静地瞧着周围人的这副嘴脸，这些个人都是些捧高踩低的主。是玉儿不懂事，没有搞清楚夏公子的身份，还请二老爷原谅玉儿。二老爷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见南宫玉这般模样，也没有刁难的心思，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南宫玉等人退下。别院内，今日之事，谢谢。保护你是我职责所在。此刻夏侯静的脑海中全都是白日里南宫翎的模样。那个女人倒是有趣。废物，一群废物！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慧云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但她冷静下来之后，又暗自担心，心里头的不安越来越加重。不知怎的，她越发觉得处理南宫翎的速度得加快了，只怕这日子拖得越久，南宫翎就越难处理掉。二老爷将夏侯静安置好之后，出相府的路上正好碰见了回府的丞相。你倒是应该好好管管你的女儿。哼，今日不是赏梅会吗？定是南宫翎那个不孝女又捅出了什么幺蛾子。你今日又做了什么蠢事？真是丢尽了我们南宫家的脸。爹爹，您说的女儿怎么听不懂呢？不过今天妹妹与三皇子私会的事。玉儿，是你？哎，好了，老爷，玉儿已经知道错了，我也训过了，你就别再吓玉儿了。哼，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老爷莫要动怒，伤了身子。今后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做出这么败坏相府名声的事儿，我定不会轻饶了你。是，爹爹，女儿知错了。自己去新堂领罚，抄写经书300遍。是，爹爹，女儿定不会再犯。南宫翎果然变了，看来计划得提前了。小姐，这不值钱的野草，您采它干嘛呀？没事。他一回到住处，便开始了自己的炼药大计。吃野草的功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它制成的药具有让人死心塌地的听从于制药人的话。你有事吗？怎么，昨日才帮你解了围，今日就装作不认识我了吗？可我怎么记得替我解围的倒像是二老爷呢？点个订阅吧。来找你啊，自然是有事。又失败了。说吧，找我什么事？自然是与你那锅药草有关的事情。哦，仅仅是哦？不然呢？看你的态度，似乎并不对我说的事情感兴趣。你还没说，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你的语气……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先走了。这么着急离开，看来你对我并不是多满意啊。有事的话，夏侯公子请说。好，是夏侯公子，不是表亲了。南宫翎很想就这样离去，本能的他知道眼前这个男子并不是个好相处的。看来你并不想回答我。来找我的是你，不是我去找你。我有选择闭嘴的权利，对吗？倒也对，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医术如何。我是个足不出户的闺中女子，怎么懂得岐黄之术？令子好像是医女出身吧，曾经轰动京城的医女。她的女儿竟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闺秀。我娘若真的是医术好，又怎么会重病不治而亡？医者不自医，这点你怕是比我清楚吧。夏侯静自然看得出来，南宫翎已经有些抵触自己。也罢，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小秘密被戳穿，包括他自己。哼，你来了这么久，却依旧没有将你要说的事情告诉我。如果你没事，我们就此告辞。听说正月初6，这皇子们会出宫东狩，你这将军的嫡长女怕是也去。可知道，听说这东狩之上，能猎到梅花鹿的人，可以获得一件皇家御赐的球衣，毫无杂色的球衣。球衣，算算日子，
祖母就要回来了，祖母最好脸面，若是能获得皇家御赐之物，那以后……好，女子不能狩猎，即便我去了又如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咱们云国每届冬猎都是与民同乐的，这男子制成猎场，女子若是押对了宝，也可以获得男子转赠的礼物。只是想要获得皇家的礼物，可是要男子射箭，女子拿剑的。你这算是邀请吗？说实话，他脸上的疤痕并不是很深，但也足够震撼。若是能够去掉这条疤痕，其实他也算是个美男子吧。算是。条件我说了，与这药炉有关，与药草也有关，当然与你母亲也有关。我想知道是什么，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我不喜欢空头许诺，若是你出老千，输惨的可是我，不是吗？看来你还是要个答案了。不然你邀请我又是为了什么？真没办法，你竟然非要我说出一些丁某来，这可不是我的风格呢。不如这样吧，我这伤疤你试试如何？这个夏侯静莫非知道了些什么？不然怎么会让我来帮他消除疤痕呢？怎么，一个懂得制药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帮人消除疤痕吗？太医知道的比我要多，我一个毫无名气的女子，怕是爱莫能助。是吗？那吴起究竟是谁？夏侯静，你远房的表亲。是吗？那自然，你不是昨天就知道了吗？你到底是谁？女人，你的手劲儿可真大，也真狠。说实话，你爹不知道很多事情，可我却知道。你很奇怪是吗？南宫翎冷眼不发一语，他在审视他到底说的是不是真话。夏侯健揉了揉自己的喉咙，满不在乎的一笑。我的秘密与你的秘密可以互换，因为我和你一样，讨厌那些狐假虎威又狗仗人势的人。你说的我也讨厌，可是讨厌就能摆平事情吗？不能，但是却可以像捉麻雀一般下个框，等君入瓮。毕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若是换做别人来做，一定精彩。是吗？你在昨日的宴会上不是体验了一把吗？昨日我不过知道一个香囊，恰巧见到了，还捡了起来。其实我就是有那个财运，总是冷不丁捡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倒是挺值钱的。是啊，香囊这么重要的东西，夏侯静没道理刚好遇到还捡到了，这说明他有能力拿到别人的证据。我倒是有件事想让你帮个忙，若是你帮了，便是一种承诺，怎么样？哦，是大忙还是小忙？大忙怕是我摘不到这天上的月亮，小忙怕是我懒得伸手去帮你端茶。不大不大，一件我很想弄明白，但是若无一二本事，却也是无法弄清楚的事情。哦，这倒有意思了几分。看来你对这件事很上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提到吴极你很激动，而且你又上心，莫非是令此内桩悬案？帮你倒是可以，可这怎么算？这个男人真是小心眼。那这个一盏茶的功夫就会消失了。我听说有一种药活肤生肌，还能美颜养生，似乎顷刻之间可去红斑，不知你可知道这东西极难提炼？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合作。代价我提出来了，要求我也提出来了。你为什么会知道潇湘丸？自然有我的途径和方法。你不像是一个喜欢白面敷脸的男子，又不是一个急于谄媚的面首，又何须？可我是个见钱眼开的财主，毕竟一瓶潇湘丸，要是和水敷面，又或者沾水贴面，那可是极好的。这是拿他娘的药丸卖钱，这家伙，你很会谈判。我在南苑有几个房间，专属药炉，你懂的。
我是女子，你是男子，即便是远房表亲，可终究是7岁不同席，怕是我有心也无力去了。无妨，二老爷最近有些身体不适，想要你去推拿一番。这做侄女的还是该尽尽孝心的。他原来为他都想好了退路。你还想着他呀？你找我有事？天阴了，我历来都是肩周炎的，你也知道。你胳膊又抬不起来了。南宫文看向南宫瑞，皱起眉。是啊，往年都是他帮阿瑞推拿的，可是他……我来是想跟大哥借个人。你想借谁呀？我那大侄女南宫玲。那不过是个扫把星，你借她做什么？大哥，她到底是大嫂手把手教出来的，这推拿之术除了我这大侄女，别人我是万万不信的。好吧，不过那孽女只能在你那儿待1、2个时辰。好，大哥，一切听你的。大夫人，这二老爷不知何事，竟然要大小姐每天辰时去南院，要待到午时之前方才回来。娘，真的吗？二老爷让南宫玲去南院？怎么，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按耐不住了？娘，那二老爷上次就是出面干涉我，才什么？才说起来，还不怪你自己做事不知道收尾，平白让人拿去了把柄。可是娘，那个地方很隐蔽，我这香囊是明明送给三皇子的，又怎么会……如果真是这样，那这香囊来的倒是蹊跷。这夏侯静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娘，都是南宫玲的错，你要帮我报仇。报仇？女儿，这仇你打算如何报？凭你龇牙咧嘴，还是凭你哭天抢地？唉，徒有美丽，你以后又如何能成为人中之凤？你要学会的是步步紧逼，而不是虚张声势。娘，我就要忍着那南宫玲嘛。他不想看到南宫玲那张脸，明明不好看的脸，却要占据了比他还高的位置。那你拿把刀砍了他，然后你去坐牢。娘，你做事要动动脑子。你说报仇，你可有由头，可有法子。一切还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做的就是看局势而谋策略，懂吗？过几日你那祖母不是回来了吗？祖母？对啊，祖母一向不喜欢这个南宫玲，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是当局者迷，自然没有娘这样旁观者清了。娘，我就耐着些性子，等祖母回来。啊，对了，到时候大哥也会回来了，对吧？是啊，玉儿也该游学回来看娘了。大哥回来了，到时候看南宫玲怎么办。这一方母女欢乐一堂，那一边南宫玲还在给南宫瑞推拿着肩膀。忙完一上午的推拿，南宫玲才走出来，就被夏侯静拦住了去路。既然来了，不去看看药炉再走？你的时间倒是掐得极准，竟然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来。我知道了一些有趣的事，关于令慈的，可惜这里不安全。你特意布置的？2个时辰，一些小酒，一些小菜，可以好好聊聊。可惜你不知道我爹给的时间，怕是还有半个时辰我就要离开了。没事儿，二老爷会去说服你父亲的。来尝尝我今天下厨炒的，口味还不错。为什么不是二叔和大伯？不习惯叫不可以吗？你母亲死于一种毒，挺有趣的，你该熟悉。冷霜凝。冷霜凝，这不是让人犹如渐冻一般，最终毫无知觉窒息而死吗？这倒是像极了他母亲的死法。冷霜凝不可入药，你该知道。你知道这潇湘丸和这活符水要一起才有效，那冷霜凝也一样，也要一个东西才行。这就是你要我在这里吃一顿饭的原因，因为你知道我要在这里查书。吃饱了才有力气搬书，毕竟我这些书有些年头了。今天日头正好，晒一晒，刚好可以让书虫进教室。你拿我当晒书童？你不是也要看吗？一举两得。好，
那真是感谢你的这么好看好心了。点个订阅吧。这些书竟然比无极天山的书还要齐全，很多都是他上辈子求而不得的珍品。这一刻，南宫翎不得不怀疑夏侯静的身份了。能拥有无极天山都无法拥有的藏书，又是被萧逸针对的人物，他是身份非同一般吧？冷霜凝性属极寒，需知裂草才能激发药性。知裂草，知裂草通生火红，味苦，气味芬芳，主治伤寒之症。伤寒之症的知裂草，这个草药为什么我没有在药典里面看到过？很奇怪吗？毕竟知裂草可以激发冷霜凝的药效，是皇宫禁物，更是可以提高炉火温度的圣物。禁物？圣物？有些奇珍异品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些稀奇的药草，配合着奇异的炼制手法。这自古阴阳调和，本就是阳中有阴的，难道你不知道？原来你真不知道啊！难怪连简单的吃盐草都炼制不出。不过好在我炼药技术不错，你那柴房里的丫头倒是失了针，若是再不听话，怕是就没多少作用了。吃盐丸？你正需要，正巧我会做些小玩意儿，就当送你了。你这算是补偿我帮你晒书的辛苦吗？算是吧。你可知道知裂草这样的物品哪里可以寻到？这东西只怕重金难买啊，还想寻到？是在故意逗笑我吗？可是我隐约记得，我母亲重病，浑身打摆子的时候，我爹就是上的知裂草。我不懂，在知裂草之前，我母亲为什么还是会产生渐冻的效果？他想不通的是这一点，也更是因为这一点，他被他的爹当成了克死母亲的扫把星，恨不得生死不见。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冷霜凝支配知裂草可以，若没有知裂草，也可有相同的药效。只要是能够带着暖身的效果的都有，比如什么？比如生姜。生姜？怎么回事？等等，母亲喝过红糖姜水。生姜是加速血液循环，更是加速全身产热的药物。而冷霜凝若是随着血液进入全身，那么这药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母亲喝了姜汤水之后，越发的寒冷，犹如受寒而无药可治，这解说得通了。难怪母亲重病不愈，难怪她到死的时候犹如见鬼一般僵硬而死。如果真的是有人下了冷霜凝，那么知月说的也许是真的，是李慧云给母亲下了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不知道痛吗？丧母之痛比这还要痛。若论心痛，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你知道吗？你最亲的人死在你的眼前，你却毫无办法的无力感。你又知道他死的惨状吗？她曾经是云国最好的女医，她救活了很多人，她被人们称作活菩萨。可是她却死在那个冬天，那个寒彻骨头的冬天。她死的时候浑身僵直，她憋的脸都是紫色的。她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她冷得早就无法控制自己，却依旧想要为我绣一件女子即将出嫁的上衣。她很爱我，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保护好她。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虽然只用了2天，超过了我的预期。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会忘记？过几日祖母就会回来，按道理你也要去见一下的。而那时候南宫羽也要有血回来，二叔没有子嗣，怕是要将你作为子嗣了。想必我那祖母必然是想见见你有多么的优秀的。希望你我合作愉快。就像你说的，狗仗人势的我见不得，定灭之。新年新气象，祖母愿你们一年顺遂太平。祖母万安，孙儿南宫羽前来拜见。孙儿有心了，这游学还记得给祖母带来礼物啊。祖母，孙儿自然要记得您可是最疼孙儿的人了。这时候严氏的眼睛却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人，这容貌像极了，莫非……孩子，你叫……回祖母，我父姓夏侯，
单名一个镜子。夏侯静，倒是个不错的名字。老二膝下无儿，怕是你要继承我儿的衣钵了。二叔怎么会让他继承衣钵？他明明不姓南宫，祖母又怎么会同意呢？阿静，进了南宫的门，前尘往事莫要再提，我便是你的祖母，可知？祖母说的极是，阿静记住了。好孩子，坐在祖母身边说说话，其余人都散了吧。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妹，你这是做什么？姐姐，我看看今日院子里的雪下得真好，咱们姐妹许久没有玩闹一起了，这回院子里终究是枯燥无味，不如趁着院子雪后嬉戏一番。妹妹这话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大姐，不如咱们姐弟妹3人一起玩玩。可是我投壶都不行，这丢雪球怕是更不好了，万一败了兴致。姐姐，咱们姐妹不过是玩闹，哪管输赢啊？只要玩得开心，那便是最佳。就是，小妹说的极是，咱们呀就是一起乐了，何必在乎输赢的事呢？大姐，去玩一下呗。真的要去玩吗？雪仗还是4个人，2人一组为好。左右我是二老爷这边的，我就和阿玲一组好了。你要与我们一起玩？你与3小姐一组，却让大小姐落单，这似乎有失公允。再说这游戏本就是该公平公正才能玩得尽兴，不是吗？二哥，既然这夏侯静被祖母认了，咱们也该认下。再说是夏侯静想要跟大姐一组的，不是吗？既然同意了，挑个地方吧。那就去这后花园的冰湖吧，那里正好结了厚厚的冰，可以玩得欢快些。只是当心脚滑。这湖水上面的冰若是将人滑倒了，或是人跌入了湖里，怕是会被爹爹骂的，还是别去了吧。怕什么？有我们在呢，即便是跌入了湖里，也会救你出来的。三妹，你胡说些什么呢？咱们只是去玩耍，谁说去坠湖了？我也只是顺着大姐的话，这不是说顺嘴了吗？我想大姐应该不会介意吧。哼，大姐，我们让你先挑地点如何？那我就挑湖中央吧。湖中央也好。哼，蠢货，竟然挑当箭靶子的地方，真是蠢得无可救药。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么现在开始吧。大姐，你先走过去，走30步停下，我们开始这一场游戏如何？想必会非常精彩。你讨厌女的还是男的？女的，毕竟每天都遇到。可是针对你的显然是你那二弟啊。不是有你吗？你就这么恨你的妹妹？哼，岂止是恨。看来你不只是恨这么简单，你的眼睛里有很多故事，有待发掘。那你就安静的看戏就好了。你的意思是我袖手旁观？这里是我的舞台，自然我一个人做主就好。二弟，这里是30步了，可以开始了。好，大姐，那我们就开始吧。南宫羽此时正砸得开心，而南宫玉则是雀跃起来。南宫玲竟然被二哥砸得爬不起来了，但夏侯静就知道傻傻站着。父亲，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本是和阿静在湖心的，但不知道怎么的，这玩着玩着，就成了我们到岸边，他们在湖心了。爹爹，我最开始狡猾，摔了好多次跤，竟然将娘给我的金簪子给弄折了，这是娘给我唯一的念想了。这是他的簪子。这是什么样子的力道，能让女儿的发簪坠落，甚至弄坏了她的物件？南宫羽可知道长幼有序，对自己长姐也能下这么重的手？南宫羽早就被夏侯静打得发丝凌乱，他此刻脑袋发懵，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父亲那样生气，只能发呆。老爷，这阿羽小时候也掉过河里，想是吓到了。咱们女儿如今冻成这样，你不心疼孩子心疼谁呢？再说又有四皇子在。南宫文这才发现四皇子也是一身是水，他也顾不得这四皇子是如何来的这里，只能换来小厮给2个湿透的人换洗衣物。你倒是好手段，
让你这妹子便宜了一个皇子。哼，便宜？为什么不说是乌龟配王八？倒是绝配，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知道这萧逸什么时候来？我知道吗？显然你知道。可惜你想多了，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猜测南宫羽会下水去救他妹妹，他不可能见死不救。啊，真是可惜啊，确实换来一个英雄救美。一会儿还要去前厅，我劝你还是梳洗打扮一番吧，换换这一身的血渣子的衣服，省得丢了二叔的脸面。我不是急着赶你走，而是这天色已晚，你在这里实在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不是吗？再说，你虽然继承二叔的衣钵，可终究是不同姓氏的男子，入女子闺房实在不合适。也好，那我去你那里讨一杯暖茶，驱驱寒。你若是非要顶着这么一身，那就进来喝杯茶吧。不过我这里可没有你的外衣。无妨。揽月，你是受了凉还是怎么了？怎么哭了？小姐，都是揽月不好，要是不早走，又怎么会让二少爷和三小姐欺负了去？今天我没有被欺负，你不要哭了。揽月，你快去给我梳洗吧，一会儿我还要去见父亲。今天来了个客人。好，揽月会快一点给小姐打扮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前厅此刻正是腥风血雨，怕是我要陪你演场好戏了。那走吧。前厅之上，南宫玉一边打着喷嚏，一边颤巍巍坐在那里，像是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而旁边那锦袍紫冠的男子，他怕是难以再忘记。孽女，你还说不是你害的你妹妹？为什么同样是打雪仗，你弟弟被吓得魔怔到现在还发愣，你妹妹冻得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偏偏你却毫发无损。爹爹，真的不是我跟二弟以及弟弟妹妹一起在玩耍，这受伤的人何止是弟弟和妹妹，就连二弟也是受了些许的伤，只不过是玩闹之中的小伤，母亲怎么能够这么说呢？我今日弄折了我娘的簪子，本想着修复一番，或许还能有救，可是不小心让这簪子的裂口更大了，甚至这坠子都劈成了两半。我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么好看，有些害怕。点个订阅吧。什么？簪子裂开了？是真的，爹，你看，娘给我的簪子里面竟然有半截冷霜凝，可是娘知道我最怕冷，怎么会在这里面弄上呢？难道他真的是中毒而亡，而阿玲也中了冷霜凝吗？爹，这是娘当时藏进来的信。萧逸此时皱起眉，南宫玲很了解他，他在权衡自己和南宫玉谁的用处更大。这封信是真的，但是冷霜凝是他蓄意涂上去的。说到这封信，在这金簪子中，也是他上一世成为皇后才发现的。当时他赌气不与父亲见面，才让父亲未曾见过这封信。但是现在想来，为什么要便宜着李慧云，让李慧云耀武扬威，就让自己在父亲眼里是个扫帚星？娘其实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写下了这封信。也许娘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南宫文急切地接过书信，这或许是乐成留给他唯一的念想了。他读着信上的文字，整个眉头都皱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信上写了一些什么，也没人知道南宫文为什么读完之后那般的生气。他看了眼李慧云，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了一般。李慧云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很奇怪，这乐成能留下什么样子的内容，让他这般的生气啊？爹，这是娘给我的遗物，我可以带回去吗？这是你娘留给你的遗物，但是我需要好好的研读一番，毕竟上面有些事情我还有待查证。好的，爹爹。南宫大小姐，你家小妹晕厥，你却不关心，似乎有违情理啊。萧逸这话让南宫玲抬起头看向他，四目相对，这双眸子里隐藏的情感也很有趣，有着愤怒，有着不甘，有着怒火，更有着一丝懊悔。懊悔？难道我们曾经有交集，才使得他懊悔认识我？不对，这是第一次相见，怎么会懊悔呢？秦王所说甚是，
只是我这身子羸弱，又是经历一场血仗的损耗，怕是难以支撑了。阿玲，你外祖家一直说我宠妾不知礼法，需要派一个你的姨娘来，防止你在家里学了差错。你外祖一直想要将岳家的女儿送一个过来，做我的续弦。起初我觉得没必要，如今倒是可以为你考虑一番。将岳家的女儿南宫绫的姨娘带一个过来，这是要把我大夫人的位置给挤掉。他不能慌乱，更不能有任何过激的表情。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绝对不能让南宫绫这个贱人给毁了。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是极好的，你觉得呢？我没怎么见过姨娘，爹若是有空，给阿玲介绍一下吧。其实南宫绫也是好奇，外祖要送一个姨娘过来，是不是也是因为当年母亲死的奇怪，他们想要找个自己人彻查一下。要真是这样的话，李慧云的死期可就不远了。老爷，不知何时而来，可要我准备一些糕点？不必了。你这外祖家的阿姨要来，终究是要书信一封的。改明儿，母亲我给你送来桃花熏好的桃花信。谢谢母亲。今日本王方知南宫家大小姐竟也是个羽扇纶巾的人物。今日小女方知齐王竟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物。她很想扬手狠狠地扇在萧逸的脸上，她与他的前世一切一桩桩一件件都从眼前闪过。她为了他不惜前阵厮杀，只为了成为一个能让他靠得住看得起的女人。你倒是有趣，不是你爹面前那贤惠胆小的模样了。你不怕本王去告诉你爹吗？胆小？我从未胆小，只是过于谨慎，因为我是个谨慎的悲观之人。是吗？那你是一点也不怕本王去告密了？说是你告诉我爹会让利益最大化，尽管就好了。看来很了解本王啊。了解你？我何止了解你，我甚至比你自己更懂得你在想什么。不然你为什么笃定本王方才想的是什么？也许我是蒙的。蒙的？本王可不信。南宫家的事情我还是劝你一句，齐王少管为妙，当心惹火烧身。切记切记。哼，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女人，竟然敢对她说放手。你还有事吗？没事儿，就是闲得无聊，跟着你转转。我这初来乍到，终究是要找一个认得路的陪我走走看看，是不是？这走走看看是你的事情，你随便找个丫鬟即可，我恕不奉陪。南宫绫想要甩开这身后的夏侯静，却发现对方犹如一块狗皮膏药，就是甩不掉。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养生的药草我给了你，自然要些利息啊。东寿我会去的，可是还不到正月初6，对吗？那你想要什么利息？你需要的我竭力完成。我还没想清楚。不如就这么欠着吧。想不想看看一个中了冷霜凝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要做什么？有人很喜欢栽赃嫁祸，有人很喜欢欲盖弥彰，更有人喜欢浑水摸鱼，而我是最后一种人。那知月怕是迷迷糊糊了吧，不如拿来栽赃一下。栽赃？你倒是说的直白。我去把风。你不怕你的婢女再次背叛你？我这人运气背一次，绝对不会有第二次。好吧，不过我还是帮你观察着，绝对不会有上一次那知月的精彩。看来你知道的挺多啊。不多不多，刚好与你一般多。那不知道你知道的东西对我有用没？或者可有威胁到我？我倒是不介意跟你说一说，只是我现在有件事要跟你说。是吗？怕是我并不感兴趣。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冷霜凝若是被发现在李云慧的房间，不知道对于你正在寻找证据的父亲是否有绝对的提示作用。你会做得很干净。吃了吃盐丸不会乱说话的知月被一个一直想除掉他的恶狼盯上，你猜会发生什么结局？毕竟这李慧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铲除危机。铲除危机？为什么不是解决危机？一点痕迹也不留下，不是铲除。那你倒是会算计人心。我算计的人心很多，但是不知道是指哪种人心。如果这是你想做的，那就去做吧，我支持你，但是我不参与。是吗？你这是让我做苦力，却一点也不给我好处啊。我是这样的人吗？看来你是，至少现在是。
那就当我是吧。我听说这李慧云送了一盆枝叶草给你母亲，比枝叶草的药效还强。若是这知月去了李慧云的房间，闻到更强烈的枝叶草，怕是比枝叶草还厉害的催人上火的药物。那是自然。最近我听说这李慧云甚是喜爱，毕竟那枝叶可以用来做刮痧，是极好的养生之物，只是却也是害人的毒物。你倒是对于李慧云的房间了如指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想知道的，只怕没有不可能知道的事，包括你的秘密。这么快投怀送抱？松开！怎么，我不让你跌倒，却是我的错了？我想你应该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打算遵照。果然很无赖。谢谢你的夸奖，我觉得挺好。我给你一盆脏水，尽数扣在那李慧云的身上，而你要在正月初6之后答应我一件事。正月初6，冬寿之后，他又想如何？什么事？上元灯节，挺好的日子，但是我没见过太多的花灯，又会迷路。抱歉，上元灯节我有约了。哦，红叶传书吗？倒是谁这般的清雅风韵呢？怕是告诉你，你也不认识。莫非是那齐王？我瞧你看他的眼神很奇特，像是思念，像是怨念，更像是怀念。莫非你真的想要与他去看上元节的花灯啊？这关你何事？他没否认，也没承认，只是单纯不想跟他去上元灯节罢了。倒也不是什么事儿，只是我刚好也知道了一些事，但是如今你这般模样，怕是我也不必费心为你张罗了。张罗什么？他皱起眉，他又想冷不丁地冒出一个什么话题。也没什么，不过是你外祖家阿姨选定的人是谁，你也不一定想知道，反正你早晚会见到。夏侯静，南宫翎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可恶的男人，必须得承认他很会挑食，你很会找话说，让别人无法拒绝。我外祖家将要派谁来？你很紧张？倒也不是紧张，不过是关乎自己的事情，多少想知道一二，毕竟这也是你让我为你带路的筹码。这倒也是，我只是很好奇，你期待是你的堂姨母还是亲姨母啊？就看你告诉我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了。若是好消息呢？月红看来是堂姨母了。看来你很满意。确实。那我的要求……说实话，你若是不做一个趁火打劫的坏蛋，真的是暴殄天物。可惜啊，我这个人喜欢做个良民，安分守己。确实是可惜，这人怕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吧？看着这长长的伤疤，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胡作非为，甚至是任意妄为之流。来下一盘棋吧，我一直没有跟你好好了解过，不如下盘棋理理思路。怕是你想知道我的路数吧？下棋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子是急是慢，更能看出这个人是步步稳健还是急功近利，是顾全大局的舍得还是丢车保足的蠢货。这一下午的棋让南宫翎的眉头紧皱，这个男人的城府太深，他竟然看不出个究竟。活了2世的人加起来也有40多岁，竟然看不透一个少年。我想知道一件事，不知道你可否告诉我，你如何知道我外祖家内定了谁？我自然有我的办法。如果我想学呢？只怕你学不来。如果真的是学不来，那我又有什么样的机会与你谈谈条件呢？心里有些恐慌啊。我无法读懂你的每一步，这让我很好奇，尤其你很针对萧逸，这让我更是好奇，毕竟齐王与你并无瓜葛。是无瓜葛吗？好像这个齐王跟你瓜葛很深吧？为什么觉得我和齐王之间有瓜葛？我可不是皇族的人。突然有一种大胆的猜测在脑海里形成，莫非这个夏侯静也是重生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代表他也想与他合作。你死过一次吗？死？好像死过，大多是在我梦里，常常梦到被杀死。那你屈辱的死过吗？你呢？死过，剜心而死，被我最爱的人直接开胸剜心。南宫翎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剜心会痛吗？会，甚至死不瞑目。原来会痛。你为什么不好奇我为什么说我死过？只是好奇剜心痛不痛？有什么不对吗？据我所知，你将来也许会死，也是死在开胸剜心的时候。你知道？我听过，还听说南苑满门抄斩。这句话满门抄斩刚说完，
夏侯静的脸就抽了抽，手微微蜷了起来。南宫翎盯着他的手指头，那指尖甚至带着微微的颤抖。看来他猜对了。你恨我吗？在我军中屡立战功的时候，为你树下一个可怕的敌人。恨？敌人？夏侯静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这般的问法让他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南宫翎跟他是一样的人。对，你的敌人，或者说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那个会在未来要了你我性命的男人。萧逸吗？是他吗？负心人，人自然负之，而我重来一次，自然要改变一些，总不能悲惨的总是我吧。看来你是一定要达成目的了。为什么会相信我也是跟你一个目标啊？因为上元灯节你想的第一个人是萧逸，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显然萧逸对你的印象很深，深到了你深恶痛绝。而你知道我未来和萧逸的关系，对吗？你很聪明。你来的时候太巧，巧在一些事情刚好改变了轨道，而你看我的眼神一直都是试探和研究。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和辨别能力。看来我不能狡辩了。你觉得这么好看吗？点个订阅吧。南宫翎放下茶杯，眼睛闪着光芒。他找到了与他一样的怪物，很有趣。若不是我亲身经历，怕是我认为这不过是夜市奇谈，不足为信。可以告诉我，这道疤痕为什么会是你拿来跟我交谈的第一个筹码吗？我的疤痕？筹码？是也不是，看你如何看了。那你倒是说说，这是什么？或者说暗示。毕竟我一向是个良民，可不愿意做那过分的事。良民？就你这样子的，不知道为什么，良民这个词用在你身上特别的突兀。有吗？你不觉得吗？因为我这道疤痕让我显得像个山大王？不，因为你的眸子里存了很多事，而且你正在考虑用哪件事来跟我讲。你很了解我，只是了解的还不够深。其实我很简单，像一张纸。一张黑纸吧，来多少阳光都透不过去，让纸张背后的人看不到纸张前边的万道光芒吗？如果是这样，我倒是承认你像是一张纸，只是你是一张比墨还黑的纸。怎么，我说错了？也许不是，也许是，只是我更好奇，你突然对我感兴趣起来，是为了什么？我突然感兴趣起来，还是你孜孜不倦地暗示我，让我无处可躲，只能认真地看着你呢？你竟让我无言以对。无言以对，还是你被我戳中了心事？我躲不开你的眸子，太犀利。我缴械投降，我投降。话说，你到底如何知道我堂母月红的？又怎么知道齐王萧逸的？你的身上有谜团，即便你现在跟我嬉皮笑脸，但是我依旧看不透你。时光很快，却也不慢，但很好，能记录下来所有的事，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你跟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我相信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与你敌视，却不一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我对你这般的好奇，对吗？南宫翎已经揭开了底牌，很想知道他可信的。我曾经傻过，很痴狂，甚至付出了一切。你说，人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让命运同样发生吗？我想给你讲故事，你听完再说是否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如何？一个过去的故事，很好听。不，也许不好听。好，你讲来听听。从前有个姑娘，她早早失去了娘，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她的父亲找了个后娘，这个后娘为了自己的女儿，对这个姑娘下了药，诬陷姑娘清白。那姑娘被撵出来，在一个寺庙被人们欺辱，直到姑娘的祖母偶然发现，将她带回了家里。然后呢？夏侯静保持着表面上的镇静。本来姑娘以为自己能够在家里小心独处，却没有想到被后娘差点害死，而她只能听从祖母的话，回到老家祖宅看家护院。这祖宅恰逢闹了饥荒，
遇到了姑娘命定的恋人，只是这恋人很好，却不是个将男女私情当作要事的男人。他胸怀大志，甚至为了他的大志毫无底线。那姑娘为了他从军营一个无名氏做起，一步步靠着拼刺刀的耐力和韧劲，成为了军中唯一的一员女悍将。可是成为女将军又如何？那不过是一柄足够锋利的剑，却被剑的主人担心会被反噬。那姑娘付出了很多，却终落得一个被挖心取血的下场。知道被挖心的痛是什么滋味吗？我想你知道，甚至很清楚吧，毕竟你就是那么死的。夏侯静突然抓住他的手，知道，你也被挖心了，为什么挖了你的心？你那么忠于他。一句话，南宫翎懂了他，而夏侯静已然知道自己终究是在他面前破了功，露了相，因为将军府在乎的是柔弱无骨的宝玉，而不是锋芒毕露、翱翔天际的雄鹰。你我都是可怜人，可是你我都活过来了，不是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既然与我是一样的人，算算日子，该是什么时候？往年的今日，我并不在府里，确实不好把握。那上一次打雪仗，夏侯静也知道，上一回按道理南宫翎是不可能知道萧逸什么时候去的南宫府。曾经我在他的身边站了很久，他难免会孤独，也会跟我说些事情。也许他认为是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却不成想成了我算计他的机会。那上一回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上一回他跟我讲小年夜偶遇美玉之后偷香窃玉的故事。我记得你声名鹊起的时候是西南雪灾吧？西南雪灾，二皇子和七皇子都栽了个大跟头，那是他第一次展露出军师的本事，那是谋士才具备的头脑。是踩低就高，各打20大板，谁也别占好的一种做法。这个手法很老练，当时我还在想，你怎么想到的？上2位皇子折了羽翼，甚至一个终生与皇位无缘。是与皇位无缘，还是他笨到姥姥家了，自己亲自断送？这可有区别。说起来，这西南雪灾倒是最有意思的。不知道如今这棋局重开，你这次的棋子如何落下？重新落下棋子，他南宫翎自然要让萧逸这个混蛋血本无归。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萧决，一个优柔寡断却是巾帼之才的皇子。萧决吗？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今年是个瑞雪兆丰年的年头，京都看上去雪应该会小，而西南自然更大。这泼掉的茶如同丢掉的人，覆水难收了。南宫翎懂，他在说覆水难收，感情自然也是一去不返了。夏侯静也懂，西南雪灾将成为他正式亮牌的时候。你猜这萧从还是会正灾不利吗？萧从只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也只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看来一场风雪，萧从的那个破楼摇摇欲坠了，而砸中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翻过身跑几步。上一次有很多漏网之鱼，可这一次很多人开罪过萧决，怕是很难。是吗？你是说萧荣也是一败涂地？血腥镇压灾民，失去民心，七皇子输得很惨，但是这么输了，怕是会不留余地。小年夜之后，祖母要去长安寺上香，听闻3皇子和7皇子都会去，毕竟这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我这个人设话痨，嘴巴大，喜欢聊天，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你当心。当心什么？你最开始跌倒的事情，当心一次不行再来2次。毕竟你的堂姨母即将入府，我想狗急了也会跳墙的。这是在说李慧云了。也对，李慧云会在寺庙里弄些事情，好杜绝堂姨母的到来。而他南宫翎出了什么丢人现眼的好事，必然会让外祖家的人掂量一下，也成功阻挠了外祖家的打算。可见过刀斧斜身，血我都见过，又怎么会怕暗箭？夏侯静望着那远去的小女子笑了起来，看来他决定了。此时李慧云坐在房间里，整个人的脸上乌云罩顶，黑透了的脸色让南宫羽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岳家又派一个贱皮子，真是一招不行又来一招。你们2个若不是闲得无事打什么雪仗，又怎么会闹出这么一出事儿？真是该死，
他夏冷霜凝的事情本该做得天衣无缝的，他不懂哪里出了纰漏。还有你，老爷刚才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连个回答都不会了？简直一对饭桶。此时南宫羽则是一脸黑线，被母亲说废物，他自然是不高兴的。母亲，岳家不过是来一个女子，这做不做得了，嫡母还未必说得过去呢。你有什么好法子？母亲，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富贵叫做子凭母贵，还有一种富贵叫做母凭子贵。如今这岳红即将来到南宫府，怕是第一条已经不适合了，那就该采取第二条了。母亲，这是西南雪灾，如今这二皇子已经前去赈灾，若是这二皇子失利，怕是整个二皇子的亲信都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这个时候正是个绝佳的机会。绝佳的时机？我儿的意思是，如今这二皇子萧从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笨蛋，即便是有玉容贵妃在帮忙，却依旧无法弥补萧从的蠢笨。这个二皇子是迟早要完的。再看看那七皇子萧荣，那个萧荣就是一个顾前不顾后、顾首不顾尾的傻子。这个家伙若是想快刀斩乱麻，怕是也要闯出一番祸事，让当今陛下为之震怒而毁了一切的。我儿，这两个皇子既然都不合适，哪还有谁能让你的地位一升再升？李慧云自然明白儿子这是打算找一个靠山。母亲，有的时候扶持一个皇子，比你去跪拜一个皇子的青睐更来得容易。南宫羽将那早就写好的竹简递给了李慧云。这小小的一篇竹简上公正地写着2个字：萧逸。四皇子萧逸，这个萧逸倒是经常来南宫府走动，就连女儿南宫玉都是他及时出手救下的。可是萧逸的出身不好，宫女所出，还是一个给陛下戴了绿帽子的宫女。这样的皇子背景太差，怕是……母亲自然是在想着四皇子的出身，可是母亲莫非忘记了，这四皇子的养母却是当今皇后杨氏。杨皇后，我儿，你拿捏的准确吗？母亲，我这几年的游学也不只是玩玩的，自然能够看得真切，听得明白。你已经清楚了自己要做的一切？自然是清清楚楚啊。只是这西南雪灾，如何让你心目中的人选一鸣惊人？这七皇子镇压雪灾的时候，若是萧逸站在人群之中给自己一刀，让百姓相信他滴血为誓言，必然会引起很高的拥护。到时候陛下自然会对这件事上心，这龙心大悦也就会对南宫府更加青睐和喜欢。南宫羽的计谋跟上一世南宫灵见到的一样，只是可惜历史的轮子已经改了轨道，偏离了他的计算。既然我儿这般坚信，那母亲就为你准备好钱财。娘，大哥，那我呢？我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多跟萧逸笑一笑，让他知道南宫府有一扇门为他打开，让他多往南宫府跑跑就好了。大哥，阿玉不喜欢四皇子萧逸，阿玉喜欢三皇子萧绝。妹子，萧绝有云国第一美男之称，这女子喜欢俏郎君我能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为你自己的未来负责。可是大哥，我真的不喜欢萧逸，我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如果没有话题，那就没话找话说。这不是快到正月初6了吗？正好是冬寿，你呢可以跟萧逸一组尽情的说话。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哎呀，大哥不会害你的。萧绝最是孝顺，喜欢给贵妃买一些吃的，而贵妃最喜欢这家的点心。南宫灵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见到萧绝。小心，你的点心被我撞掉了，不如我赔给你。我的丫鬟在等最新出炉的点心，还有一点时间，不如去茶楼坐坐。也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怎么不问问我？你肯说必然会说，本王不需要直接问你。倒是分得清楚。话说我这茶如何？甘甜解渴，味道醇厚。是啊，这西南的雪下得太大了，需要一口甘甜的米粥，更需要能解决燃眉之急的救助。只是不知道三皇子可有兴趣。看来南宫大小姐也知道西南雪灾，那依照南宫大小姐的意思，该如何处理更为妥当呢？如何处理？我并不喜欢处理这2个字，好像是解决麻烦一样。那不知道南宫大小姐更喜欢哪2个字呢？
分析雪灾，我觉得更好，毕竟分析有分解、解析、清晰以及熄灭的含义。所谓分解，比如分解一下当前有几波势力在对西南雪灾虎视眈眈，他们这些人是打算求名呢，还是求利呢？而三皇子借力使力的对象更应该是谁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南宫大小姐。确实，只是你敢接受吗？你想和本王交换什么？这萧绝既然跟萧逸早就注定了是敌对，那么他不介意让命运的齿轮变得更快一点。正月初6冬寿的时候，白狐大裘让给我和我的伙伴。不知道这白狐大裘你穿着会不会显得大了一些？确实，我本来也没有打算穿，只是我的祖母回来了，我想要送给她罢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原来你这是想给你的祖母卖好啊。三皇子也曾经少年失户，该是懂得没娘的孩子得靠自己打拼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我想三皇子应该与我感同身受。戳心啊。没娘的孩子，萧绝又想起了七弟萧荣的一生顺遂，而他则是任何事情都要靠韬光养晦才能谋得的痛苦，这种苦他却是真的懂。不知你什么时候来我的府上，这个腰牌算是见面礼。正月初5，这开朝第1天，必然会有很多新鲜事，毕竟这些新鲜事被人压了7天，蠢蠢欲动。是吗？冬寿前1天，倒是个惊喜啊。是惊喜还是欢喜？到时候三皇子一眼便能看个究竟。看来我三皇子府上要准备一坛好酒，一桌好菜。不是这时来运转的酒馆该准备一桌好菜了，毕竟我未嫁，不该出现在任何男人的府门外。避嫌？了解，本王懂得，会安排好的。就在这时来运转的酒馆，咱们这一次见面的地方。好。你今天做什么去了？听风看月去了。你不许走。如果这就是南宫玉最本来的面貌，那么前世萧逸选择他而不是我的理由是什么？喂，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听到什么？听到你以一个庶女的身份来质问嫡女吗？你我是姐妹，我问问你不行吗？可以，但是你问我，我未必愿意回答你。你出去跟男人私会，却死不承认不成？要是让爹知道你勾搭男人，你可知道会如何？是吗？怎么，你不怕？怕什么？我怕你说的不清楚，画虎反类犬，那就难看了，会让父亲对你失望的。南宫玉跺了跺脚，气呼呼地看着南宫绫大步离开，他一定要告诉父亲。你又来了。方才南宫玉被你气得跺脚，你倒是好本事。是吗？我怎么没看见你的身影？莫非你猴子上树遮住了身影？不过那棵树够大，足够遮住你的首尾。看来你去见三皇子的事情很顺利。令牌，通往三皇子府的令牌。你倒是好本事，拿到了这三皇子贴身的令牌，这是首席幕僚的身份凭证。你跟他只说了一下这西南雪灾的事情而已。不过加了一些佐料，比如正月初5新鲜事，简单报出来。正月初5，百官上朝第1天，你想报什么内容？可需要我协助？你倒是好眼力啊！我这人眼力劲儿很足，只需要轻轻一句话，我便能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毕竟我为了消除这脸上的伤疤，也要讨好你啊。我想知道正月初5的时候，二皇子萧从手底下的人，有多少人的名字会被交到刑部的案头？你这是帮七皇子？不，我这是打算在七皇子受命赈灾之前，让三皇子请缨。而这些官员，我记得有些人还是有些才华的，只是被污水泼了身。说是这些污点成为三皇子手中的利器，那便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看来你这是打算帮三皇子招揽贤才，不对，是挖掘人才了。只是你这扬起锄头挖墙脚的本事不能太简陋，否则那二皇子还不撕了你的嘴巴。我不怕，毕竟这是你告诉我的，要是撕了我，你首当其冲。看来我是活该要被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卖了，可是怎么办呢？你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不忍心舍你而去，所以我要是有个3长2短，你一定要初1、15给我上香，给我一个圆满。这你放心。南宫绫笑起来，知道他在开玩笑，顺着他的话应了过去。数日不见的知月已经是痴痴呆呆的模样。你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大小姐，我错了，求您饶了我，求你，求您了。求？你不是要为我做些事吗？怎么，你这是不打算赎罪，而是打算靠着跪求平白得来我的宽恕？只是这世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记住，你什么错也没有，你一会儿不过是奉了我的命令帮我出去买甜饼，懂吗？算算日子，这南宫玉该是要出门去见那三皇子了。大小姐只是让知月买甜饼，中了赤烟草的知月能出去买甜饼？不明白，但是没关系，大小姐一定有她的道理。南宫宁才走到院子门口，本想着去跟祖母请午安，却被夏侯静拦住了去路。你倒是速度极快，他看到了他手上的一卷纸，看来是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好奇夏侯静真实的身份。拿到二皇子萧从手下大臣的把柄没那么容易，而他一夜之间竟然拿到了。这样的夏侯静真的很可怕。如果夏侯静姓萧，叫做萧静，那真的是更有意思了。南宫宁伸出手打算接下这卷纸，可是夏侯静将纸举高。无茶，我这忙帮的憋屈啊。论起脸皮厚，这夏侯静绝对是个中高手，讨杯茶喝竟然这么理所当然。徽州毛尖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卷纸有多长？5米。你想如何？我听说这四皇子萧绎虽说不得宠，可到底是一个富贵闲散人，在西市街有一处铺子，专门做印刷生意。印刷生意？这是打算广而告之，只是这内容若是看到了，没有几个印刷铺子敢接的。如你所知，我以前混迹过军营，这保密的鸡毛信如果不让人看懂，又如何让人看清楚？自然有个法子，这法子有2种，一种是编码字，一种是显形。数九隆冬，我最喜欢这1929不出手的寒冷。我也听说这军营之中有一种墨，非寒冷不能显出原来的模样，莫非腊月30是个不错的日子，除夕除掉怪物，不如就让百姓看看人间的夕到底长什么样子吧。我到时候提供一些墨汁，劳烦你的人在纸上写一写，然后将这无半个字的纸交给那铺子就好了。不知道让铺子印刷什么呢？新鲜事简单报，6个字足矣。倒是有趣。夏侯静看着南宫陵，他这是要坑死萧绎吗？若是他没记错，萧绎这间铺子有个喜好，就是喜欢盖章。这盖了章的纸，若是显出了底色，底色之上都是百官的丑事，怕是这萧绎要面对一群蓄势待发的刺猬了。而这抱团取暖的刺猬，怕是要跟萧绎做个鱼死网破了。你心真够狠，但是我欣赏你的狠劲儿。被挖了心的你我还有心吗？无心的人除了狠，已经不知道良心叫做什么了。毕竟良心被狗吃了。良心被狗吃了，不过却也是你我的写照。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可是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这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轻易离开啊？那你还要说什么呢？今天你妹子南宫玉要出去，学你的模样去见三皇子，可是这知月撞到了南宫玉，直接将南宫玉撞到了冰湖上，怕是你待会儿还要给你那多事的丫头知月收拾烂摊子。果不其然。大小姐，老夫人和老爷花厅有请。芙蓉姐姐，可知道是什么事情？芙蓉是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此时竟然连祖母都要惊动了，看来她要先做好准备。回大小姐的话，是知月那个莽撞的丫头将二小姐撞入了冰湖里，另外那知月还胡言乱语，说了一些大小姐的坏话。看来又是一场暴风雨。对了，二少爷，老夫人也请您去一趟。老夫人也叫我啊，倒是有趣。这天寒地冻，大小姐和二少爷还是慢些走，左右路上下了雪，他们还没有将雪扫干净。我知道了，多谢芙蓉姐姐。才走了几步路就到了花厅。大小姐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大姐，我对你自认没有哪里不好，你为什么要派知月将我撞入湖里，还想着要杀我怎么的？不就是被我撞破你和三皇子幽会的事情吗？你便想着对你的亲妹妹下手了？阿玲，这知月虽然做了错事，可到底是一条命，你这样做，以后夫家的人知道你该如何？李慧云火上添油的劝说着。知月，你不是怀孕了吗？怎么到处乱跑？大小姐，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杀你，因为什么？这知月都受了惊，怕是被阿玲你真的吓到了。你这样，
姨娘，我想你该清楚一件事，我才进门，知月这个模样，我还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你就说我做错了，这么急着下结论，姨娘，你莫不是记恨我堂姨即将入府，故而恨上我了吧？怎么因为我堂姨即将要来，而这般小心眼的待我呢？李慧云哑了声音，她还能说什么？一句句的姨娘仿佛刀子一样扎心，让她恨不得撕了南宫翎。肯定是你指使知月撞我的，你别想狡辩。证据呢，二妹，凡事讲究证据，不能因为一个心智错乱，还在我院子里行苟且之事的丫鬟，而将一切的罪过推给我吧，这还有没有公道可言？祖母，你可要给孙女做主啊！我一切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给我盖棺定论。所有人都住口，让大孙女自己说说。多谢祖母。知月，你抬起头来看着我，你让我放过你，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件事，如果是你做了苟且之事这件事的话，我可以原谅你。多谢大小姐，多谢大小姐。大小姐，这一次我是被人下了药，不是我本意。大小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知月既然提到我母亲枉死的事，我必然不依不饶，不死不休。说，钱夫人到底怎么了？钱夫人中了冷霜凝。冷霜凝？这件事要好好想一想。你说什么东西呢？知月，我问你，你将我撞入湖里做什么？我没做什么，我只是给大小姐买甜饼。南宫玉成功地将话题带回到了南宫翎的身上，只是他没有注意到南宫文思绪飘远，也没有注意到老夫人的眼神杀意乍现。看来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夏侯静的狐狸眼睛笑眯了起来，有趣。问你笑什么？我掉进了这冰湖，你也笑得出来吗？我来并非看你的刁蛮，也不是惩戒你的刁蛮，祖母唤我来，我自然要来，这也有错。我累了，你说到底也是我南宫家过继的子嗣，陪我回内院吧。一时之间，本该是主角的南宫玉却发现祖母离开之后，父亲差人将知月嫁走，而母亲李慧云更是急急地跟上父亲，只剩下他和南宫翎两个人。怎么他闹了这么一场，却让事情无疾而终了？不甘心，让他愤恨地看向南宫翎。你可真有本事！长安寺里有一棵千年的银杏树，一到冬季，满地金灿灿的落叶。以前他最喜欢坐在树下沉思，不知不觉，南宫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梦崛起的地方，这个梦破碎的地方。树下依旧是黄艳艳的银杏叶子，只是人已变。上一次动心是因为什么？好像是他抚摸着这棵老银杏树落泪，而他走近他，为他拭去泪珠。那是第一次有人在乎他，让他感受到了人的温暖。一只手触碰到他的脸，他愣住，这是一种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气味，甚至不需要抬头。轮回往替，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两个人，同样的动作再次发生。你来是为了……齐王萧逸很诧异，这南宫家的大小姐没抬头便知道是他吗？只是他与他见面没那么多，他为何不用抬头便知道是他呢？男女授受不亲，这长安寺是庄重的寺院，请齐王自重。真是该死，他怎么会在这里重蹈覆辙？南宫翎，你忘了剜心之痛吗？竟然还因为他的失泪而有所触动，这一生重活可不是白活，难道还要再一次面对他的背叛和抛弃吗？你与本王很早之前可曾见过？不曾。看来南宫大小姐对本王比较上心了。你的婢女看着天下起了雪，便帮你拿披风去了。本王路过，刚好看见你一人在这里黯然伤心，就过来看看。我听说前段时间南宫二小姐又追狐了，而这事情的起因十分有趣，竟然是南宫大小姐你见了一眼我那温润如玉的三皇兄啊！看来齐王你对南宫内宅的事情了若指掌啊，只是你知道这么详细，意欲何为呢？意欲何为？不知道我这意欲何为牵扯到了什么事情啊？很抱歉，我这人嘴笨，说不出那么多的故事。要不你讲一个给我听？点个订阅吧。哦，讲什么故事啊？你的意欲何为是什么样的故事？前些日子本王的掌柜特地递交了一份单子，说是客人要印刷这6个字。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客人要印刷上万份这样的小单子呢？哦，是什么样子的客人呢？本王那铺子知道的没几个人，确实令人疑惑。毕竟提供纸张只要印刷的客人，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了什么？不可能，他这一世也没怎么见过他的字，
怎么会认为是他呢？南宫绫强迫自己镇定，尽管内心已经开始出现波澜。哦，还有这样的客人，我这闺房女子常看的戏本子都没这么离奇呢。你也觉得这个客人很奇怪？这倒也是，毕竟南宫大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确实很少见到。只是，这南宫绫也太会装了，给自己下了那么大一个套子，还完全没有惊慌，让他越发的对他感兴趣起来。这些内容说实话很精彩，只是可惜啊，将本王带入了猎人挖好的陷阱里。我不明白，四皇子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外祖家不过是医学世家，即便悬壶济世，却医者不自医。若是医坏了人，尚可以自救；可若是医错了人，怕是万劫不复啊！本王可以当是岳家给我卖的好，也可以当是岳家给我下的毒，一法一正，全在你一念之间。原来我如此重要，一句话可以保住外祖家，一句话可以倾覆外祖家。南宫绫佯装恍然大悟的模样。你不是个笨蛋，而本王也不是个被你玩弄在掌心的傻瓜。用你问本王的话，再问你一次，这个纸你意欲何为？是吗？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把你当作傻瓜？怎么还想着按兵不动呢？如此这般的坑本王，难道一点罪恶感也没有吗？不知道为什么，萧逸竟然没有小心眼的记恨他，反而是很想知道这个小女子是否会为他所用。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心里亏欠了他什么，想要弥补。你我上辈子是否见过？为何本王的心会痛呢？哼，王爷，我可没有那么好运气，让你魂牵梦绕。难道他这一世还有上一世的记忆？可是不对啊，若是有，那眼神不可能是这般陌生的。他明明自己陷入了迷茫。确实，你的长相不足以让本王刻骨铭心。这句话犹如割破了南宫绫的心，尽管他已经恨极了他，可当他说出来只看容貌的话来，他依旧会为了这句话而难过，而伤心。你不高兴？每个女子都是爱美的，当有男子明目张胆地说出容颜逊色这样的话，无论是哪个闺中女子都会不开心的。果然够聪明，只是休想躲掉本王的问题。那么你是否可以正确地告诉本王，岳家为什么选择印刷这个纸张？不要告诉我岳家被人利用，我查过这批纸的来龙去脉。他忘记了萧逸对京城边边角角的信息都一清二楚的本事了，果然还是大意了。岳家让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买这么多纸张，要是用了岳家专有的文字书写方式书写，是否代表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你认为是什么事情？本王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思。看来齐王今天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了。可大可小的事儿，你觉得呢？有些话终其一生我都不会告诉你，我有我的底线。底线？可知道本王决定的事情绝不可能更改。萧逸，松手！不自觉的，他又想起他剜心之前的事情。上一次他也是捏住他的下巴，不给他呼救和呼喊的机会，一下脱臼了他的下巴，让他只能啊啊啊，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人话。他仿佛触电一般，猛然大力的推开他。别碰我！你怎么了？萧逸，我说过，我不想你靠近我。你到底怎么了？此时南宫绫带着泪珠抓过他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啊！真是该死，应该是被他捏住下巴魔怔了。他需要极大的检讨，需要认真的反省。他重生一次是绝对宝贵的一次生命，绝对不能用来愚蠢。抱歉，我小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最怕被人捏住下巴，刚才我失礼了，还请齐王大人大谅。萧逸望着这脸变得极快的女子，果然是个小骗子。刚才他看出她的厌恶，那是真实而炽烈的。他真的没有见过她吗？这一刻他更不信了，看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还得罪了他。是，本王要大人大量，对你所做的事情可以释怀，可是对你所挖下来的坑，真有些义愤难平啊。齐王，虽然我不能说出我跟三皇子誉王殿下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我却可以告诉你这张纸的用法，如何？这算是变相示弱，很好。聪明的女人该知道什么时候后退，说说看吧。算是给了他机会，而他必须要顺利过关才行。毕竟萧逸是那般的聪明，忽悠不得。云国的官吏都跟随二皇子，原因是太子薨逝之后，二皇子将是下一届的太子人选。所谓立嫡立长，
可是这二皇子有勇无谋，即便母妃赵贵妃是个手腕很辣的，可架不住一个花架子的太子。这太子空悬之位这么久，就是一种暗示。这世间最难做的就是太子，储君之位做得不好，难当大任；做得太好，喧宾夺主。这太子若不是陛下真爱的孩子，那必然如坐针毡。所以这位置有时候不好一蹴而就的获得，毕竟坐上了那个位置，也容易被人家拉下来。那依你之见呢？上一个看似不错，实则绣花枕头的皇子坐在那里，伤透陛下的心，让他无人可选，只能选择看上去最靠谱的人。毕竟无争便是争。谁是这样的人？三皇子萧决。本来他想借着萧决的手给萧逸一个好看，看来如今怕是萧逸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而他此刻除了卖好，便是撺掇着萧逸跟萧决斗个两败俱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萧决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只是你在里面要充当什么角色？我的角色不重要，无非就是一个传话筒。这句话显然没有让萧逸满意。传声筒，这纸上的文字堪称百官行术，若是让人家知道岳家的人打算以此做文章，你猜你外祖父会如何？齐王殿下，也许在你看来我外祖父必死无疑，可是在我看来却未必如此。哦，是吗？你打算如何？这雪蚕丝的纸有见血显字的好处，却也有芥末糊掉的坏处。那意思是不受他的威胁了是吗？只是她一个闺中女子，哪来的人脉和人手去帮她做这件事？怕是唬她的吧？但是敢唬住她，她的胆子不仅大，而且过于胆大包天了。唉，怕是你没有这个机会，毕竟本王已入库了。那这纸上的内容，不知道齐王打算如何利用？看你选择如何认清自己的角色了。我这个人讲究诚信为本，有些事我答应了别人，万万做不到半途更改，所以我只能选择站在对的地方，任君差遣。只是原来答应的事情依旧要执行完毕，才不枉我的为人处事的底线。你打算站在哪里？他很想听到他亲口说一句站在他的身边，不知道为什么他执拗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站在齐王殿下您认为最对的地方，识君之路也罢，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句话他也满足了。本王希望你说到做到。南宫大小姐，你这报道怕是给二皇子一次暴击的伤害，倒是可以发出去，可是这箭靶子可不能是本王，你说对吗？那齐皇帝最近又吵着闹着非要跟随三皇兄去赈灾，这三皇兄虽然寄养在皇贵妃的名下，可终究不如这皇贵妃亲出的七皇帝受宠。看来齐王是打算卖好给三皇子，全了我的中意，却打了七皇子的脸，让三皇子在皇贵妃那边不好交代了。话不要说的这么直接，你知本王知即可。齐王果然好手段。那你是不是觉得站队很正确啊？您这是打算随便找个小作坊背黑锅了？难道要让他们查到你吗？就是你这雪蚕丝的纸，本王也要变换一二，让人看不出是那宗家的货物。不是宗家的货物，雪蚕丝的纸不一样的作坊人家有不一样的技巧。这从家的雪蚕丝的纸喜欢浸润桃花瓣，有桃香，看来萧逸打算仿制从家的雪蚕丝的纸了，怪只怪他蠢，忘记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从家的桃香，对吗？看来你并不是个傻子，只是本王好奇，你怎么会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大疏漏？莫非……齐王殿下，有些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即可，何必说出来？当心隔墙有耳。果然跟南宫家大小姐聊几句，就是会心旷神怡啊！怪不得本王的三皇兄对你总是念念不舍，甚至还送你一块令牌呢。令牌他如何知道的？南宫灵自认为酒楼里不可能有其他人，这太诡异了。怎么好奇本王如何知道的？我确实想知道。回想这几天，南宫羽总是邀请萧逸来南宫府，不言而喻，李慧云和南宫羽已经开始部署夺嫡势力的支持方向了。南宫羽当初拦住我，可是齐王殿下你的主意。天凉了，这禅院之中有一处适合煮茶。他抬起眼看向他，那个曾经看过无数遍的背影，这个男人到底想怎样？他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看不透他了。怎么不走啊？你还想在这里冻成冰雕吗？禅房内檀香缓缓燃着，释放着令人安心的香气。你可知道三皇兄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我那三皇兄说你毛躁而又率直，未必可堪当大用。萧决对他的印象竟然是这么差吗？可是怎么会这么差的呢？这不符合他的认知。莫非萧逸仅仅是试探？也对，萧逸蛊惑人心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原来我竟然是一个没用的废物，我以为我表现得很好。不知道齐王可否详细说一说？你不怕听了以后泪流满面？我这人可是最怕女人哭的。我早就哭干了泪水。萧逸，你休想我为你流一滴眼泪，哪怕是假惺惺的让你看着开心，也是休想。齐王殿下请放心，我这人一向是个泪少的，不会哭哭啼啼，毁了妆容。
是吗？南宫翎啊，什么？你很有意思。谢谢夸奖。本王没有夸奖你。是吗？那我可能会错意了，不知道齐王殿下能否详细说说三皇子是如何评说我的？其实也没什么，你何必这般在乎呢？本王那三皇兄本就是一个心思多的人，你跟着他也没有多少好处，不是吗？又是起了头，就是不说了。萧逸这么做到底想做什么？只是单纯的告诉他，他知道他拿到了三皇子的令牌，还是恐吓他？南宫羽和李慧云已经憋了满肚子的坏水，准备对他出招。也许我不该知道，多谢齐王殿下的这杯茶。你该记得一件事，凤凰栖梧桐，若是烂梧桐，容易烂脚啊。南宫翎眼珠一转，并未回头。刚走到一半路，发现夏侯静站在不远处，嘴上的笑容让他觉得刺眼。南宫翎看了周围一圈，才放心的问：“你笑什么？”像你被人家空手套白狼，还能傻傻的满腹心事，什么意思？前些日子我听南宫家大老爷嘀咕，说是三皇子喜欢给人送令牌，凡是帮过他的人都会送一块。这块令牌不过是他对彰显礼贤下士的一个凭证，并不算得什么。算不得什么，那就是谁都可以获得了。可是她是女人，三皇子又怎么可能给她？她还是不信的。你不信？原来那天我表露的不是太明显，你把我的暗示当做了赞扬啊。那四皇子萧逸并不知道你跟萧绝谈了些什么，只是诈你而已，而你却上当了。唉，不过是昨日他很巧的去了那印刷铺子，又刚好将一片纸掉落在了雪地上，才看到这些讯息罢了。我本来是想跟你说说，却没想到他比我的脚程快了一些。那就是说，萧逸其实只是知道萧绝喜欢赠人令牌，而萧逸刚好看到了印刷纸，所以顺理成章的推理一番，之后找他印证了一下。该死！怎么了？看上去你很气愤。夏侯静，我几乎全盘而出，你知道吗？那你到底说漏了多少地啊？只是承认我打算西南雪灾，帮助三皇子，给三皇子送来一些二皇子的得力干将，而名单就是那张纸上的。依照我对萧逸的了解，这萧逸该是会跟你说一些其他的，比如威胁你。毕竟他现在需要你南宫将军府的支持，若是嫡女暗中支持，庶出的嫡子明面支持，他的胜算就会大很多。哎，你不会不知道南宫文并不喜欢萧逸吧？我知道我爹不喜欢萧逸，因为萧逸居心不良。所以你这算是被人挖了坑埋了，你好歹也是过了一世，怎么会还是这般？你说我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吗？毕竟他相当于背叛了三皇子。亡羊补牢？怕是你要毁一片农场了。真的无药可救？你跟我一样了解萧逸，他一旦想要利用谁，那便是夫骨之躯，你避无可避了。三皇子会恨我吗？不会，他会感激你。感激我？莫非……我听说萧逸去仿照从家的冰蚕丝纸，这萧绝虽是提前知道了萧逸的部署，那你便是埋在萧逸身边最重要的一颗千里耳，对于萧绝百利而无一害。你是说，既然你打算一开始就服务一个皇子，那便选择你初心即可，剩余的即便天塌下来，我也帮你挖个窟窿，让你金蝉脱壳，保你安然无恙。怎么，被我的话给感动了？他没说话，嗓子有些哑，整个喉咙像是被什么给堵住了，说不出来，只能感觉到痛。虽然你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但是在这人心难测的时代，看起来越简单的越是复杂，倒未必是件坏事。也是，毕竟你这般要强，却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愿你不要撞见什么烂桃花儿。烂桃花？是说萧逸还是萧绝？还是他？真是该死！他是二叔那边的远亲，他怎么会这么想？但愿不会。你呀，有时候是一个小骗子。南宫翎能够感受到他的热气喷在他的耳边，他的脸红了。而夏侯静则是站直身子，皱起眉，看着远处的一个身影。南宫玉。一句话让南宫翎的心思全部回笼，看来南宫玉又要来找事了。大姐，晌午的时候，九母说是让我陪大姐去街上采买一些过年的礼物，这年底了，终究是要串门的。送礼物是一个由头，这借机靠近萧绝也是一个理由吧。串门，想来也是我的不是。
以往我总是独来独往，如今该是要改变一些了。大姐说的极是，不如咱们走这一趟吧。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次的采买还是要有个男丁的好，不知道阿静你……我驾车的技术还是有的，一会儿我去换来小四，陪你和阿玉一起。南宫玉是极其讨厌这个刀疤男人的，长得丑也就算了，还像个跟屁虫一样。大姐，这马车兼让我御三皇子，我已经……这可怎么办才好啊？什么怎么办才好？安玉，你在说什么呢？这雪下了一夜，这才放晴。如今天景刚好，不如早去铺子上看看，也好细心挑一些称心如意的礼物。确实，这天景是极好的，不如早去铺子上挑一些。只是什么？只是我这人认生，还是做自家兄弟的马车为好，对吗？阿静，夏侯静知道此时该是他出面了，他点头。好，大姐。萧逸皱起眉，南宫翎是什么意思？这是变相拒绝。萧觉则是眼珠一转，若有所思地看着夏侯静，这个人有些意思。刚走上马车，夏侯静就不避嫌地坐了进去。成为南宫家二老爷名义上的过继孩子，倒是身份方便，让他不必避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知道男女7岁不同席吗？夏侯静在他耳边轻声说。我虽然并非入了祖籍的过继子，可外面盛传如此，作为你所谓的堂弟，我自然可以坐在这里。南宫大小姐，我家三王爷让小的告知您，一会儿再去圣楼会合。好的，我知道了。你当真是极好的。极好的？说我肤白貌美，还是说我天仙之貌？又或者绝顶聪明，盖世无双？不管是哪个，我倒是受之无愧。南宫翎忽然觉得呼吸不畅，仿佛整个马车里都炙热的难挡起来。你这是害臊？如果这是你调戏女人的方式，我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我一定改。你无论如何改都不可能喜欢。我理解，你喜欢说反话。你这样倒是像极了多年前的你。多年前，他和夏侯静都是重生的人。他说的多年前不可能这次初见，可是上一世他没有失忆过，不可能没记得与他见面。再说这么长的刀疤，这刀疤贯穿了他的整张脸，像是有人想要直接砍掉头部。他的眼神让他知道，他一定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刀疤很丑，对吗？不丑，只是你那段记忆会不会很伤？我不会。不会，怕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才会这样吧。你这刀疤我帮你修复。你心甘情愿？我想帮你，毕竟你是我的伙伴。如果你心甘情愿，我甘之如饴。我一定会帮你的。马车突然颠簸起来，夏侯静将他直接拽入怀里。糟了，踩冰了！踩冰！南宫翎眼睛眯起，这下山的路铺满了雪，雪道湿滑，马车偏离。虽然这说得过去，可是他却认为这里面有阴谋的味道。掀开窗帘，看看前面的马车有没有问题。他掀开马车车帘，看到前边的马车还是平稳如旧，只有他们这辆马车在这山崖处失去了平衡。阿玲，你若是相信我，抱紧我的腰，我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南宫翎此刻也顾不得深思，立刻抱紧夏侯静。他知道马车一旦翻下去，他和夏侯静非死即伤。天哪！大姐的马车，来人呐！大姐马车翻了！夏侯静此时一手抱紧南宫翎，滑落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这里你可熟悉？南宫翎环顾四周，这个山洞很干净，像是有人常来。在那断崖处不慌不忙地落到这里，几乎是准确无误的。他不相信是巧合。这里清静，而且有一处温泉可以疗伤。莫非这个家伙还有很深的武学造诣？他想也不想地抓住他的手腕，波涛汹涌的脉搏顺着他的指尖传来。你会武，而且武功不弱。会一些。不对，你还中了毒，这毒很霸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是娘胎带来的胎毒，哪是什么毒？你为什么会中毒？如果你还想和我继续合作的话，我不想听到谎话。这是夏侯静第一次感受到有人无条件的关心他，很单纯的一种关心，这让他早已冰冷的心至此捂热了起来。他笑容加大，依旧是那不正经的模样。我这人生来薄情，这里从来都是冰寒肆虐，还没有人让他暖和过。你若是想探究，可要当心。当心什么？夏侯静的眼睛垂到他的手腕上，他顺着他的眼神看去，立刻松开手。可是他的手才松开，他却抓住他的柔蹄。他略微挣扎，却挣不开他的大手。你当心捂热了，就让你坐立难安了。坐立难安？他还不懂他想说什么，只是隐约知道他暧昧的语言里充斥着调戏。因为是我的东西，我从来都是攥得紧紧的，谁也掰不开，抢不走。哼，倒是有趣，想不到你这含笑的面孔带着恶魔的本质，竟然不许任何人闯入你的领地。那是因为我这人属狼的，我的领地丝毫不容侵犯，
闯入领地的人，若是我愿，我一定据为己有；若是不愿，我一定粉碎彻底。夏侯静的眼睛里染上了霸道，这是一种偏执的占有欲，而他却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的。怎么，你不怕？感觉你的眼睛里带着认可。我只是觉得你的领地界限不明，我得想好怎么徘徊边缘，尽量少碰，省得你张开血盆大口吓到我。你会被我吓到吗？你若是想吓我，我自然会配合几分，一定不会让你唱独角戏。说是你自己自导自演，你说那多无趣啊！看来你已经不想知道我的毒如何而来了。如你所知，我外祖家世代行医，我自小的熏陶让我做不到见死不救，所以你的毒我必然会管。可是你若是非要管，可就踏入我的领地了。即便是你想徘徊，恐怕……记得有句名谚，我认为你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什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好谚语，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所以你觉得这能让我知难而退？只是你的毒如此霸道，若是不快些解除，我怕你英年早逝。英年早逝，倒是一句恐吓人的话。所以你被我吓到了？不，我只是觉得这里忽然有点暖。南宫翎望着夏侯静，他这般明白地跟他说，只是调戏他而已吧。你觉得暖就暖吧，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的毒。我的毒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是我的母……夏侯静顿了顿，将后边的话改了个腔调。母亲因为中了歹人的毒，所以把毒传给了我。我自打娘胎出来，便带着这个毒。你的父亲没有找人看过吗？我父亲他一直都暗中帮我找郎中，可是这郎中医术不精，再说那歹人的势力盘根错节，有些人怕了那歹人的权力，自然不敢用心。南宫翎总觉得哪里不对，能找郎中便是家境不错，怎么会过继呢？难道当初他猜的不错，这夏侯静其实跟萧乙一样，都是萧家的男儿，是皇族子弟？如果真是这样，莫非夏侯静是当今陛下的私生子？南宫翎嗅了嗅空气中的气息，准确无误地指着他身上的瓶子。你身上的瓶子里有华灵，这华灵的药效成分有支裂草，你也中了冷霜凝。你倒是鼻子灵巧，确实有支裂草的成分，想不到你还知道华灵。你脸上的刀疤是迎面被人砍的，看着刀疤的伤口愈合度，怕是有些年头了。是不是你少年的时候遇到过伏击？说实话，你当时可吓死我了，就差尿裤子了。不过好在没有开瓢，只是毁了容貌，没了戏份。这不正经的说辞让他差点就信以为真，只是他却不信他的胡言乱语。既然你承认了被伏击，而我记得萧逸很针对你，所以你的身份我大略知道了。知道了什么？我想我猜测的应该错不了。说是你猜测的不错，我又如何成为了你名义上的堂弟呢？别忘了严是认了我。这句话又让他动摇起来，说真的是龙子凤孙，确实怎么甘心认了这南宫家？潘氏骄傲的皇嗣绝对不会在臣子家伏低做小，可是哪里有些不对？南宫翎看着夏侯静，整个人都在思索。此时夏侯静的脸色微变，他突然紧扣住他的手腕。重来一句。他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他点入了穴道。只听身后传来闷哼的声音，这声音是一种压抑的疼痛，像是入了骨髓。他甚至能够闻到充斥出来的血腥气，那粗重的呼吸带着一种倒出气的冰凉，让他不知不觉地揪紧了起来。他听到他已经支撑不住的闷哼了。该死！南宫翎终究是熬不过自己的良心，他闭了闭眼，按照以前学会的解穴方式逆向运行穴道。他感觉夏侯静整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快。只听咔嚓一声，他感觉到整个人的轻松，快速地取过腰间的小锦囊，取出银针，准确无误地刺向他的穴道。肌肉紧绷的厉害，银针进不去。夏侯静，想活命就放松。放松？我怕一放松就两眼一抹黑。我这是在体验苦难，毕竟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不要再转文了，你现在生死一线，你知道吗？你这嘴巴迟早害死你自己。只要你喜欢害死我自己，我便成可也跟着你。你这是想让我用力的给你来一针？算了，我保持沉默。夏侯静终于一副小生怕怕了的表情，这家伙不亮出银针就不行，典型的嘴贫。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毒？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不是要帮我看看我的刀疤吗？来吧，我这人其实也还漂亮，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我是说你的毒。可是我这一没钱，二没权势，三没长相的男人，娶个媳妇不容易，不治好了我的脸，办事讨媳妇难上加难了。你就行行好，给我看看呗。好，既然他不想说，他有的是办法旁敲侧击。你这刀疤年头有些久了，怕是很难消除，但是也不是全无办法。你那眼温泉在哪里？我去看看水质，毕竟这人生万物都是水润而成。如果这水质好，配上一定的药物，可以化解这刀疤的痕迹。你有几分把握？看水质，水质好有7分。那足够了，你跟我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欢迎参观我的秘密空间，如何？可满意？哦。既然来了我的密室，却只是这般淡淡，可不适合作者该有的表现。那我该说什么呢？自然是让我开心的话。可惜啊，我并不想说。感觉这温泉是一眼很有药用价值的泉水，只是能炼出赤焰草的你，会不知道这泉水的价值？我知道是一回事，我不会用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你是无极的后人，自然更精通一点。确实，我几乎已经知道如何治疗你脸上这道疤痕了。真的吗？那我可就不用成老光棍了，更不用天天苦哈哈的看着人家亲亲密密，自己形单影只了。真是好极了。只是你这表情好像是有什么条件。我这条件一点也不难，甚至很简单。什么是很简单的事？夏侯静脸突然红了起来，不知道是温泉熏的红晕，还是他的毒再次发作。我无极天山曾经记载，云国有一医女继承了轩辕6颗，内外妇儿助寒，尤其是这祝由之术，简直是出神入化。而这医女最喜欢待在一处断崖峭壁之处，这里有一眼泉水，可化腐生机。南宫翎清楚地看见夏侯静挑了眉毛，看来他猜对了，这个医女住在这里，或许这就是皇宫中那曾经记载的那位医女的住所。如果是，夏侯静的身份便是昭然若揭了。只是他不想戳破她的身份，只想验证这里是不是那医女的住所。这里可是她的故居。谁的故居？祝由医女啊，九夷蚩戎的故居。蚩戎？很久没人提到她了。那这里可是她的故居？真的。如你所见，化腐生机的温泉，这世上有几个？那我可否能看看那祝由13颗？祝由13颗，我竟然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见，真的是感谢老天！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南宫翎还想说些什么，却后知后觉地发现了夏侯静的不对劲儿。你可知这世间有一种毒，不是吃入，不是饮入，而是吸入，而这种毒一般置于你所触碰到的事物之上。你难道没有闻到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南宫翎还没理解是怎么回事，就看见他猛然推开他，直接跳入温泉之中。吸入的毒能碰触到的地方，想起南宫玉当时的笑容，莫非李慧云和南宫玉故技重施，这一次想要他跟马车中的人苟且，还要被抓个现行。要是当时自己跟南宫玉还有萧绝共乘一辆马车，那药效发作之后，岂不是一个放荡成性的女人？这么好看，真是该死！点个订阅吧。看来夏侯静是中了媚药了。南宫玉，你好样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来坑害我。等他跑到右侧的时候，果不其然看到了满室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书籍，这里随便拿一本出去，都可以让一个医者成为神医。南宫翎也不顾地感叹这些医书，他只知道快速地找出祝由13颗，找到第12颗舒静颗，那个能够镇邪驱鬼、辟毒结疮的章节。一声粗哑的大吼让他的手哆嗦了一下，该死，夏侯静应该是控制不住自己了。舒静颗，舒静颗，找到了，这是足太阴脾经、隐白、大都、太白、公孙、三阴交、地基、血海、鸡门、冲门。冲门之地是靠近暑期的，而这暑期真是该死。他闭了闭眼，可是他必须要让血液逆行，阻断在冲门，在鸡门之上调动，从血海走回三阴交，再从三阴交走太白处。要么是他的名节在此葬送，一如上一世那般被人戳着脊梁骨的活着，要么是咬牙忍下现在的羞耻之心，用银针在冲门、鸡门、血海、三阴交从太白放血解毒。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选1，他别无他法。此时温泉之中的夏侯静已经赤膊上身，回过头来，他的眼神似狼，想要将他吞噬入腹。他刚想跑，却被他抓住了脚踝，将他生生地带入温泉之中，水花四溢。还没等他站稳，
温暖柔软的唇瓣覆了下来，霸道地顶开他的背齿，去品尝从未被人采摘过的蜜饯。羞涩席卷了他的大脑，然后他克制不住地轻颤起来。这便是吻吗？夏侯静，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冷静，知道吗？冷静，快点冷静下来。冷静。对，冷静。你听我说，你现在中毒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必须让他褪去长裤，才能找到血海和三阴交。真是该死，有朝一日他竟然要给男人脱衣服，说不是情急，说不是事出突然，说不是情有可原，他自己已经想象不下去了。我知道，美人在外，意犹未尽。夏侯静，你要知道，你过继到了我南宫家，你不可以这般对我，知道吗？没有过继的文书，一切不算。即便是不算，你我绝对不能发生这些，因为人言可畏，你知道吗？除非你不是我南宫家的人。我本就不是南宫的男儿，也不姓南宫。对，你不姓南宫，可是外人不这么认为的，你说对不对？你管这么多做什么？夏侯静的表情已经不耐烦起来，可是南宫明推搡着他必须要制止他。可是制止他的话，找到他的三阴交就比较难了，真是矛盾之死。他可以哭吗？老天为什么要开这个玩笑？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夏侯静，那你知道你在跟谁欢好吗？该死的，他这句欢好差点咬掉舌头，说不是让他镇静一点，他何必自甘堕落？小玉，小雨，这个词再次出现了，他感觉到了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倒立了。很好，你知道我是谁？那你知道你现在穿着厚重的浸满水的裤子实在不方便吗？他几乎想要给自己一巴掌，这话极具暗示作用，可是他没办法，他必须要极尽可能的看到三阴交。心跳得越来越快，一个热气腾腾的温泉之中，侧面看来完美无瑕的男子一边笑着一边褪下长裤，那模样笑得何其勾人，让他看着眼都要直了。这轻轻微挑的眼眸慢慢的上挑，含羞带怯，那是一种让人移不开眼去的魅力。他甚至能够在那氤氲泉水之下看到他有力的腹肌，那是6块棱角分明的腹肌，还有那修长结实的双腿。该死，他往哪看呢？好看吗？我不介意你多看一眼，只要是你喜欢的。南宫明深吸一口气，趁着夏侯静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果断地拿出银针，直接插中他的穴位，让他站在了温泉之中，一动不动。他的手放在他的脉搏上，听脉找穴。银针快速地在各大穴位中插上，他不断转着各个穴位的位置，将聚集在属膝处的媚药之毒引渡到冲门，再通过冲门经由箕门入三阴交，出血海进太白，从太白放血。他的手在他的长腿上摩挲着，寻找着三阴交。这个穴位最是难以掌握。夏侯静深吸一口气，稍微清醒的，甚至带上了无奈。虽然他感觉到了媚药在消失，可是他此刻已经被撩拨了起来。现在没有媚药，胜似媚药。他无语地看向头顶的苍天，老天啊，他该如何是好？他真的想昏睡过去，可是他却只能维持着现在的精力，看着远方，等待着南宫灵的结束。你清醒了？怎么，还想我饿狼扑羊？你这小身板怕是经不住我的蛊惑吧？这家伙怎么这么不争气啊？简直脸皮厚得一塌糊涂。这么看我，难道是爱上我了？我知道有一种动物很有趣，简直跟你是绝配。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自恋不正经的人了。什么？马不是脸长。他们同时说出口，是那么的默契，让他愣住。南宫灵再也不理他，决定继续转动银针，只想帮他尽可能的去除余毒。真有趣，只是小雨雨帮我解开穴道，我现在放血，清醒了不少，想站着了。不行，周游13科上说，你这次放血必须站着，让血尽快的往下流去。南宫灵不愿意让他坐下来，恐怕他是蓄意骗他，万一他真的要对他……哎呀，他又胡思乱想了。那我这样站着也是累的，活动活动总是可以的吧？再说你的衣服就这一件，再泡下去，你的衣服可就不一定能穿了。这温泉有硫磺，脱色得很。糟糕，竟然在漂白！这要是被南宫玉看到，指不定又是什么大做文章的招数。夏侯静叹息一声，突然伸出手来，想要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你怎么自己解决？你明明银针插穴了，对吗？怎么可能？有些人天生会逆行穴道，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你要么帮我继续泡在水里失真，要么脱了烤火。我就是冻死，也不会失了清白。这里就你和我，我不说出去谁会知道？再说，我都这样被你看了，你给我看一下，又不会吃亏。谁说的？我只是为了救你。你救我，你可知道医者不自医？你的冬服脱下，我抱去烤火，剩下的我知道怎么逼出来，不需要你的猪油之术了。你余毒未清。那你是打算脱下来与我坦诚相对？胡说！你胡说！那你是打算如何？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是拿你没办法。给你2个选择：一，我背过身，你脱下棉服，在这温泉里泡着；二，我帮你脱下。这句话才出口，南宫翎的脸变红透了，简直比红绸还要红。他咬了咬嘴唇。要么你让你衣服脱色更严重，到时候南宫玉找你这件衣服的时候，有办法让你不能自赎。你还没下决定吗？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吗？可以啊，寒冬腊月冻成高烧，然后你我在这里，一个中毒血爆而亡，一个伤寒冰寒致死，倒也是绝配。夏侯静的话让南宫翎彻底的垂头丧气起来，他的话不无道理。你背过身去。想通了。夏侯静笑了起来，转过身，听着身后渐渐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揉了揉眉头，真是该死的折磨。他是男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很难不浮想联翩。南宫翎或许不知道，即便他没有中媚药，他对他而言本就是这个世界中最毒的媚药。入骨相思知不知，无人知，只有他一人饮相思。你拿走吧。一会儿我去这里翻一些赤绒的给你换上，到时候把中医也换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舒服的感觉慢慢袭来，他感觉自己即将进入睡眠之中。不知道是梦境还是现实，他竟然看到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坐在这温泉旁边，那低头的模样像是委屈至极。旁边还有一个拿着拨浪鼓逗他的男孩子，可是无论男孩怎么逗女孩，女孩都是一脸难过。南宫翎就站在女孩的旁边，他蹲下身来，想要仔细看清楚女孩的脸，可就是看不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子走了进来，语气是冰冷无情的。去书房背书。就在小女孩站起来的时候，一道道剑飞了进来，女子一把抱起女孩，而男孩则是仓皇后退。这些剑有剧毒，部分落入温泉的剑滋滋啦啦地发出浓烟。女子长剑偏飞挡着剑，却终究为了保护女孩而在肩头中了一剑。随即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厮杀，血流满了整个浴池。他看见女子体力不支地倒在浴池，而他被摔入了浴池。一声尖叫，他立刻站了起来。可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夏侯静这个死不要脸的家伙站在那里，仿佛欣赏什么完美的画作一般。身段还不错，就是发育的有些晚。尴尬和羞涩席卷全身，怒意随之而来。他想也不想的从头上拔下金簪就丢了过去。夏侯静稳稳地接住，一副惊喜的模样。这算是金钗赠君吗？想不到画本子的桥段我也能看到，果然是美极了。这就是私定终身吗？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你竟然爱我如此之深。原来我竟然差点忽略了家人的心思，我真是该死。不过小鱼你大可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你给我转过脸去，我只是做了个噩梦，你不要胡乱瞎想。转过脸去，这美景如此美不胜收，你说是不？我怎么可能说转头就转头呢？你知道什么叫做君子行径吗？他都快要气死了。不知道啊，当君子吃不到肉，我这人吃荤不吃素，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妖娆身段、美丽面庞、奢华衣衫呢？夏侯静看到南宫翎的脑袋顶都快要冒烟了，这个死不要脸的坏蛋，他真的想打人了好吗？看你的表情，如此认真的凝视我，我都要被你看得脸色发红了。可是我好喜欢你这样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的模样，仿佛天下之间，我是你眼里的唯一。这模样真是好极了。夏侯静继续调戏着他，让他气得想要杀人，咬牙切齿地看着他。说是我此刻有一把刀的话，怎样？一定磨刀霍霍啊！那我这里有，还可以给你当镜子。你想要这把小刀吗？夏侯静啊！我这人一般不容易发火，但是我发起火来一般不容易让人……那你来呗。夏侯静笑眯了眼睛，
他蓄意想要挑起他的怒火。好，你有种就在那里站着别动。放心，雷打不动。夏侯静双手环胸，只是手臂上搭着一块又长又厚的毛巾。南宫绫被怒气充斥了脑子，没有仔细看夏侯静手上的东西，只顾着看匕首，怒气冲冲的从温泉的浴池里走出来，跟夏侯静展开了追逐。夏侯静躲闪的速度没有他的拳头快，硬生生的在胸口受了几拳，闷哼声响起。南宫绫心情愉悦了一些，只是手上的速度加快。就在他与他追逐的档口，夏侯静突然回过神来，一个快速的闪躲，将他整个人包裹在了巨大的毛巾之中，而他竟然被束缚的动弹不得。好了，你打也打了，气也出了，这衣服终究是湿了，还是要换下中衣。听话。夏侯静收起那不正经的模样，将他打横抱起，脚在石壁之上踢了几下，石壁再次打开，石壁之后是3个卧室。他还在沉思，就被他抱入其中一个卧室，被他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你在这里换好衣服出来，我去准备吃的。这里他确实是第一次来，只是为什么如此的熟悉呢？甚至知道第几层的衣柜会放什么衣服。他试了好几个抽屉，与他的想象一模一样。等他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满桌饭菜的时候，更是一愣。这满桌的饭菜都是他喜欢的口味，他喜欢吃的东西，不应该啊。夏侯静跟自己从来没有仔细吃过一顿饭，这是巧合吗？不可能。温泉池中的那个梦本就不是巧合。莫非他来过这里，甚至跟赤荣还是很好的关系，只是因为某些事情忘记了。但会是什么事情让他忘记了呢？童年噩梦，方才那个血腥的刺杀梦。赤荣如果真的是先皇最珍爱的医女，那么方才那个梦应该是赤荣被人刺杀之后中毒的现场，而夏侯静脸上的刀疤难道是那个梦中得来的？夏侯静，你我是不是在童年的时候见过？童年见过。夏侯静的眼睛一闪而逝的是紧张，也就是说，夏侯静小时候跟自己在一起玩过。有时候想想，夏侯静对自己的关心和在乎，似乎超出了萍水相逢的逻辑，更超出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像是等待他很久以后的一种重逢。我想知道，这满桌的饭菜代表了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我喜欢吃的，想着你也喜欢吃罢了。怎么，你该不会是感动的要以身相许了吧？夏侯静依旧是不正经的模样，似乎要岔开话题。真是巧极了，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饭菜，还不止一个。这里又没有炊具，你如何变出来的？莫非是天降？这是赤荣的布局，必然有炊具和厨房。我不过是从另外一间密室做了一些饭菜给你罢了。这么巧，竟然都是你喜欢吃的。是啊，都是我喜欢吃的，你竟然了如指掌。看来你我的缘分很深呢。看来你我的脚踝上有一根红线拴着彼此。我打光棍半辈子了，竟然还有这等艳福，在这里与你定了3生。真是这样，那我岂不是幸福至极？初见，你是个不正经却智谋双全的男人；再见，你虽然依旧脸皮很厚，却也是运筹帷幄的男人。如今呢？如今怎么？你是个欲盖弥彰、巧言令色的男人。若是在朝为官，一定是个最大的奸佞。是吗？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但是你的很对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未必如你所说是这般的男人。有些事情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比知道更好。你说对吗？一如我曾经在这里出现过，一如小时候你我曾经在这里一起学习过，对吗？南宫绫此刻只想知道真相。无极天山当时说他小时候发烧，忘记了一些前尘往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时候在这里遇袭，然后一头栽入了温泉之中。能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吗？这不是疑问，夏侯静知道南宫绫在等他，看他是打算坦诚相待，还是打算隐瞒过去。可是他能拒绝回答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乎他的心。谁先陷入，谁先沉沦，而他已然沉沦。我的毒不是冷霜凝，我的毒是华林能缓解却不能治疗的双鹰龙。你该知道，这云国最霸道的一种毒吧？双鹰龙这种毒是一种霸道之极的毒，若是成人中毒，慢慢的让全身毫无知觉，无痛感，以至于什么时候流血，什么时候受伤都不知道。主人在受到这种毒的时候，若是不刻意的去注意自己的下半身是否受伤，会导致流血过多或是腿部溃烂感染而亡。
说是女人中了双阴龙，这双字就体现在了母子连心。这传入胎儿的毒会让胎儿一出生便是个冷情冷心的人，若是情感有太大的波动，会内出血吐血而亡。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有任何情感波动，犹如木头一般，无悲亦无喜，是对人这辈子最大的摧残。而这一切的摧残才是刚开始。等双阴龙的毒随着胎儿长大成人，会慢慢注入胎儿的五脏六腑，慢慢的，胎儿将成为最优秀的药人。若是下毒的人有控制双阴龙的蛊药给长大的胎儿吃，这胎儿将成为下毒人最好的匕首。这可怕的便是胎儿一辈子不入轮回，只能沦为药人，供人驱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的表情告诉我，你知道双阴龙的毒性。我知道。你可知道下毒的人是谁？你可知道自己会变成药人？如你梦中所见，梦里的那个男孩就是我，我便是消失不见的赤荣的独子。那个时候，你给我一个称谓，精明。虽然我小时候不喜欢精明这个词，但是如你所愿，我确实安静的不像一个存在的人，以至于他被萧逸那个巧舌如簧的男人抢走，而他守护了几十年的女孩就这么拱手让人。夏侯静握了握手，这一生不会了，他不会轻易放开。以至于什么？以至于那天黑衣人袭击，我没有保护好你，而我的母亲却因此中了双阴谋。我的母亲本该晚些时候死去，只是我的母亲为了给我试毒，早早的透支了生命。你可还记得你我小时候在这里的时光？其实那也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吧。毕竟我的母亲对任何人都是要求甚高的。我小时候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无极天山送来的吗？记得无极天山的师傅说过，自己小时候天资聪颖，被举荐给云国的大祭司，由大祭司亲自甄选师傅。莫非他那时候被大祭司推荐的师傅就是赤荣？可如今大祭司去了哪里？他头开始疼了起来。喝下去会好一些。谢谢。我以为你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会对我多少亲近一些。我的记忆时断时续，我不记得你我曾经多么的要好，但是我能猜测，不对，是肯定你是姓萧的，你该叫做萧静的，对吗？萧静，他以为他会说，算了，来日方长吧，能想起他们曾经是青梅竹马已经不错了。如你所料。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姓夏侯吗？要知道夏侯并不是你的母姓。夏侯是我母族的氏族，而支氏族徽，姓氏是四姓。四姓？我的夏侯姓氏不过是万万年的演变之后记住了起源之地罢了。而萧，嬴姓的萧氏部落不过是夏朝养马的弼马温罢了，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夏侯静显然对于云国的皇室姓氏充满了鄙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南宫翎感觉到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仇恨和排斥？莫非云国的皇族之中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吗？他上一世查过母亲去世的档案，母亲月城在去世之前见过赤荣，也见过赵贵妃，而且还涉及到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在卷宗之中是带着焚烧痕迹的，甚至有几张被撕掉了几页。难道说他接近了一场想要掩盖却一直难以掩盖的阴谋之中？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夏侯静的表情让南宫翎不知不觉心痛了起来，他不知觉地伸出手来，只是才碰触却被他直接抓住。他想要挣开，却已经挣不开。我跟你说过，我的领地很窄，但是不容他人靠近。一旦有人靠近，你会如何？必然誓死不放。你放开我的手。放开？放开之后你去哪里啊？你既然知道我姓什么，你说还能放开吗？夏侯静，我只是因为那个梦。梦里有我，有你我的缘分早就注定，你需要逃离吗？夏侯静，你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想的怎么样？是和我不合适，还是我未必完全了解你？我了解你，用了一生的时间，上一世我几乎目不转睛，而这一世，你想怎么样？必然死也不放。夏侯静直接站了起来，用力地将他拉了起来。在他还没有站稳的时候，他将他揽入怀里，霸道的吻顷刻而下，
这一吻仿佛等了几个轮回，清净了他的血脉，用尽了他的心力，才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触碰到他。他上一世太过温润，以至于他只是他的影子和守护者，却不是他心中的那个归宿。他曾经问过自己很多次，为什么比不过萧逸？论智谋，他不输给他；论身世，他也不输给他。但是唯一输给萧逸的，就是将话说明白，将爱说出口。而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如此强力的吻让南宫翎难以承受，他想要推开他，却被他抱得更紧，紧得入了骨髓，紧得刻入灵魂。他迷迷糊糊地被他带着，在一片迷茫中再浮再沉，直到他心满意足。而南宫翎则是羞涩难当。你怎么，你意犹未尽？又或者我的吻技甚好，你忘乎所以的想要再重温一次？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你这般轻薄我，可知道男女……看着他咬紧嘴唇，那委屈的小模样，明明羞得要命，却也喜得要命。你果然是个心口不一的小骗子。我以为你会给我一巴掌，或者是用你的利嘴将我骂得体无完肤，却没想到你竟然认真的会去体会我的味道。他大力地将他推开，这一刻他真的无地自容了，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看来我说中了你的内心，如果你还满意吗？夏侯庆，你该知道，你虽然还是夏侯庆，可你我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该知道，过继的文书在哪里？就算没有过继的文书，我的祖母说让你跟着我们南宫家，认了你，你就是大家名义上的。可给我排了辈分，给我姓氏和赐字。就算也是这样，但是你吃住在我南宫家，总不能在南宫家近水楼台调戏我吧？近水楼台我倒是承认的，但是调戏你不是很享受吗？依我看，这不是调戏，而是属于你我的两情相悦，或者说的直白一点，算是调情。调情？他要疯了！早知道不要问他那个梦了。现在可好，又是青梅竹马，又是两情相悦，又是上辈子的情缘未了，又是累世的情人。他的脸都要烧起来了，他好想立刻遁地而走，或者当个乌龟将头埋起来。不过我看你的模样像是做贼一样，怎么，这是感觉蜜一样甜美之后，却又担心自己做错事的紧张？当然紧张，我的心里还有萧逸，自然觉得会对不起他。南宫翎成功地看着夏侯静的脸色变了，他快速地移动到他的面前，眼神里有暴风雨。是吗？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印象里摆脱不了萧逸？应该是你忘不了萧逸，难道挖心不足以让你死心吗？我可以死心，但是思念却不容许我遗忘。为什么？难道是他不够好吗？夏侯静的内心其实是凄凉的，那种凉凉的感觉深入了骨髓，让他感觉灵魂都被腐蚀了一样。他以为他真的如他所说会忘了萧逸，可是他却发现，当南宫翎说这话的时候，竟然难以接受。这种感觉让他很想手提一把刀，直接冲入萧逸的房间，挥刀而下，一了百了。你真的忘不了他吗？他终究是没资格的，对吗？他闭上眼，失落充斥了整个胸膛，甚至让他有了窒息的感觉。你还好吗？我能有什么事？我不过是饿了罢了。夏侯静，我刚才被你惹恼了，顺嘴一说。他竟然没反应。我的意思是说，你方才太过梦浪，我被你逼得没办法，就胡说了一句。哦。夏侯静还在吃饭，依旧是纹丝不动，没有被他的话干扰到。我想说的是，我不会原谅挖我心肝、灭我外祖一家的混蛋，但是可以拿来当挡箭牌。这话够直接了吧？如果夏侯静还不懂，那么是他自己的错，他自作多情了。你说挖你心肝的人
你不会原谅？你说被我逼得太过，你拿来当做挡箭牌。你说因为我你才信口胡说，并非真心。他抓住像个受惊的白兔想要逃跑的他，将他抱入怀里，按在墙上，与他四目相对。这种专注的目光带着深情，带着狂喜，带着失而复得的激动，还带着难以言表的兴奋。南宫翎咬了咬唇，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的感情，如此的在乎，仿佛他一句话能够决定他的情绪，一句地狱，一句天堂。这样的他何德何能让他如此迷恋？这样的他又是上辈子积了大德，才让他如此的执着和在乎。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还是想起他了，对吗？灭族之恨，必然以血还血。你知道吗？当年我的外祖父很疼爱我的，几乎把对我娘的偏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宠爱至极。可我偏偏是个喜欢逃避一切的人，总认为自己不祥。我本以为远离就可以保住外祖一家，却没想到换来了外祖家的倾覆。那可是灭族啊！上一世是我蠢笨如猪，竟然以为自己命中待克。这一世我怎么还会让他们如愿以偿，一切顺遂？你说我外祖家9族灭尽，菜市口200多人当众行刑，那恨能够填平吗？怎能遗忘？那是我去得早，若是我在，拼了性命不要，也会为你留下保护你的亲人。怪只怪上一世他死得太早，没有守护他，也太相信萧逸。不怪你，要怪就怪我眼瞎了，所托非人，还以为是我的命定良人。这一世老天待我不薄，而我必然不会辜负上天赐给我的这条命。那你想如何？血债在前，七皇子萧荣和二皇子萧从角逐在即。这一次大放异彩的人，我不希望是萧逸，也不希望是萧决。你想是谁？你，我知道你的身世，而你也并没有否认。难道你不想亡天下，夺回属于你的一切吗？我这张脸破了相，不属于帝王那种完美无缺的面庞，衣冠不整，容貌不洁，不可为臣，又如何为王呢？我可以帮你消除这些疤痕。我知道你会帮我，可是恢复容貌又如何？男人不靠脸吃饭。可是你却有了重新为王的机会。上一世我不是无缘江山的，不然萧逸如何杀我？我本就默默无闻，又何必囤积20万大军围剿我一人？那是一桩历史悬案，萧逸没有说为什么，他当时也是完全费解。一个不知名的男子何必要用20万大军去围剿？而这个男子又有什么样的本事，让20万大军与他同归于尽，以至于萧逸在他弥留之际直接挖心取胆？我这人随了我的母亲，即便有大祭司的家族为后盾，也不愿利用权谋来玷污我的情感。人活一世，求的不过是一人一心，一世白头。一生一世一双人，我活一世，只为了活明白，让我爱的人能够为我所爱，让爱我的人不负初衷。而我不改初心，那便是这一生最完美和幸福的事，又何必在乎那些是是非非？又何必去管那些终归黄土的功名利禄？男人不在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成就吗？不在乎天下为尊、八方来朝的权利吗？或许我在乎，但是我更在乎我爱的人能在我身边，与我朝夕相对。我知道你在害怕和担心什么，但是我请你相信，我是你这辈子遇到的最重要的那个人，也是你这辈子绝对可以有依靠的那个人。我想你知道的是，我这辈子是来感受温暖的，而不是来做孤家寡人的。如果巅峰便是一无所有，那我何苦来哉啊？自找伤感。我不傻，也不笨。那你可愿如我所愿，为我一人君临天下？你想让我君临天下？我只想知道你说的话会不会只是空话，更想知道
你会不会辜负了我仅存的善念？情若信我，我必然不会负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希望我不负你，你终不负我。放心，我不会令你失望。夏侯静，这里有出去的路吧？有。我的衣服被含有硫磺的温泉脱了色，你说我该如何出去？那就让这衣服彻底的不成模样。什么意思？这里坠崖，他们下山来找我们，半宿肯定找不到。所以你打算清晨的时候，我们乔装打扮，装作在山下等了一宿的模样？你忘记我中了媚药？记得。你我要是真在山底下等，救援之后，他们说什么便是什么。你可有证人或者证据反驳？自然没有，他们派来的人肯定是向着他们的。与其被人家设计百口莫辩，不如另辟蹊径，将所有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是说你我结伴独自走回南宫府？路上再买一些吃食和衣衫，就当你我掉下山崖之后遇到了高人，被人赠了礼物。神秘感最能抬高人的身价，你这话倒是有意思了几分。神秘感自然能抬高人的身价，更能让人想要一探究竟。你不是挺喜欢祝由吗？去看看，过几天我让你声名鹊起。你的意思是？裕王府的王妃肚大如盆，你不觉得该去看看吗？裕王妃？那裕王萧阙可是手握南山大营的重兵，更是一个爱妻如命的痴情人。裕王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许知道。我明白了，看来先帝给了夏侯敬一个拥有兵权的皇叔做保障。夜近天明，当人们打开门扫街的时候，南宫翎已经站在了成衣铺门前，精挑细选适合的衣物。嘿，姑娘，这件是今年最流行的雪花梨，配上姑娘您这样的样貌身段，哎呦，衬得您是出尘脱俗。就这件吧，与你气质却是般配。好。裕王妃。裕王妃乔氏。裕王妃，那天定制的红棕绸布到了吗？啊，到了。取来看看。是，裕王妃。他消瘦却肚大如盆，莫非这是宫内有流？正在看绸布的乔氏不知为何突然感觉头晕眼花，在跌落的瞬间，南宫翎眼疾鼠快的扶住，几乎是在同时，他将白茯苓直接放在乔氏的鼻息之间。裕王妃，清醒一下。本是心悸几近昏厥的乔氏一口浊气吐出，整个胸膛之间的烦闷感消失。你是医女？我的母亲是月城，我跟着她学了一些医术，曲末有入科落名，只能是个学徒。月城，裕王妃乔氏的眼眸挂上了一层不明色彩的表情，她的语气变低了一些。月城的女儿，南宫家的嫡长女吗？正是小女。月城是个医术不错的。你刚才用什么引出了我的浊气？白茯苓。白茯苓，倒是精通一些药理。这出来一趟有些心急。你娘曾经有本书落在了裕王府，可愿随我去拿一下？这裕王妃的眼睛里有故事，而这个故事看来跟她有必然的关系。这一趟是必须要去了。好。方才在成衣铺，我有些疲惫。薛翠，将月城留在这里的书给阿玲拿来。是，王妃。阿玲？怎么裕王妃喊自己竟是这么亲切？谢谢裕王妃，没想到我还能见到我娘的遗物。我这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没什么可谢我的。这本就是你的东西。还是要谢谢王妃的。裕王妃，我方才将白茯苓放在你鼻息之间的时候，手搭在了你的脉搏上。你年轻的时候有过宫寒，月子里没有保护好身体，以至于郁结在宫。不过好在不是很严重，可以血行外引，在三阴交处血行引出，放血消流。祝由科比较生涩，你可有把握？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有把握，但是我知道白茯苓就是药引，而血行需要银针，所幸我娘教了我如何血行针灸，控制血流，将血流引入三阴交，就跟穿琼入血海一样。
白茯苓是入三阴交的。川宫入血海，白茯苓入三阴交。看来月城交了一个好女儿啊。其实我应该感谢您将《祝由妇科》这本书交给我。话说阿玲啊，这血型引出，什么时候才可以放血消流呢？宫寒生流6个月足矣。这6个月，玉王妃是否是签不对？6个月，火儿大喜之事，怕是南宫府到玉王府终归是要耽误一些时间的。若是想要加快，年后3月阳春之时，不如来我玉王府小住。我这女儿正想学些岐黄之术呢。那好，这样我可以在5月仲夏为王妃解忧。阿玲，你可知道你出生的时候……算了，这该是你父亲跟你说的。他出生的时候怎么了？难道天降异象，又或者有了什么样子的宫内秘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了，这出来的时间有些长了，怕是祖母会着急，不如早些回去。有一种直觉，夏侯静也知道他的一些事，而所有的事情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骨子里。今天多亏了阿玲，就乘坐我王府的马车送你们回去吧。多谢玉王妃。难得，你们还有这默契。天色不早了，早些回去吧。这腊月天寒，回家怎么跟祖母说我们去了哪里？这承安寺本就是烧香祈福的，就说我们下山摔了下去，徒步之后遇到了玉王妃，玉王妃送我们回来的。不怕这中间会出现什么不符合你说话的内容吗？皇家的事，你以为李慧云和南宫羽敢插手？记住，这个社会上，越神秘越让人崇敬，越熟悉越让人嘲讽。你若是想成为那种高高在上的凤母，就要藏好首尾，让所有人看不透、看不懂、看不清。越王府的马车才到南宫府门口，另一辆马车缓缓驶来，来人则是昨天不见的四皇子萧绎。夏侯静下马车的时候，一个趔趄直接从后方扑向了南宫陵，就在萧绎的注视之下，那么直接的趴在了南宫陵的后背上。萧绎在身后。你脚怎么了？萧绎的脚往前走了半步，却止住了。他疑惑地看着自己迈出的一步。刚才怎么了？在看到夏侯静扑向南宫陵后背的一刹那，他竟然有打人的冲动。大姐也知道，我历来是身体单薄的，如今羸弱不堪重负，怕是脚底磨出了泡，走几步就痛得难受。也是，那山路确实崎岖难走。南宫陵已经瞥见走到府门口的南宫玉和南宫羽兄妹，他只能将话题引到裕王府的方向。大姐，这也到家了，你看扶着我走几步可好？不得不说，夏侯静真的就是戏台子上那精湛演技的台柱子，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彰显了一个病秧子的模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姐，我左右也是你二叔家住着的孩子，即使是你扶着我，这外面也不会有太多是非啊。毕竟自家人，不是吗？大姐，一句句大姐说的真是那个情真意切。这个家伙在山洞里可是一句一个不过季的呀，与他并非一家人吗？拿捏的极其到位。这句话让他不扶他走路，都是他冷血无情，罔顾亲情疏离了。这家伙真的应该去做一个盗贼，这哪是一个良民啊！好，有了这把事了，这是一些辛苦钱，回头替我跟玉王妃报平安。这3月阳春之约，阿玲定不失约。多谢大小姐，小弟一定会回复我家王妃的。这天色不早了，我要早些回去了。南宫玉咬着下嘴唇，为什么他就没有遇到皇家王妃送他回府？这等荣光为什么会被这个克母的南宫陵所占有？难道南宫陵是嫡长女，就要被皇家的人高看一等吗？他南宫玉不服，他一定要成为南宫家唯一的嫡长女，一定。来吧，我扶你。男子的体重不是你一介女子所能扛得住的，本王来帮你。虽然萧绎知道自己这么做不对，可是他的心却很开心，仿佛不让夏侯静靠近南宫陵便是他胜利一般。走吧。萧绎手上的力道加重，夏侯静明显感受到萧绎的下马威，这是在示威，
真是有趣，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着他，这个上一世的对手兼情敌，这一世与自己还能如此和平共处，简直是奇迹。四皇子亲自扶着我，真是万万不敢当的。本王今日给南宫将军送些文件，正巧要经过二老爷的院子，无妨。既然这样，那便有劳四皇子了。话是这样说，可是他却将全身重量压在了萧逸的身上。萧逸此刻只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连步伐都沉重了几分。才走进门没几步路，本是看向前方的萧逸转过头来，眼睛微眯了起来，看向夏胡静，眼里带着一丝敌视的味道。你的身量真是轻啊。我确实吃得不好，睡得不好，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就连走路都是踉跄呢。大姐，就连四皇子都知道我瘦了呢。我府上的饮食不合我的胃口，二老爷说你是个会做菜的。这个夏胡静又是哪根筋不对，突然说这话？你确实是瘦了。大姐，你真的觉得二叔家的阿静瘦？难道我不瘦吗？我比较轻，可是四皇子亲自说的，难道还有假？说到底还是四皇子善心呀，发现我早就瘦了。其实我真的消瘦如谷，其实我也没办法，我这人就是怎么长也长不胖的主。不长肉的我怎么看都是弱不禁风，想起来也不安呢。不过小妹你倒是跟我不一样，毕竟前几天小妹你掉入水池里还能健步如飞，怪不得我那老师傅跟我说，这体重偏胖的人呢，因为身宽体盘，所以能够储存一些油脂，肯定冷不到冻不着，就跟黑熊一样，满身吞膘，绝对健康抗冻。哪像我，动不动就是个伤风。唉，这也是我和小妹的不同啊。黑熊一样满身臀膘，南宫羽的指甲在袖内被自己生生的折断，这混蛋骂人不带脏字，偏偏自己发作不得，要保持淑女和大家的规范。不过呢，我也是没办法，谁让我总是这样弱柳扶风呢？夏侯公子，本王的意思并不是你真的瘦。南宫羽的眼睛亮了起来，看来四皇子是要帮自己了。南宫羽则是一发不语，只是看着局势发展。不是说我瘦，那是说我轻。本王并不是说你的体重，那是说我的体质。我确实体质柔弱。本王并不是说你的体质，本王是说……啊，我知道了，你是说我的身体根子。我确实从小身体根子不好，总是生病。萧逸皱起眉，直接松开扶着夏侯静的手。夏侯静一个站立不稳，扑哧一下子就摔在地上。南宫玲不得不佩服夏侯静的演技。想不到四皇子竟然是这样的人，你说不过我就把我丢下，还要让我摔倒。难道丑就是我的错吗？可是我丑，却是瘦的刚好。有人不丑，却是胖的离奇了。你说谁胖啊？夏侯静，你给我说清楚，你刚才一直指桑骂槐的，你到底想做什么？怎么，我不能说实话吗？你上一次坠入湖中，还是四皇子亲自将你救出来的。你胖不胖，我不说，四皇子也自然知道。这话更狠，萧逸下意识地感觉到一丝不好。要是夏侯静嚷嚷起来，这南宫羽怕是非他不嫁了。虽然这本就是他萧逸布下的棋局，也本是这样打算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南宫玲的面前，萧逸本能地想要拒绝。再说上一次，那假山石后，你带着众人前来，铁了心说我和大姐的是非，不顾家族的荣誉，还私自赠送给三皇子香囊。若不是我当时巧了捡到了那香囊，怕是……夏侯静若有所指地看向南宫玲，这场闹剧终究是走向他，看来他要出来收拾残局了吗？小妹，上一次你不过是误会一场，但这一次你不能因为阿静捡到你的香囊而记恨在心。这话算是挑明了，让南宫羽在萧逸面前里外不是人。这男人呢，最受不得女人朝三暮四，会让他有不安全感。果然，萧逸的眼神有那么一瞬的不悦。是啊，萧逸本是想让南宫羽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可是谁能想到，这南宫羽还能主动地送香囊给萧绝。大姐，小妹上一次只是帮我给三皇子送些花种罢了。我与那三皇子都是爱花惜花之人，他曾羡慕南宫府的君子兰绽放的甚好，我便寻了些花种赠他。
你又何必这般小题大做呢？哦，原来是送花种啊！阿静，你受不得了，走，大姐给你驱寒气。南宫大小姐，请留步。这嗓音像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弟，你也在这儿啊？真是巧了，我才从皇宫出来，父皇正派中宫人来宣你和南宫将军一同入宫呢。三哥可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临近年关了，父皇又是让我亲自送文书给南宫将军，又是宣我，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总之是好事，不必担心。那三哥不一起去吗？父皇让我给严氏老夫人问个好，这不还带了上好的灵芝和人参。既然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南宫大将军，想必这中宫人也快到了。快去吧。好。萧逸此刻不再管这边是否事情未了，既然严氏老夫人被父皇关注，南宫文被父皇关注，他萧逸势必要去深究一番。江山美人在他看来一定是先有江山再有美人。三皇子，你怎么？那日长安寺必定有约，本王向来不是失约之人，更不喜欢别人爽约，自然前来再邀。三皇子，你若是还想，其实派个小厮来亦可，何必？南宫玉的俏脸就跟火烧一样红扑扑的。萧爵真的是来邀请自己的吗？这怎么好意思，真是羞死人了。南宫玉咬着嘴唇，开心极了。想必三皇子不只是邀请一个人吧？不是邀请一个人。南宫二公子所言甚是，上一次本王邀请的是南宫家的2位小姐和2位公子，如今倒是缺一不可，而本王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亲自来邀请为好。萧爵走进南宫陵的时候，敲了敲请帖，那眼神像是在说请帖里面有夹层。好了，本王要送的东西已经送达，明日腊月28，不见不散。现在我要去见严氏老夫人了，这礼物还是及时送的好。萧爵才走出众人的视线，南宫玉终于忍不住的爆发了脾气。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夏侯静，你不过是我二叔过继来的孩子，你以为你在南宫家是什么地位啊？你什么也不是，你知道吗？哼，你竟然敢说我！我是什么身份不用你说，我自己清楚。我不过是暂住南宫家，劝你还是注意自己的脾气，该是知道祸从口出。什么祸从口出啊？你接下我祖母的礼包的时候，就是被我祖母认下的过继的孩子，怎么，你被我说怕了？怕？夏侯静眉毛轻挑，眼睛直直的看向了他，将他看得有些发毛。你想怎么样啊？我听说在这寺庙神灵之处，犯下不敬之罪的人，最是容易招惹阴邪，而这阴邪之物，当属黑猫。当心啊，这黑猫牵引灵魂，让长安寺的不眠之物找到你。啊，黑猫，走开，走开！真是说什么来什么，瞧瞧，这黑猫真不愿意离开你呢。话说，你不会真的做下什么不敬神灵的罪过吧？胡说，我哪有？只是这黑猫突如其来，吓到我了。哥，帮我！妹妹，不过一只猫而已，有什么可怕的？看来有人真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也罢，反正造孽惹事的不是我又有何惧？只是小妹半夜关好窗户，我怕那井水湿气太重，弄脏了你的房间。阿静，你不知就不要瞎说。小妹终究是闺中女子，怎么经得住这般想？那不过是家里丫鬟不守本分，受了几句训斥，一时想不开便投井罢了。这件事关小妹何事？这话说的倒是巧妙，点出了长安寺的那桩人命，更摘干净了南宫玉。回到自己院子的南宫陵还在思索方才夏侯静说的话，却没有想到揽月匆匆跑了进来，一脸惊恐。发生了何事？大小姐，你可回来了！这知月在长安寺被人发现投井了，被人发现的时候都泡肿了，可吓人了。果然李慧云是不会放过知月的，更不会让知月活着。是吗？南宫陵接过热茶，看了一眼随性而坐的夏侯静，皱起眉。你跟来做什么？来驱寒，静静心。大小姐，你不知道那知月被人发现的时候衣衫不整的，像是被人
哎呀，真是造了孽了！衣衫不整，被人轻薄。那可不，昨日里那夫人，呸，应该是李姨娘。她说咱们这院子里死过人，所以招了晦气，非要找个神婆跳大神。昨日大小姐您们回来，可没见到那跳大神的模样。在我的院子里面跳大神，我爹没有阻止。老爷当时在皇宫里，好像皇宫里面出了不得了的大事儿，老爷2宿没有回来。好像今天老爷也就回来了，眯了不足2个时辰，几乎跟大小姐您是前后脚回来的。问老夫人为什么没阻止？不会刚好也不在吧？二少爷难道是神人？这大小姐失踪的当晚，老夫人说是要去见个故人，也是1宿没有回南宫府，后来也不知怎的，竟然跟老爷一起回府。是吗？大将军2宿未归，老夫人1夜未归。哼，这倒有意思了。感情猴子称大王。不过这神婆跳大神之后打算泼灰，恰逢二老爷赶来，被遏制之后赶出了府上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温文儒雅的二老爷这般的严厉，但是揽月觉得二老爷这样做真的是对大小姐您好呢？是对她好，还是看在夏侯静的面子上？我知道了。眼下我也饿了，你去做些点心来。对，大小姐怕是饿了，我这就去拿些吃食来。揽月快速地往门外跑去。你若是不做那戏台上的台柱子，真的是委屈死了。这样的演技如此的精湛，堪称完美。那我要是演青衣，你可会看？就算是小生，我也看。说是有空，我定然演一出碧玉簪，让你看看我那妖娆身段，婉转歌喉，如何？我等着。那可真是我的荣幸了。拿来给我看看，请帖有夹层，不想让我这个伙伴看看，帮你出出主意。喏，南宫灵倒也干脆，直接拿了出来，交给夏侯静。冰蚕丝还有桃香，看来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申时望月楼见，果然是造了孽就要还啊！我当初还问你可否亡羊补牢，如今怕是整个树林都要尽数回去了。倒也不见得，最近我得到的信息是，二皇子萧从的亲信尽数被七皇子萧荣掌握，而萧荣如你当初的计划一般，正在或是打压或是降服。这虽然受益的不是三皇子萧决，可是萧荣受益，这齐贵妃还是满意的。你是说萧烨按照我与他的约定，将这次的受益者变成了萧荣？倒也不是这么说，只能说萧荣注定要当箭靶子了。毕竟那萧逸将百官行述一样的冰蚕丝纸上交给了当今陛下。也就是说，知道这件事的不只是萧荣和萧从，还有陛下。果然萧逸就是萧逸，一定不肯吃亏。这个家伙不肯七皇子得了便宜而壮大了萧决，也不肯让萧从彻底失败而失去了平衡，让他显露出了本相。那萧决自然知道萧逸的平衡之术，但是也知道这件事这般处理，在萧决以威风之时是最好的结局了。总算那萧逸给你留了条后路，不至于让萧决至此恨上了你，反而觉得你这种应变的做法倒也巧妙。我算是因祸得福吗？可以这么说。那长安寺之月的死是怎么回事？可还记得我中了媚药？你是说这媚药在你我之前还有人中招？那南宫玉从药房买来的药不知真假，更不知药效，便率性的给已借宿的书生下了药，而那书生正巧遇上了知月。知月可有意识的清醒？是清醒的又如何？这李慧云找到了理由让知月永远闭口，会轻易放手？这倒是。那南宫玉看来要被你吓到了。吓到倒是不至于，只是什么？我倒是被你魅惑了。这话让南宫灵的耳根子竟然红了起来，他又开始不正经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夏侯静，这里是我的院落，若是让丫鬟们看到……那没关系，我可以帮你遮住眼睛。那不是掩耳盗铃吗？不然呢？夏侯静，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逗弄于我？倒也不是，只是觉得逗弄你比较有趣。是有趣还是乐趣横生？都有。我劝你还是收起你的纨绔模样。怎么？你不喜欢？难道不是烈女怕缠郎吗？你不是缠郎，倒是一个黏黏虫。那你可是喜欢被我这环绕的黏黏虫缠着？我不喜欢虫子。是吗？夏侯静靠近他，逼得他往后仰去，他揽住他的腰，与他对视。我说是就是。
若是你觉得意兴阑珊了，建议你放开我，毕竟我这院门大开，你我如此，怕是会被别人误会。是吗？要是误会也就罢了，就怕人家坐实，到时候免不得我要八抬大轿的来迎你。只是你这般欢喜，我自然随你欢喜，也是极好。极好是极好啊，你就不怕那三皇子萧诀折回来的时候，非要赶到我这院子里小坐吗？南宫翎刚说完，夏侯静本想反驳，他耳廓微动，叹了口气。唉，你倒是有个点石成金的本事。夏侯静快速地将他扶正，自己则是走回到座位上，仿佛刚才那旖旎的风景不曾存在一般。果然没过多久，就看到揽月提了一个饭盒，身后跟着的不是那萧诀又是谁？恰好本王也没用什么晚餐，就在这里吃些好了。不知南宫大小姐可否介意啊？可是我祖母跟你说了什么提己的话？大姐，我倒是认为咱们这老祖宗受了陛下的礼，因着父亲不在，家中也无嫡子，只能让大姐你这嫡女来招待三皇子呢。不知道阿静说的可是？夏侯静看似接过揽月的饭盒，实则是挡住萧诀和南宫翎对视的视线。可是真的？严老夫人说她年纪略大，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本王回宫复命，怕是会有些耽误，让本王先来大小姐这边坐坐，一会儿再派丫头来请本王。这话里面内容颇丰，看来这送人参灵芝是幌子，真正的是陛下和严氏老夫人在交换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必然是以萧诀作为信使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饭菜还算合口味吗？还好，满意就好。这饭菜即便是清水淡淡，只要有大姐，那必然也是让三皇子甘之如饴吧。南宫翎脸红了起来，因为他感觉到萧诀的眼神已变。可是他并不想再入帝王家，上一世那剜心的痛太苦，他不想再来一次。他上一世为情所困，不愿再弥足深陷，即便萧诀是个不错的选择。大姐，这还未出阁呢，就知道什么叫做风花雪月了吗？阿静，好了好了，大姐，我也不多你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吃饱了，还要陪三皇子游游咱们南宫府的花园呢。话说眼看就是正月初6了，这时间过得倒是有些快，还有几天就是正月初6了。那时一茶还温，不知阿玲可还记得？三皇子一脸希冀地看向南宫翎，只一眼他便懂了他。看来萧诀还是如同夏侯静所说，前来兴师问罪，虽然萧逸给自己留了脸面。茶自然温暖如初，人自然一成不变。28近在眼前，你该知道，有些事从一而终，有些话始终如初啊。冰蚕丝有些话话不尽，却是犹言在耳。这拨款调度或许不如清安民心来得妥当。毕竟山高路长，雪天路滑，父母虽爱幺儿，必然劳苦长子。那以你所见，本王该如何呢？以我所见，朝廷拨款，乡绅目前周鹏千里，当时最佳。临近州府，包括京都，榨油必然有遗留很多渣子，而这些渣子其实也是一种食料。你的意思是，用这些榨油的豆渣，例如黄豆渣、花生渣，来做？以前南宫翎本想说，曾经在难民之中去捡莫油坊的豆渣做饭吃，但是他止住了话题。以前听大姐说过，这豆渣可以做成豆饼，这豆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便于携带，还适合储存。夏侯静笑眯眯地帮南宫翎圆过话题。豆饼有这么多妙用吗？豆饼确实有很多妙用，甚至可以放进白粥里面调节味道。最关键的是，这是当年云国废弃的食材，对于征缴食物赈济灾民，再合适不过。而且豆饼的味道奇香，口感极好，你甚至可以与灾民同食，这也可以体现三皇子亲民。亲民？民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今的陛下考验的是众多皇子亲民以及执政的能力。说是有人用极少的钱，尽最大的力，或多方赞扬，得民心所向。这样的皇子不器重，又器重谁呢？即便幺儿抢了头彩，可是与民同时的人却一定是三皇子您。
这是谁也不可能否认的，也是谁也不能冒领的。我还听说这西南雪灾的并州的郡守被刑部圈了名，说是三皇子去之前请了谕旨严惩了他，必然是替天子行天道，更会为天子赢得民心和赞誉。而陛下派三皇子去，不仅是清正官场，还为陛下树立了威信，不也是好事一桩吗？只是这委屈若是忍得过去，必然会柳暗花明。好，委屈？委屈在萧觉的心中，他对这个词极度敏感。当年他的母亲为了保护那个女人而死，他自幼失护之后，再也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温暖。有人说他温润如玉，可是没人知道他只是不能执着，也不敢执着。可是这个为他筹谋的女子，不管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他至少真的为他的处境着想。这种被人关心的滋味让他很难不在意。他看着他，却是告诫自己不能认真，不能在意，不能真的当真。他怕伤心，所以不能上心。我想三皇子已经猜到这委屈了吧。既然本王聘你为师，自然是你为师，本王为徒。你说，本王听。既然三皇子非要我说，那就让我来说说好了。三皇子，你该知道，你自幼失护，当然我也自幼失护，所以我懂你的感受，自然也知道你的处境。你现在的位置很尴尬，七皇子的生母极其护犊子，这一分半分的不好必然是你的，这万分的好必然是他的，而你若是去之前没有做好准备，必然会有万道陷阱等着你。这话是废话，可是萧觉心暖了。这么明显的说出来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有种湿润的感觉。只是他是男子，没有流出温暖的眼泪，反而眼泪随着他的低头硬是被逼了回去。这一低头的懦弱让南宫翎的心更加柔软起来，他忽略了夏侯静一瞬间的黑脸。这一刻他把萧觉当成了真正的朋友，那种可以交心甚至可以交命的朋友，全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你不能做得太好，抢了风头，到头来遭人记恨，也不能做得太差，反过来被人栽赃。我知道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我想跟你说的是，豆饼的事情，那七皇子必然不会与你抢，但是其他的事情，你该让还是让了吧。左右这一次最出彩的地方在与民同时，而不是赈灾有序。萧觉待到泪水收回，抖着手将茶水仰头饮了下去，抬头望着他。待我回来，定不负你。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夏侯静给打断了。三皇子，这恩情报答之事，并不是大姐所希望的。他这人热心，又喜欢真心以托，你若真的感谢，以真心托之就好了。好。萧觉的声音微哑，这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真心的开心，由衷的高兴。三皇子，我所说的这些，相信你必然懂得其中含义。等你凯旋归来，我再置办酒水与你高谈阔论，如何？南宫翎自然懂得夏侯静将话题岔开的道理，他也没料到自己竟然真的赶巧入了三皇子的眼。有时候人一时的心软，会让人会错了意，表错了情。我正月初5必然会回来。大姐，这眼看就是成婚定型了，一会儿给祖母带些什么比较好呢？呀，三皇子，你怎么在大姐的闺房里？这家中无长子，我嫡女带嫡子行礼，祖母受益，何错之有？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姐，这自古以来男女7岁不同席，你可知道？父亲不在，祖母劳累，我身为嫡女，该做为实，不可因为虚礼而废了君臣之礼。是吗？君臣之礼，这府中还有我哥在呢，我哥难道不是男子吗？云国开国之初，尚有女将封爵，女将之后承袭爵位亦有。云国至今，在文武百官之中，依旧留有女子为官的制度。三皇子，阿玲说的可是？阿玲所说甚是。云国并不是男尊女卑之国，这国有大才，自然国士待之，不分男女，不辨老幼。这句话堵死了南宫羽所有的退路，让他彻底的愣住。萧觉竟然真的帮助南宫翎，他袖口下的指甲又折断了一个。哼，南宫翎你好样的，竟然敢这般待他，竟然真的偷走了萧觉的心，真是一个狐狸精。三皇子，阿月本是好意。本王知道你是好意，只是本王到底是从严老夫人房里而来，若不是严老夫人授意，本王又怎么会是那不知礼数的男子呢？南宫二小姐，有些话劝你在说之前要弄清楚始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不过是好奇大姐的房龄，我又怎么能……
直接去问祖母，我难道关心一下也错了吗？三皇子，我做错了什么？来邀请大姐去见祖母，看见你在这里，发出我的诧异，难道我这么做就是错了吗？错了吗？你没做错，只是本王说了，有些话说出口之前要问清楚始末。三皇子，阿玉到底是做错了还是说错了？小妹，这三皇子是客人，看时辰也该去见祖母了，走吧。祖母眼下已然不在府里，你去如何拜见祖母？祖母出府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不知道，只知道片刻前去见祖母，被翠月姐姐赶了出来。南宫二小姐，本王方才有些严厉了，你年纪尚小，有些事情终是不懂。不过有些话最好还是不要说，可知？阿玉知道了，眼看我那祖母还没有回来，这晚餐三皇子怕是没有吃吧？我哥说申时回来，不如……南宫羽最近担当了赈灾拨粮的任务，算是陛下卖给父亲的面子。这是威胁萧诀吗？若是萧诀不留下来，这南宫羽必然暗中做手脚，还想让萧诀看清局势，看看他该靠近谁吗？女儿家说我不好，还是妾更温婉一些。三皇子，你看外面已经飘雪了，这雪夜便是留客天，不是吗？你可知道严氏老夫人去了哪里吗？妾并不知，妾只知道今夜我哥必然回来，而他留了书信与三皇子。腊月29，本王即将赴阆中赈灾，而赈灾的主办人是本王那七弟。如今令兄给本王的信，不是时机呀。若是令兄真的与本王是好友，该是等到本王归来之时，便是把酒言欢之日，不是吗？南宫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一种幸福感，方才有一种要被背叛的伤感，可是转瞬之间，他能感觉到被珍视的尊敬。他想，萧诀也许以后不仅是合作关系，也可以交心为友。同样被触动的还有夏侯静，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萧诀，嘴上的笑容依旧是那般的不羁。难道你不想建功立业吗？南宫翎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萧诀会拒绝看这封信。建功，本王怕是能平安办差，已然是这辈子最大的幸事。功业与本王怕是最无缘了吧？南宫二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本王怕是辜负了你的期望了。本王这辈子只喜欢品酒论道，话茶看书，与一二好友下棋唱和，便是幸事。水满则溢，溢满则圆，圆梦几何？何以青青？问青青。庆庆礼服秦青青，只道是秦秦偏要策马亲亲。他抬起头来看向萧诀，走近他，在他耳边留下一句只有两人才能够听得见的话：你方才手指微颤，故而妾以为你说的话正好是反着的。他回头看了眼南宫翎，自顾自地走到门口。三皇子，既然我哥要宴请你，你今夜若是不来，必然是我哥亲自来请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青青，倒是想起了前朝那卿卿我我的青青。问上卿，可知青青是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难青青。阿静，怎么这般说？不怕惹恼了三皇子？怕什么？只怕三皇子眼下是满心欢喜，难以自制了。这句话让萧诀回过神来，也因着这句话心跳加快了几分，下意识地看向了南宫翎，却发现南宫翎仅仅是看着信封皱眉，他竟然有一瞬的安心感。大姐，你想看看这封信？确实有这想法，毕竟这对三皇子是有利而无害的事情。可是看了这信，便是受了那阿宇的情，怕是三皇子最怕前人情分吧？啊，你怎么抢走了？大姐，这信还是不看也罢，看了反而平添心事。眼看着再过一个时辰就要晚餐了，难道大姐不饿吗？刚吃了饭，怎么会饿？既然你不饿，不如咱们去布置一下这厢房。阿玉虽然脾气甚大，但是这雪夜留客天倒是真的，大姐不该安排一下吗？怕是姨娘早就安排了，我又何须自费心神？难道我安排了别处的房间，三皇子能真的去我安排的房间，而拒了姨娘的一片好意？若是你安排的，本王便去住着。这话如此的沉，让他担不住。他何德何能，让这么一个温柔的王爷竟然对他动了心思？这是怎么回事？三皇子，你可有什么偏好？我为你安排的时候可以注意些。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只是希望
明日能够赶得上申时。申时？这不是他约他提前到达望春楼吗？那个，我一定会找到马车，让你如约而至。是如约而至，还是同行同去啊？什么？他是不是耳背？同行？要是真的同行，那南宫玉还不要发疯了吗？我倒是可以如三皇子所愿，可是我始终未出阁。这众目睽睽之下，与三皇子比肩而战，并肩而行，同车而往，怕是不妥吧？严老夫人让你招待本王，难道都是假的？天地君亲师，君臣之礼最大，难道只是说说吗？确实，你说的也对。可是三皇子，妾……本王希望听到你的自称是阿玲，而不是妾，谦称未免见外。我明天怕是要等祖母回来，不如听听祖母的意见。他干脆甩锅给严氏老夫人，如今他真的感谢祖母不在，不然这般尴尬的局面真是丢死人了。旁人不知，本王却知道那严氏老夫人去了哪里。怕是进了皇宫吧？这陛下冬日有老寒腿的毛病。这一刻，南宫翎竟然有喜极而泣的感觉。夏侯敬，他终于出手化解他的尴尬了。你知道？那表情是带着质疑的，萧绝的眼神里隐隐有了杀气。必然知道，毕竟大姐的母亲便是院政的掌上明珠，这南宫府谁人不知啊？是吗？难道陛下讳疾忌医？这是什么道理？皇家很多秘密，即便是士大夫世家，也不该多问多说。可是有些事事关士大夫家的兴旺，必然要多知多通了。这说辞让萧绝本是压下去的火气，腾的一下子又升了起来。南宫翎不得不佩服夏侯敬的本事，三言两语将南宫家卷入是非之中，更是惹恼了这最好脾气的萧绝。夏侯敬怕是故意的吧？因为萧绝对自己的那棵烂桃花树过度绽放，让夏侯敬不开心了吧？点个订阅吧。阿敬，你该知道，有些话不当说，不可说，也不能说。多谢三皇子好心提醒，阿敬确实年岁尚浅，很多事情懵懂无知，需要三皇子提点。阿敬，你既然知道，就该知身为男子该做该说的事究竟是什么。三皇子所言甚是，只是三皇子，这话该怎么说呢？阿敬还是不懂，是不是祖母去了皇宫这件事，不该我知道啊？阿敬，严氏老夫人去了哪儿，本王都尚未知道，你怕是更难知道，对吗？可是三皇子刚才明明说知道祖母去了哪里，还问大姐知不知道。我替大姐说出口，怎么就不可以了呢？难道大姐说知道就是不对，说不知道就是对了吗？还是这话本就大姐才能说？好样的，竟然真的惹怒了萧绝，这一下可不是惹恼了，直接让人家炸毛了。三皇子，是不是我又说错了什么？阿敬，南宫二老爷真的没给你请私塾先生吗？请私塾先生啊，可是我一个过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过好在我有一个最好的老师，是不是啊，大姐？得，这话题又拐到他的身上来了。阿敬，过来，你该知道今天做错了什么吧？大姐，我说话不把门，嘴巴太漏风，话不经脑，脑不过心，十足的蠢物。即便是熟知的人，有些话也不敢说。可是大姐，我方才分明看到，你都想要拔腿而去了，我都能闻到空气里有味道。空气里有什么味道？带着桃花香，又夹杂了汗臭味。这是说萧绝烂桃花泛滥，而他被萧绝弄得汗流浃背，一脸尴尬吗？是吗？你倒是鼻子灵敏。大姐，我见不得你坐立不安的模样，就想帮着你解围，谁知道……大姐，你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许我气你，而你只会对我好吗？为什么你说话不算话了？难道你们大人都是这么口不对心，说话不算话的吗？我……夏侯敬，若是你有什么不满，尽管对本王说，何必惺惺作态，又何必故作呆傻呢？一语道破真相，夏侯敬收起那可怜巴巴的模样，抬起头来看向萧绝。这次两人的视线充满了火花味。南宫翎看着两人犹如斗鸡一般，他用力地抓紧夏侯敬的手，抬起头看向萧绝。这一眼，萧绝有一种心被捅了的感觉，只是一个眼神，谁是亲人谁是外人，当下立断。你纵容这个少年，对吗？三皇子，阿玲帮你也是帮我自己，但是我帮阿敬那是维护南宫家，
阿静只是觉得方才你我毫无媒妁之言，更无父母之命，当不得这般亲密。这一次你恰好来南宫府，恰好也有那一次望春楼之约，而我恰逢也要参加，这便是你我坐在这里的契机。可是这种契机只不过是数面之缘，谈不上深知。因为不深知，所以无投缘吗？说是不投缘，方才便不会坐在这里谈笑风生了，不是吗？可是你却说数面之缘。三皇子，阿玲只是想说，方才有些话你说的太梦浪了，而我一介女子实在说不出拒绝你的话。阿静看不下去了，自然要换个法子来转换话题。只是她素来最爱调皮，说的话就显得毫无头绪，杂乱无章了。佯装无知小儿，就是想要本王不再与你如此说话。阿玲，你这是在驱逐吗？驱逐？三皇子，你这话是从何而说？你是君，我和阿静都是臣，哪有臣子这般的？是没这意思。若是没有，你们姐弟何必联袂给本王上演一出粉墨登场呢？又何必你们看似那插科打诨的丑角，实则丑角是本王罢了？是不是在你看来，本王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你都看不下去了，而本王却毫不知收敛。南宫翎，你可知本王并不是不知羞耻的人。你若是不耐烦，直接说出来便是，何必让你这看似痴傻，实则含沙射影的堂弟出来？他一甩袖走到门口，只是脚步迟迟未跨出去。他竟然希望南宫翎会来挽留他。深吸一口气，他多年来攒下的温柔，多年来攒下的耐心，这一夜全部散了。能让他露出这般执着的，却是一个对着他半分都无留念的女子，而他偏偏上了心，甚至偏执的认了真。既然他认了真，又怎么会轻易的放开手？他萧绝从不奢求什么，但是他势在必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南宫翎啊！南宫翎呆愣的抬起头看向萧绝，他还沉浸在他猛然发火的吃惊之中。本王从未认真过什么，可是这一次本王认了真，即便你家的阿静装傻充愣又如何？本王认了真，便是入了魔。南宫翎被他突如其来的话吓到了，入了魔？什么意思？他让这家伙真的喜欢了吗？可是什么时候？茶楼，还是方才他无意之间的真心相对？若是真的有缘，上一世他们何必是那种擦肩而过都不曾回头的人呢？如果说跟萧逸纠缠不清，他还可以理解，毕竟上一世是夫妻，这一世终究要纠缠，这是缘分。可是他与萧绝上一世不是夫妻，也不是朋友，几乎就是政敌呀。他们俩何来这样的缘分？难道这一次的重生哪里出现了差错，竟然让这样不顾国家大义、不顾国家的利益、只顾自己得失的萧绝上了心？三皇子，你的话阿玲记住了。本王希望你不是记住了而已，而是明白了。三皇子，这还未出阁的女子，怎么可能在自己的院落里与男子无媒妁之言？烦请您慎言。萧绝冰冷冷地看着夏侯静，这个家伙总是关键时刻出来搅局。是吗？三皇子，你该知道我大姐有她的难处，若是你真心，还有其他的办法，而不是争语言上的痛快。夏侯静，今夜这句话说的倒是在理。雪夜留客天，本王的厢房在何处啊？厢房？萧绝真的要他安排住处？这话题怎么说改就改了？本王怕是等不来严老夫人了，明日早些去望春楼也好。我这就去安排，你在这里稍等片刻。阿静，这毕竟是男子的房间，还是需要你来帮衬我一二的。好，大姐，我随你一道。夏侯静顺手拿起门边的油纸伞，撑开的一瞬，他的侧脸刚好映入南宫翎的眼。这侧脸真是完美的，记忆中那个叫静明的男孩确实是个世间罕见的美男，如今侧脸看去，见不到刀疤，只见造物主的偏爱。如果容貌恢复，夏侯静才是这云国第一美男子吧。大姐，这雪天路滑，你倒是当心些。好。桃花红的伞下，他一手执伞，一手搀扶，伞斜向他，护了他一个全虚全尾，却不在乎领间皆是雪的冰凉。那相伴而去的美景让萧绝暗暗攥起了手，仿佛他才是那个多余的人。这个感知让他很不开心。夏侯静不知不觉地抚上了自己的脸蛋，那长长的刀疤该是时候去掉了。他忘不了他看见他侧面时的出神，
一如小时候那般，对他的笑容没有抵抗力，总是看呆了去。他有这样的资本和容貌，以前有刀疤只想着能掩藏自己的锋芒，可如今有了萧绝和萧逸这两个劲敌，他不能韬光养晦，更容不得沉默。他需要用尽一切的手段去追求。大姐，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什么事？我脸上的刀疤是不是很难看？难看？为什么这么问？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女子是悦己者容的，男子亦是。尤其是为了你，即便让他变成妖孽也在所不惜。你很在意自己的伤疤？这世间我做够了璞玉，愿意为情做药师之位。灵，你可知宿命？宿命？他呆愣片刻，而夏侯静则是从腰间取出玉笛，倚着身边盛开的梅花树，笛音伴随着那修长的指尖慢慢扬起音调。即便是求佛千年，以我之命续你来世阳寿，可是转世的灵魂忘记了曾经的诺言。本是红绳已结，这一世却是换来你的生辰，换不来你的姻缘。真真恨，密密缝，却不知缘分什么时候改变了宿命，让那姻缘感动。寸寸念，点点堆，只求你那转身回眸的真。等那缘分认了真，等那年少故人回了心，方能对得起他那执拗不弃的宿命。这笛声声声入耳，竟让他慢慢流下了泪。命运仿佛被他用笛声声声催他想起他始终如一的笑颜，想起他因他转身破灭的苦，想起他因他涅槃轮回的痛。他仿佛认识了他数十个轮回，而他仿佛等了他数千个年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一曲终了，他收起短笛，慢慢走向他，拿出怀里的帕子，仔细地为他擦着泪。你这里很烫，怕是要灼伤我的手背了，可是被我的笛音所感染。你听到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问我听懂了什么？你可听懂了什么？你我轮回数次，皆是情缘。情缘？应该说你我轮回几世，皆是情深缘浅。这一世怕是要改变了。我只想着一件事，你怎么知道轮回几世？我怎么知道？或许我通灵。夏侯静，你是不是有事情一直没告诉我？等你该知道的时候，我必然会告诉你。而现在你该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信我。为什么你的笛音里那么的悲凉，而你说的话却是那么的轻快？说是我不温柔，我这刀疤脸蛋岂不是让你觉得凶神恶煞？凶神恶煞？我若不是幽默，我这刀疤脸蛋岂不是让你觉得占山为王是个土匪？你确实不是个良民。瞧，我在你心里依然是个璞玉。我若是不打磨一些，岂不是让你觉得我更加一无是处了？我自然要表现的让你觉得温柔而且平易近人。夏侯静，你转移话题的能力很强，可是却不是我问题的初衷。那你的初衷又是什么呢？你的宿命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我说宿命不过是一曲笛音罢了，你信吗？你说呢？我记得山洞里你与我许下金钗之言，如今你却没有直截了当的拒绝小姐的心，这让我伤心了，更让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确实情何以堪，毕竟狂风浪蝶，穷追不舍。南宫宁还没能理解怎么回事，却见夏侯静立刻改变了模样。大姐，我这方才从岳父学来的曲子可好？曲子？曲子不错，感人心脾。只是阿静小小年纪就这般悲风伤秋，倒是女孩子气了。不过本王一定会帮你找一个好师傅，教教你如何血气阳刚。劳累你这般辛苦为本王打点相逢，只是这天寒地冻，眼看太阳西下，还是早些回暖室的好。萧绝的话像是挑衅，让夏侯静的笑容加深。这么快，萧绝就把自己当作情敌了。大姐，什么叫做阳刚之气啊？阳刚之气，就是少些女儿家的你侬我侬，多一点男子的豁达爽朗。
难道我的身上有明显的脂粉气？这倒是没有的，只是脂粉味儿多了一点儿。脂粉味儿？我闻闻。三皇子，我这脂粉味儿可严重。大姐，我可会被人家以为断袖分桃。我大姐绣鞋不合适，在雪地上行走，我不过是扶着她走了一段路，没想到竟然染上了大姐的胭脂味道。你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阿静，你别说了。大姐，这件事我怎么能不说呢？毕竟三皇子在这里，万一再来一次假山的乌龙，该如何？萧绝的眼神已经变了变，可是夏侯静仿佛看不到一般，继续说着刺激人的话语。三皇子，我这身上的脂粉味不过是偶尔一次，你万万不要说出去。大姐不过是不小心跌倒，刚好蹭到我的衣领，就是这样，你别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本王有吗？原来三皇子没有误会了，看来是我错了。不过三皇子，你手里的玉佩为什么转得这么紧？莫非这玉佩能生热？玉佩能生热，这是睁眼说瞎话。这是暗讽他萧绝脸上毫无介意，还是手上泄露了心情？若不是夏侯静指出自己手里的玉佩，怕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手流血了吧。萧绝安静地看着南宫玲，他的表情让他难以逃避。这里终究是南宫家，即便是他并不想靠近萧绝分毫，也不想给萧绝半分的痴心妄想，可是他必须要为了家族而低头，准备为萧绝包扎的时候，却被夏侯静抢了先。他直接拽过他攥着的锦帕，粗鲁而又快速地为萧绝包扎手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三皇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大的手劲儿？本王也许是被某些人伤了情。看来三皇子是怨我南宫府招待不周，伤了待客之情。也罢，这冬雪初降，当是一番美景，不如陪您走上一遭。踏雪寻梅吗？这梅花艳艳绽放，满院皆是。只是这冬雪初降是静谧的美，非冰湖难以解释那银装素裹。难道三皇子不知道这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吗？这冬雪初降必然是冰湖如镜，长廊如卯，绿荫难见，树上冰花的。冰湖？南宫府的冰湖极为有趣，眼下这寒冬腊月的，正是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的时节。阿玲料得三皇子必然喜欢冰湖之上慢走，走向那水中央的庭轩处，点上一壶热茶，烹制一炉佛跳墙。你这是要与本王冰上走一走？萧绝盯着南宫玲的绣鞋，难道他忘记了夏侯静方才说了什么？南宫玲顺着他的眼神看向自己的绣鞋，这该死的绣鞋确实不适合冰上走，但是怎么办呢？方才萧绝已经隐隐有了发怒的征兆，在送走这尊大神之前，他必须要缓和气氛。三皇子请放心，阿静会扶好大姐的，必然可以稳稳当当的在冰上走。大姐，我扶着你，可好？萧绝盯着夏侯静，未动也未多说，但是这样的眼神分明在说夏侯静是个多余的人，该是回避的。可是夏侯静偏偏是装作一无所知，只是抓住南宫玲的胳膊紧了一些。萧绝已经将他当做了竞争者，他有萧逸那个专门针对他的人还不够，非要多一个敌人吗？这树敌的本事当真是……大姐，你走慢些，我扶着你。小心脚下。望着携伴走出一段距离的二人，萧绝看了一眼手心，难道夏侯静真是那个让一切逃脱他掌握的人？阿静，你方才那般的戏弄，怕是树敌了。树敌？那又如何？你既然与我定了金钗之盟，任何人，无论谁，都休想在我面前造次。可是，你怕重来一次吗？难道要看你被强权压迫，而让我无动于衷？我做不到。他做不到让他孤军奋战吗？心瞬间被烘暖。你别怕，只记得一切有我便是。我不希望你卷入一场是非，更不希望
你被暗箭射伤。你曾跟我说过，刀斧斜身都不曾怕，明枪暗箭又有何惧？这话我也说与你听。南宫翎抬起头，尽管这般小声的对话，远在身后几米的萧绝未曾听见，但是他还是怕他这般出头会被暗伤。你这话很好，可是你与我不同，我已经是避无可避，只能绝地反击。在我看来，要么是轰轰烈烈的死，要么是窝囊委屈的活。我只能强出头。可是你不一样，你可以遁迹，当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你，哪怕9天旱雷直劈我身，我亦不会退让半步。你待我太过认真了。累世情缘，若不认真，岂能以命相抵，舍命成全？怎么？你感动？你很会说情话，也很会装傻充愣。但是我对你不说假话。这世上，对你，我定然是不负如来不负卿。如来是世界，卿便是我命。南宫翎嘴巴微张，而夏侯静则是笑着回头看向那由远及近的萧绝。萧绝知道夏侯静是蓄意停下来等他的，他看着那十指交握的双手，看向夏侯静。这一刻，两个人的眼眸都带着锐利。这是一场杳无踪迹却又火花不断的视线交织。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三皇子走入庭中，便是一丁成毫；转身而返，便是一切化无。这可是上古帝王的称谓。夏侯静，你与本王突然说的这话是？人说三皇子温文尔雅，世人都知道三皇子犹如润玉，暖人心脾。可我却知道，三皇子是那潜藏着的隐者，隐而不发，只为一击必中。是吗？今日里三皇子与我多番较量，不过是大姐有防度之才，可大姐终究是女子，终究没有男子的心思深。他从腰间拿出一块金牌，丢给萧绝。此物，大姐未曾见过，但我相信，你必然知道。凌云阁，这是飞鸿令。三皇子好眼力，只是不知道这高，三皇子是感兴趣还是？为什么暴露你的身份？这飞鸿令若不是凌云阁堂主以上的身份，是不可能有资格拥有的，更不会赠人的。就当我想让大姐开心吧。毕竟大姐一心要做谋士，而我也愿意随她做了这入幕之宾，幕后之臣。凌云阁允许弟子入朝堂？不允许，却允许弟子入座幕僚。你的要求？我只想护着我家大姐，仅此而已。萧绝看向南宫翎，这个难得走入他心的女子，就这样插翅而飞了吗？他舍不得。可是凌云阁，那可是云国最神秘的情报组织。若是凌云阁鼎力相助，那必然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让他心动，可是却又让他为难。不走入亭子，他依旧是夏侯静的公平竞争者；走入亭子，他有求于人，必然要束手束脚。权力、美人、江山、地位，他舍不得，却必须有舍有得。难道三皇子不想要突破的机会吗？毕竟自幼失护的滋味，大姐这里我看了个通透，你那里自然能够体味个深刻。难道不想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毕竟白虎插翅便是飞熊。飞熊，北斗七星的别称，那是大雄星，更是紫微星，帝王之星。他能拒绝吗？阿玲，你愿本王入庭吗？南宫翎还沉浸在凌云阁的震惊之中。飞鸿令，夏侯静是赤荣的孩子，更是陛下的孩子。那么这飞鸿令必然是在暗示他就是凌云阁的阁主。难怪凌云阁区区数年就成为了云阁最强大的情报组织。难怪凌云阁的实力深不可测，原来是陛下亲手创办的。而这目的就是保护他最在意的儿子萧静，对吗？凌云阁遍布云国各地，甚至凌云阁阁主所在之地，一个抬手便可以取决一场江湖纠纷的结局。这样一个实力超群的人物，为什么最后剜心而死？上一世夏侯静的死因让他越加的怀疑起来，萧逸一定有更深一层的内容没跟自己说。阿玲，大姐，三皇子在问你呢。什么？三皇子问你可否入庭。他在征求你的意见。入庭？
那就是说，他一句话决定萧绝的命运。夏侯静的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不过一句话就让萧绝成为未来的云国之君吗？你一句话定下一个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可知道自己的可怕？还记得我方才吹奏的宿命吗？这便是宿命，亦或是天赐如此。信息果然能够干扰一切，也果然能够决定一切。三皇子，说是你想，我便真心辅佐你；说是你不想，就当便饭一桌。萧绝舒出一口气，他支持他的野心，也愿意常伴左右，他还有机会的，只要他做得比夏侯静还好。既然如此，那就入庭吧。这世界上要江山的男人还是蛮多的，对不对，小鱼鱼？可惜我不在乎他的心中所想，毕竟上一世眼睁睁看着我被叛军围剿而袖手旁观的人，就是三皇子萧绝。我的记忆没有失去，不会忘记上一世的他到底是一个多么凉薄的男人。那你可感激我帮你赶走了狂风浪蝶？感激？萧静，暗天阁阁主还要假装过继到南宫家，你背后的秘密让我细思极恐呢。细思极恐？可还有震惊之后的欣喜？你看我的模样像是有吗？有，因为你觉得自己押对了宝。你我是合作伙伴，我必然想着你更好。两情相悦是真的，不是我单方相似的。你，阿玲、阿静，进来一句吧。好。这庭轩的暖炕当真是极好的，是哪里的老师傅啊？本王也要修一个。这是父亲当年为母亲安排的，也还是问父亲比较好。阿玲真的不知道。这暖炕大姐不知，我却知道。3日后修造的师傅名单，定然送至三皇子你的案头。凌云阁到底是凌云阁，本王静待佳音了。必不让三皇子失望。此时房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瓦片的声响很小，却让萧绝和夏侯静同时望向房顶。两人蓄势待发之际，一个人迅速从屋顶的小窗跳跃进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公子，可是凌云阁有事。森许将于10天后到达云国都城，特地来告知公子。哦，森许要来了。森许？萧绝眼睛微微睁大，这森许是一个绰号，本人叫做百里帝俊，是凌云阁的副阁主，那可是一个嗜血残忍的男子。这样的男子人送外号森罗修许。这森许来这里做什么？萧绝整个人陷入了担心之中，毕竟森许是5年不出凌云阁的人物，一旦出来必然是手染鲜血荡平一方的。这森许有一个青妹子，笔以带钻，冷漠清冷，只一个眼神便让人望而生畏。而森雨的真名好像是叫百里红妆，看这个女子的打扮，一袭紫衣，笔以带钻，怕是她了。这凌云阁百里兄妹突然出现在云国的帝都，都是为了什么？莫非这帝都要发生什么大事？10天太仓促，我还没准备好。那小子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我怕控制不住局面。公子莫担心，这次森许不会大张旗鼓，更不会广为人知。是吗？他那性子能按耐得住？只要公子说的，森许必然照做。此时萧绝的眼睛慢慢的垂了下来，原来夏侯静竟然是凌云阁的阁主吗？夏侯静自然感觉到他身边的萧绝下沉的心思，这么容易就让他望而生畏，这毫不费口舌之力就让萧绝知难而退，看来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森宇，我知道了，你去安排吧，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不喜欢太吵。公子放心。转身一个助跑，几个助力，瞬间消失在房顶之上。这轻功怕已是登峰造极了吧？阿静，刚才便是森雨。是。你可是凌云阁的阁主玄霄？我是谁重要吗？我不过是想让大姐做个出色的谋士，而我为了让她开心，自然是助她一臂之力。凌云阁的玄霄为了南宫家的大小姐甘做绿叶，对吗？绿叶？为什么不说我是乐得其中呢？这世上的事情好与坏，对与错，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你不是我。乐得其中？本王很想知道，你这般的身份进入南宫府，
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宿命吧。我这个人呢，信命。看来你并不想直面回答。你只管知道，我可以让三皇子你一丁入膏即可。一丁入膏？那望春楼有时一刻，再谈如何？萧绝话音才落，夏侯静耳朵微动，看来有人来了。杂音在旁，明日再打也是极好的。这南宫府晚宴再丰盛，也不及庭轩暖炕温暖。看来三皇子又知道我南宫府的一个好去处了。大姐和阿静也在，倒是极好的。好，什么极好的？咱们南宫府的年轻人都到齐了，这还不好？是呀，人倒是真的齐全。说起来，三皇子，我数个时辰前3请5请的，您就是不肯落座。本王听说这天寒可以采冰而上，就来冰湖之上赏赏景致，却不曾想走到半路又恨天寒，只得选择这一处暖炕来休息一下。话说这庭轩怎么这么远啊？这是萧从的声音。这里是哪里啊？怎么这么暖和？哟呵，这是谁啊？怎么这般的丑陋？不知道本王我最厌恶丑陋的东西吗？赶紧撵出去！萧从刚进屋子，还没坐下，就指着夏侯静的脸蛋。南宫翎和萧绝同时转头看向这个不怕死的家伙。萧从莫不是脑子坏掉了吧？早就听闻孙贵妃为了扶持二皇子萧从登上帝位，可是花重金去凌云阁聘请玄霄出山的。这孙贵妃就没给二皇子看过玄霄的画像。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本王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怎么，一个小小的南宫府就敢跟本王称大爷？说话间，萧从伸出手去，直接去拉扯夏侯静的衣服。夏侯静看着那双有些厚实的胖手，拿起筷子，快速地敲掉萧从的胖手。你敢打本王？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打你？我听闻孙贵妃最会礼贤下士，可没想到你却是个只看表象的庸才。庸才？你骂谁呢？事实胜于雄辩，我说了事实，又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前段时间才说小妹是黑熊屯标，还真一个胖子了的。如今看你，倒是委实觉得冤枉了小妹。小妹应该是个丰腴佳人，不胖不瘦，刚好丰腴婀娜。而你，真的是人头猪脑，胖得离奇。这黑熊，你当是实至名归的。黑熊屯标，南宫煜的脸色变了变。这厮又说他是黑熊，还屯标。黑熊，你……我说的不对吗？你这块头难道不是虎背熊腰？你这模样难道不是逢源当雄？可与黑熊一较高下，一争长短。你这表情难道不是侠虎樊雄，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你这眼神难道不是燃烧着熊熊烈火，恨不得将我烧个干净？说你是熊，难道还错了不成？哼，你别以为本王是个傻子，本王可是非熊非痞。非熊非痞，看来我想夸你一句熊皮之事也是不能了。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讽刺你是憨熊、笨熊、蠢熊、呆熊呢？真是不可思议。你嘴皮真的很利索，只是你以为能说就是本事了吗？总比说不出来干生气的好吧。夏侯静，本王若是弄不死你，本王就不配姓萧。你不就是二哥，你怎么在这里啊？父皇特地选你进宫，这一趟可让小弟我好找啊。萧逸身着紫袍金带而来。夏侯静，父皇召二皇兄和三皇兄进宫，也提到了你和南宫家大小姐。可是发生了什么？父皇尚未言明，小王也不太清楚，毕竟圣意不容揣摩呀。大姐，这晚上风寒，二弟我会在府里等你归来。无论多晚，大堂门前，我定然紫铜暖炉候着你，一切放心。南宫煜狠狠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可知道他不待见他。南宫煜藏在袖子底下的手攥了起来。南宫煜丝毫不理睬南宫煜的不满，他到底是姓南宫的，这后宅阴司的事情，他可以帮助姨娘和妹妹偶尔使坏，也是无伤大雅。可南宫府濒临暴风雨的时刻，
他作为南宫府的南四，必然要考虑整个府邸的安宁。南宫翎看着这个眼神沉默的男孩，这还是南宫羽吗？是不是上一世他太片面的误解了什么？为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担当的男孩？好，我与父亲一定平安归来。二皇兄，今夜的事父皇已经知道了，还是忍耐一些。本王做错了什么？要被一个平民所羞辱？他是凌云阁的阁主，父皇知道森许和森宇来到帝都了。言尽至此，萧从再笨也知道为什么父皇要召念夏侯静了。怎么可能？他这样的人竟然是母妃心心念念的人，能帮他登上帝位的人，这怎么可能呢？萧从有一种底气被人家釜底抽薪吸走的感觉。严氏老夫人看了眼身边的崔月，崔月立刻走上前去。诸位可是要进宫？严氏老夫人，这是三皇子等待的东西，我家老夫人寻了来。有劳严氏老夫人了。大小姐，入宫不可提冷霜你。多谢芙蓉姐姐，替我谢谢祖母。如此，大家进宫吧。严氏老夫人，告辞。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此时萧荣已经在皇宫内城门等着了。阿静，许久不见，方才马车之上难得再见，不如一道。这是要让夏侯静撇开南宫翎。夏侯静感受到萧从和萧绝好奇的眼神，还有萧逸探究的眼神。大姐，这七皇子今日怕是要缠上我了，你且在后面走慢些，我说说话就来。不急，你们倒是可以好好叙叙旧。大姐莫要恼了，做弟弟的必然以大姐为主，等我片刻即可。有生之年见君如此，实则难得。本王今日里一身紫袍可好？本王平日里素爱紫色，偏爱紫薯，可惜隆冬时节却不能吃上一口。萧逸这么拐着弯说话，必然是想要透话，而他不想跟上次一般，被他猜到一二。怎么不回话呀？王爷自然有自己的审美之心，妾实则没有插嘴的地方，还是不提为好。说的也是，毕竟南宫大小姐身上的香与本王的香颇为相似，看来你喜欢淡淡的香料。香料自然是有所不同，毕竟您是男子香盘，我是女子香料。原来南宫大小姐对本王了解如此之深啊！你还说咱们没见过，又或者你买通了本王的下人，不断的去了解本王的喜好，莫非这就是女追男隔层纱的魔咒啊？王爷也知我娘是医女，更是可闻腥识香料的奇人，我随我母亲必然也不错吧。原来本王是自作多情了，只是银杏树下那金黄一片，你的眼眸之中充斥了很多，本王为什么觉得那种感觉像是累世的情缘？莫非本王的眼睛错了？也许咱们上一世打架斗殴，我技不如人，输给了你，以至于被你挥下一刀，给我了了一个冷清无心的今世。当真如此吗？会不会太凄凉了一些啊？不然又怎么解释四皇子对我偶尔一次的恶作剧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伤心？这难道不是孽缘不衰吗？是吗？我只懂闻香识香，你却知闻香识人，还是闻香识女人？闻香识人倒是有趣，但是本王似乎更懂得闻香识女人。他曾经痴心过，但是痴心的结果却是错付。他不愿与这负心人再有瓜葛。只是天空阴沉，他还没说什么，便感觉到脸上有了冰凉的感觉。冬日落雨，还是这皇宫殿前广场之中，周围没有仆人，更没有为他遮雨的油纸伞。他纳闷地抬起头，望向黑黢黢的天空。这老天为你这句闻香识女人而哭泣了，可见你这话说的并不真心，甚至伤了上苍的心。他本是一句玩笑的话，可是萧逸却从腰间取出那锦缎制成的扇子，放在了他的头顶上。冬日雪还没化掉，如今又是冬雨，当心雨落身上凉了你的手，冻了你的身，伤了甲乙丙丁的心呢。吃醋？当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可惜这话听着像是真的，只是却证明了真的假不了，而假的当然也真不了。期望殿下。他看了一眼身后的萧绝，这皇宫之内广场之上，萧逸已经为他以扇为伞。若是萧绝赶过来有所表示，那代表她就是一个妖女，竟然引起兄弟共争一女。你的心上人犹豫不决，可会伤心？伤心？从未交心，
又为何会伤心？在你眼里，我有招蜂引蝶的潜质。确实，你的甲乙丙丁颇多，远观瞧去犹如众星拱月，只是未免太过招摇，令人遗憾。招摇？我没有拜帖邀请，也没有月下盟誓，何来招摇？难道牡丹被人喜欢，便是牡丹国色天香过于妖娆？本王看来，你并不是牡丹，反而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艳红妖媚，美人心骨。哦，那我一举一动都是倾国了吗？这真是最好的夸奖。只是我这甲乙丙丁可有你，还会魅惑到你？其实，若是你想，本王倒是希望被你迷惑了心神，做个庸碌无为的男子，只怕你不愿呢。南宫宁的鼻尖竟然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竟然湿了眼眶。上一世他求了多久，都未求来他的驻足和温暖，这一世不求，却换来他的倾心相付。他告诉自己萧逸多么的可怕，也告诉自己他再也不愿原谅。大姐。泉水叮咚的男声从身后传来，南宫宁回过头，一柄伞已经罩在他的头顶。你难受？无事。还无事？你在南宫家的表现，不要以为本王看不出来，本王可是过来人。要是没事，何必是个双打的茄子？二哥跟你说，这个南宫岭就是个扫帚星转世。我母妃到底是会算人命格的，她可是算过的。二哥跟你认真的说啊，这种命中带克，实则毁了你的人生。你应该就好好琢磨这生辰八字，知道吗？二哥说的对，三弟一定要好好的合一下这南宫陵的八字。合八字？这种女人还是离得越远越好。你瞧瞧，这萧逸和夏侯静跟斗鸡一样的站在这里，还看不出来这个女人就是个招式的。你呀，还是离远一点，可别怪二哥没劝你啊。你这一身湿哒哒的，就为了给你大姐送伞，这未免太过姐弟情深了吧？各位王爷，真是抱歉，这皇宫的地面锃亮极致，却让冰雪覆盖。这雨水颇大，怕是鞋子已经难以防滑。若是阿静有声体统，海清海寒。南宫陵还没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却直接弯下身，快速的将他背了起来。大姐，这雨水太大，我们快些走吧。南宫陵的心中有一丝窃喜，一个男人能为自己舍得一身剐，也愿意时刻护着自己，不在乎这般做是否会为他招来不利。他只是任性而又率性的将他护个周全。他将头放在他的脖子上，眼泪巴拉巴拉的就流了下来。你哭了？我哭了？南宫陵愣住，他怎么知道？傻瓜，你的泪水是热的，雨水是凉的，唯一的暖流顺着我的脖子而下，我自然知道。再说我并非草木。你确实不是草木，只是一个见到女子就见色忘友的浑人。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当然帮你打伞了。你现在快下去屋里，让宫女们升起暖暖的炉火，再弄些热水，大姐怕是要冻坏了。喂，你才甩掉我那3个兄长就开始指使我了，你可知道我也是皇子？那你去还是不去？我去，我这就去啊！阿玲对吗？可爱的雨雨，倒是合适。夏侯静的眼睛眯了起来，显然不喜欢萧荣这般的跟南宫陵说话。嫂子，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准备好一切，保证您在这后宫之中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高床软枕、暖水热炉一应俱全。嫂子，你什么时候跟萧荣这么熟了？熟吗？一个王爷没有自称为本王，这不是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你这般不同？你也知道我母亲是谁，说是你还有童年的记忆，更该知道你的母亲跟宫中谁更好。南宫陵的母亲月城曾经跟宫中的一众皇妃都很好，而最好的当属孙贵妃。听说当年孙贵妃难产萧荣的时候，可是母亲前去接生的。传闻当年孙贵妃放出话，要将她与萧荣配成一对，就当成当年母亲月城的救命之恩。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却是不了了之了。我听闻孙贵妃要答谢母亲的救命之恩。萧荣与你毫无可能，更没有婚约。这相当于让他想都别想。啊，我知道了。这萧荣也算是书生面相，文质彬彬，倒是可惜了。我只是喜欢文质彬彬而已，亏得我刚才还浮想联翩。你喜欢萧荣那副模样？小鱼鱼，我的书生扮相不输给那萧荣。等我的容貌恢复之后，
甚至云国第一公子的名头必然属于我，你可信？阿静，你可是醋了？哼，你的桃花太多，烂了的杏花更是繁茂，我不能不放。不过，他嘴角邪魅一笑，一脚踢开房门，将他放下的瞬间，双手抓住他的肩膀。魔高1尺，道高1丈，你的杏花枝叶伸出1寸，我筑墙10尺；你的杏花枝叶伸出1尺，我筑墙10兆，定让你永久困在我的地界之内，难以迎风招展，更何况招揽烂桃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怕我？这里是皇宫，你不该如此造次。皇宫前厅的耳房本来就是给大臣和嘉宾正衣冠的地方，这雨天湿滑，陛下面前又不好失了礼节，自然要在这里稍作整理。如此私密之地，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吗？还是你期待着发生一些什么？你在想什么？想你真是胆大包天，竟然不怕这隔窗有眼，隔墙有耳，也不怕陛下治你一个祸乱宫廷的罪过。如果真是这样，你我一衣带水，怕是我无法逃离，你必然也深陷其中。真是这样，我怕是会心痛的。毕竟我挨罚无所谓，你若是伤了分毫，我怕是克制不住，会怒发冲冠，毁了一切。看来你真是胆大包天的主。为你，我从不惧怕任何事，我可不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谁让你是我的青梅竹马，而我又将你当作未来的媳妇儿呢？一衣带水。是啊，你我这么近，跑了一个，跑不了另一个，该怎么办呢？他的回应让夏胡静开心，这说明他的小鱼雨将心交给他了，对吗？这样的惊喜不亚于成为寰宇之内的人皇。对他而言，他用了几个轮回的时间，等待的就是他的这句话。而如今等到了这句话，他人生已经满足。这你放心，若是你我之间有一个要面临危险，活下来的那个必然是你，因为我注定为你赴汤蹈火，而地狱里面有我一个已经足够，你只要替我好好的活着，便是不枉费我如此这般待你。这便是爱情的力量吧，让人傻笑，让人感觉身处幸福之中。夏胡静。什么？原来我连名带姓的喊你，你也会不开心。看来你不只是一个小骗子，还是一个小捣蛋，真是调皮得很。你管我？若是有人知道南家的大小姐竟然是这么容易记仇的人，不知道你外面的那些烂桃花怎么想你。可惜啊，能一见我真面目的也只有你了。毕竟我在外面的风评可是好得很，可不会轻易给自己毁去了。是吗？看来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能见到你这般模样。你当然是极其幸运的，你既然招惹了我，就不能再有其他想法。是吗？是什么想法？你知道的。我好像并不是太清楚，怎么办？既然你如同那擀面杖一般不通气不灵光，我还是趴在墙头随便找几枝烂桃花好了，索性挑挑拣拣，还有一些不错的。我夏侯静说出去的话犹如铁板钉钉，怎么会轻易的放弃？你我这一世的姻缘，我没说结束，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结束。即便这一场缘分我说了结束，我的灵魂也会爬到你的身边，缠你生生世世，你休想逃离。他将他的下巴抬起，附上那冰凉的唇瓣，似乎要吞掉他所有让他不悦的话，也似乎只是想要品尝那许久没有尝到的甜蜜，让他朝思暮想的滋味。烛影摇曳，两人就这般拥着，仿佛天地间只剩下彼此，只剩下那缠绵难分的亲昵。点个订阅吧。南宫翎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气氛，看来他真的惹怒他了，让他竟然第一次这般惩罚性的拥吻，让他想要逃离，却始终找不到门路。直到他的愤怒渐渐熄灭，直到门外传来敲门声，他才放过他。下一次再让我听到你说找你的烂桃花，我定然烧掉整个桃林，让你连个花骨朵也找不到。合适？夏侯静的语气极其不好，
让带人前来的萧荣顿住脚步。你让内侍官抬水进来，其余人都出去。阿静，你隔壁的耳房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就交给工人们做事吧。不用，这耳房有我在这里当门神就好。你全身浸了雨水，你不冷吗？再说了，你不去自己的耳房，哪来的热水啊？大姐的热水即可，我这人不挑。夏侯静小气地挡住萧荣，只允许内侍官进入，将萧荣挡在了门外。不行，阿静，你赶紧去耳房去洗漱一番，陛下可容不得那么多时间等着你我。大姐，你赶紧去洗澡吧，我在这里候着，洗好了换我。他的眼神很是坚定。南宫宁轻叹一声，这还能说什么？只能点头，快速去清洗自己。你这清洗的速度倒是挺快啊，竟然如此快的赶来。萧荣被夏侯静这话噎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他这是招谁惹谁了？这阿静怎么一副防贼的模样？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萧荣怕是想破头也想不到，南宫宁不过是暗示了一句，竟让夏侯静小心眼的记住了一生。我这不是爱干净吗？再说我衣服湿的不多，自然正衣冠要快一些。话说阿静，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万一是有人说了不伤伯仁的话，你千万不要因此而株连了我这可怜的伯仁呐。是吗？这眼神像是试探。糟糕，真不会是谁说了南宫宁和自己的混账话了吧？他萧荣跟南宫宁这是第一次见，怎么会？莫非是南宫大小姐不小心踩了狐狸尾巴，让这九尾狐妖发了狂了吧？那真是冤死他萧荣了。我同你说的话必然是千真万确的话。我母亲是知幼氏。我知道。我有一个远房表妹，生得极好，以往总是藏在深闺，如今便宜你了。什么？你表妹？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亲是谁，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又不是不知道父皇多讨厌。才说到一半，就见到南宫宁走了出来，那芙蓉出水的模样让萧荣看呆了去。夏侯静直接伸出手来挡住他的眼睛，沉下声音：明早我要知道你的答案，是娶还是否？一句话。萧荣的嘴里发苦了，一句话，一天一地，一生一死，好吗？不过是看了一眼南宫宁出狱的模样，他竟然直接捂住他的眼睛。看来以后要离南宫宁远一些，有多远离多远。若不是知道夏侯静真实的身份和那不可撼动的实力，他真的想跳脚跟夏侯静一较高下。我先去跟父皇报个谢，一会儿太极殿等你们好。回见。你对七皇子怎么了？不是啊，他不近女色，看见女人就害怕。七皇子是断袖之癖。你离他远一些，防止他一旦哭喊起来吓着你。说起瞎话来简直是骗死人不偿命。夏侯静自顾自地走到里面去沐浴更衣。南宫宁似乎隐约听到了表妹这两个字。夏侯静的母亲如果真的是赤荣，那赤荣是上古神族之后，也就是说陛下这次召见夏侯静其实是打听一个人的信息，不然的话夏侯静为什么说血凤凰的事情？萧荣方才炸毛的模样是很怕夏侯静的表妹的，那代表了整件事一定是围绕着这个痴氏女子。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好奇七皇子为什么这么怕你。也许是怕我的真的伤疤吧，毕竟我这伤疤着实吓人。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入殿？若不是事事无止无休，我真想与你这般待着。走吧。听说南宫家节俭得很，姐弟共用一桶热水，这倒是有趣了。二位，所幸这热水不凉。而阿庆正衣冠的时候，七皇子正与大姐闲聊几句。夏侯静这话倒是厉害，直接将萧荣推出来做箭靶子。可怜的萧荣，真的是招谁惹谁了。不过想来也是，他出来的时候正巧看见萧荣拔高嗓子说着话，那话虽然只有什么这两个字，可是萧荣喊得十分的中气十足。但是那句话成功让萧绝和萧逸都从自己的耳房里走了出来，看了这一场热闹。七弟那句什么倒是喊得有趣，不知本王可否知道七弟因为什么像一只炸了毛的猫咪啊？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四皇子还想知道不成？哪怕是个笑话，说出来也是众乐乐的事情。众乐乐，四皇子真的想知道？眼下这殿内父皇和二皇兄正聊得起劲儿，这殿外后轩本就无趣，不是吗？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那不近女色的七皇子听闻大姐与他有指腹为婚的趣事，吓得逃了。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凌云阁的阁主不说，本王还真是不知道这样的趣事，倒也是笑话一桩。只是这话你如此说出来，不怕你维护的大姐让你落她面子？四皇子，正如我家阿静所说，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话，你何必当真？这自古以来，男女之间必然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父母之命势必要有婚平。正所谓以平为媒，这七皇子与我无凭无证，何来真正的婚约之说？是吗？看来本王多管闲事了，本王确实闲得很呢。四皇子作为皇家传令军，更是陛下的特使，我的私事不过是小事，不足挂齿，何须上心？确实是小事一桩，不过这笑话嘛，怕是有人要伤心了。若是方才没看错，四弟也对阿玲有了感觉。阿玲，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让凌云阁的阁主和四弟都上了心？这样的热闹不适合他萧决，他甘愿退出。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不介意做那渔翁。三皇兄，你觉得呢？四弟，本王与南宫大小姐不过是数面之缘，如果聊得投机也算是友情的话，那么本王与南宫大小姐确实有几分情谊在。但若是聊得投机不过是一种缘分的话，本王想也许算是缘浅情浅的缘分罢了。这话说的刻薄至极，不像是南宫府里那个赖着不走的模样。三皇兄啊，你这样说怕是真的要伤了南宫大小姐的心了。南宫大小姐，你煮的茶很香，不知明日望春楼是否还有机会再品尝一次？其实萧决也是怕的，怕南宫玲不懂尔虞我诈，将他婉转的保护当做了冷酷的遗弃。他不希望他误会，可又不能解释，只能期待互会有期。三皇子是我云国第一家公子，况且明日三皇子请了我南宫家的姊妹一起品茶，岂有不去的道理？他的话才说完，萧决揪紧的心舒缓了起来，可是萧逸却是不悦起来。南宫玲竟然没有失望，难道他对萧决没有心？那对夏侯静，阿玲交由你照顾，倒是麻烦你了。这话鬼使神差，让萧决呆愣住，更让夏侯静的神情由客套变得严肃起来。夏侯静看着萧逸，这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是怎么出来的？赵父大姐，本就义不容辞，至此以后也无需他人插手。麻烦永远是对别人说的，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责任。四皇子无需替大姐担忧。这话才说完，萧逸虽然自己也诧异这句话是怎么蹦出来的，却被夏侯静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语气给激怒了。这话的意思是南宫玲是好是歹都与他萧逸毫无关联，让他甭多想的意思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话如此大声，倒是叨扰父皇了。陛下宣旨，还不快快入殿？哎呀，四哥，你消消气，我给你说个秘密。萧荣在萧逸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萧逸先是一怔，然后又是一愣，最后是一呆，看向夏侯静的眼神极其复杂。你便是凌云阁的阁主？是。凌云阁是云国的壁垒，你如何看待这一场雪灾呀？冬日地凉，可否一坐？请上座。这戏台之上都有黑脸的和白脸来代表阴阳，自古便有阴阳调和，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坏，也没有绝对的好。那么以你之见，如何处理这件事最为妥当？挑两位皇子，一位做孤臣，让大臣知道收敛；一位做能臣，让百姓知皇威，便可两全其美。至于挑选哪些大臣杀鸡儆猴，挑选哪些灾民杀一儆百，在下实在不知。夏侯静虽然嘴上说着不知道，可是他将一个纸条递给了国君。国君接过纸条，展开看了起来，笑着点头。妙极，妙极！老七啊，你去做孤臣；老四你去做能臣。鉴于老七年纪小，还需历练，这一次老三你陪同老七，记住了，写够了就好，不可贪多，也不可毫无效果。是，父皇。萧逸俯下身感恩。父皇，儿臣明白。萧荣则是一副撒娇的模样。下面跪着的可是南宫家的大丫头啊。回陛下，小女南宫玲。朕若是没记错，你少年的时候曾被乐成送去拜师学艺了吧？回陛下，是的。看来朕的记性还算不错，只是你可学到了今天剑的本事啊。回陛下，小女占星术不佳，却不知道最近朱雀星亮起，恐挟凤凰出世。他终究是遵照了夏侯静的说法。你可知道血凤凰一出会有什么呀？回陛下，小女不知。不知？真不知？回陛下，小女少年拜师，因母亲重病早早回府，未学到精髓。乐成为你找了一处好的休息之地，你却白白浪费了，辜负了你母亲的天赋啊！算了，南宫家血脉是朕多想了，就此归安吧。如今天黑路远，
陛下恩典，诸位皇子和女郎就如右相房。诸位，请随咱家而来。在太极殿，陛下面前都可以区别其他皇子，能够得一席之地，可见夏侯敬的身份很不一般。只是这样的夏侯敬为什么甘愿躲在南宫家？怕是这里面还有什么必须在南宫家的事吧？大姐，你的房间到了，我就住在隔壁，若是有事直接唤我。你的身份可有什么说不得之处？小玉可是要问我究竟是谁？我很想解谜，你可给我解答谜题的机会？你但凡用心一些，必然会回想起来我是谁，我来这一世又是为了什么。而很早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是谁。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翌日阳光明媚，刚走出宫门的他，并没有见到萧绝或是萧逸，更没有见到那爱开玩笑的萧荣。在想昨日那些人怎么消失了？说到底，怎么都是臣，对方到底是君，还不止一个君，这礼数尚不可荒废。可是今天是腊月27啊，而3位皇子全部奔赴西南雪灾之地了。早上赶得急，便连招呼都没打。如此，便上马车吧。好。昨日我想了一宿，还是没有想明白你的身份。一宿没睡，你可知道熬夜对女子是不妥的？现在靠着我，快睡。可是我还……这话没有说出口，就被夏侯敬点了睡穴，也不知睡了多久，却让他睡得很是满足。醒了。我们怎么还在马车里？我看你睡得沉，便让马夫绕着南宫府转圈，转到现在，怕是有50圈了。50圈？这是睡了多久？怕是日落西山了吧？月关廊，檀香妹，车青青，雨青青，画迎春，开车门，听青青，观晴晴。这萧逸到底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主儿，竟然派人在这里堵我，还要给我一个难看。你是说，这一场堵车关廊的闹剧，是萧逸知道的？不是他，还会有别人？这云国开国之际就有堵车关廊的习俗，如今这堵车关廊关的是丑郎君，怕是会惹得群嘲。夏侯敬这般高傲的人怎么受得住？阿敬，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面相不好，自然要承受我不该承受的事情，逃避无用，不如泰然处之。要知道，强者之所以是强者，必然是心下强大，无人能敌。诸位怕是看错了，在下并非豺狼，更不是何狼，肤粉不白，容貌不俏，只有糙面一个。唉，我只当是哪家的谪仙公子端的一个倾国之貌，原来是一个毁容村夫。哼，当真是败了我等的兴致。我还以为是南宫家的公子出门呢，本想着白玉无瑕，却没想到是碎玉战朝，真是扫兴。看来我等手里的瓜果和彩带只能丢在地上了，亏了我手里上好的彩头，平白染了尘土。唉，遇到了丑郎君，怕是我3天3夜也别想洗干净眼睛了。你们瞧瞧，这女子怕是南宫家的大小姐吧？听说这南宫家大小姐竟然喜欢远房表亲，如今同进同出，倒是应了那些传闻。看看她的腰佩，还真是南宫家的女郎，一个嫡女啊，也不知道自爱，竟然与投奔而来的过继之子纠缠不清。唉，平白无故的低了南宫家的门楣。看来这嫡女还不如那庶女懂得规矩，知道规则，真是白下了南宫门第的出身，平白毁了自己。说是我认真，你们诽谤豪门，可入大狱。给我让开！啊，瞧瞧，你吓唬谁呢？好像只有你出身高贵似的。即便是别人家的高门贵女，也不见得你这般霸道。就是，我朝准许百姓点评豪门，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好的出身？可惜眼力不佳，竟然选了一个丑郎君，还是个过继的丑郎君。这关系真是逗人。霸道？我历来不知诽谤竟然是任意点评，怕是诸位没有好好的读我朝的律法。不过也难怪，毕竟各位花枝招展在外观郎君，却不肯在书斋里细细品读经典，又有什么笔墨可言？
无笔墨我丝毫不奇怪，可我奇怪的是，诸位竟然不知道拦截特使马车，特使有绝对的权利入狱判刑。南宫宁举起夏侯敬的腰牌，所幸那夜陛下给夏侯敬特使腰牌，目的就是让凌云阁的人出入帝都容易一些，而这特使的身份如今倒是可以被拿来一用。说风凉话的闺中秀女显然被这特使腰牌给吓到了，让开！人群听话地让出一个车道。金荣，赶车。是，公子。马车哒哒地朝着南宫府的方向疾驰而去。夏侯敬关上马车门，一把将他揽入怀里。下一次不要在我前面，我不希望你被别人的口水淹没，更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不好的措辞用在你身上，知道吗？我只是想帮你。我一个男人被一群女人吃下讥讽，本就是无关痛痒的事，我受得住。雅晴，我不喜欢你这样，你一直保护我，为什么不让我保护你一次？你这刀疤，我一定会用最快的时间为你修复，定会让那些讥讽你容貌的人看清楚你的容颜。盛世美颜，岂是倾国倾城就能轻易描写的？看来我容貌未曾恢复，你便知道我长什么模样了。你是静明，静明是仙人之姿，绝美之貌，岂是人间男子所能比拟的？我自然知道你的容貌。我很荣幸你能这般在乎我。上一世我怎么就那么傻，都没有对你告白，让你白白入了那白眼狼的圈套。若是早些说出口，想必上一世也不会含恨而去了。上一世含恨而亡，这一世你我要相互扶持，定要走一个长长久久。有你陪着，只会盼着白头偕老，又怎么会企图早走一步？即便是那黄泉路上，我也要走得慢一些，等你缓缓而来，与你携手同去。这一世我牵了你的手，必然是不肯松开一根手指头的，你可知道？我知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脸本是明珠如尾，却蒙了尘，让人认为是霞。瑕不掩瑜，还是瑕不是尾，瑜不是尾，终究成了药师之尾。你是尾，亦如那凤，即便雏鸟像极了白鸟，可振翅高飞之际，依旧是那浴火重生的凤。而我相信，你必然可以成为那药师之尾。有你这句话，我此生足矣。此生足矣。夏侯敬，你如此满足不成？那你想怎么样呢？若没有生生世世，不要来纠缠我，我怕一世之后，下一世终究是伤痛。你可知道这世间有一处，人们常说却并没有见过三生石，若是你想看，我便带你去，如何？三生石真的存在吗？既然你迟疑，不如随我去看看吧。金荣，3点钟。是，公子。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个世间真的有三生石吗？真的有三生三世吗？三生三世，好问题。咱们上一世，你得而不受，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求而不得，终是剖心挖肝死不休。这一世，你终于回心转意，我也终于先发制人。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是2世的情缘？那三生三世，这第3世又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吗？跟我走吧。夏侯敬故作神秘的一笑，感受一下，若是你我缘分够深，便能感觉掌下这石头的温度，甚至有点点的泪痕，那是你我3生情缘的诉说，一种有苦有甜，有悲有喜的爱情。他的声音仿佛催眠，让他慢慢闭上了眼睛，如他所说，安静的去体会这石头的3生情缘。默默的，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情绪波动，仿佛是累世的情缘加诸在一起，让他难以承受。这种感情如此的强烈，不是他现在有的感情，更多的像是很多很多次的悲伤凝聚而成的忧伤。这便是三生石吗？三生石，三生路，必然有感情中所有的喜怒哀乐，更有那阴晴圆缺。以我如今的甜蜜，会不会甜蜜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就是一场哀怨？这世间本就是阴阳互换，我们太幸福了，会不会便会……有我死缠烂打，你不会体会那悲伤，
而我也不会是那悲情的源头。只是，你若离开我，那会怎么样？哪怕不择手段，哪怕负尽天下人，我也要将你锁在我的身边。我带你来只是告诉你，这三生石上必然有你我的名字，并不是让你觉得这是一场先甜后伤的爱情。我不愿，也不舍你的悲伤。我信你我的缘分并不会这般，我信。这么好看，傻瓜，点个订阅吧。夏侯静从腰间拔出那惯用的长剑，在三生石上刻下夏侯静和南宫翎6个字。你我将手放在彼此的名字上，至此之后，你我的幸福交予对方，彼此的心由彼此守护，你看可好？阿静，谢谢你。他的眼角处有泪花在涌动，他总是这样，让他感动得无以加负。傻瓜，只要是你幸福的，我甘之如饴啊！难道你不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吗？我夏侯静心尖上的女孩可不是个会红眼眶的爱哭包。你可试过从天而降？夏侯静起了一个玩笑，却把南宫翎第一次吓得尖叫不止。什么从天而降啊！啊！夏侯静，你这该死的！啊！南宫翎简直不敢相信，这山下有一处类似断崖的地方，而他竟然径直蹦了下去。这山底是我的秘密宅院，要去我的山中草庐饮一杯否？这里是你的居所？想来也是，夏侯静来到他南宫府也是16岁了，16年他都是怎么过的，在哪里过的？当年有人追杀赤荣的时候，夏侯静又是如何被陛下雪藏和保护的？你这一处倒是像极了世外桃源，你可真会享受。人活一世，不就是要活得闲情有度？能有一处宅院，几碗淡茶，几处薄酒，人生之美尽在于此。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尖上的人，与自己共话桑麻。公子，莫不是又有哪家女郎前来与您窗前对诗，月下风华？那女子慢慢走来，一把七弦琴在他的怀中。你这次要在这里住多久？你身边的这位姑娘，你打算玩闹到什么时候？玩闹？木兮，久别重逢，何必这般让我的女人为难？你的女人？难道不知回巢的燕雀也知道什么叫做归家了吗？倒是有趣。只是这个姑娘，你又是何处寻来的宝贝？宝贝？他南宫翎还是物品不成？什么宝贝啊？哎，我哪里来的宝贝？木兮，你怎么？不是吗？若不是宝贝，你这流浪的归雁，怕是永远是那不肯回头的浪子，还能知道什么叫做尴尬。你的女人倒是与你般配，只是可惜她身上死气太重，戾气太狠，怨气滔天，恐怕会损伤你的福寿。你当真不会？我定下的女人自然不会后悔。你这泼皮猴一般的人，倒是习惯了这般。既然你决定了，我何必多言？南宫翎心中对着木兮是好奇的，他竟然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吗？不然怎么知道自己死气太重？莫不是真的会读心术？夏侯静望着南宫翎，刚想伸出手去安慰他，却被一颗棋子打住了手背。我这斋中不是男女之情，少些情不自禁为好。这里也是我的住处。滚回你的墨宅斋去，这白药斋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南宫翎感觉到内心有一瞬的难受。为什么这黑对白，黑药对白药？难道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对，而他真的不过是一个第三者？他是不是介入了人家真正的青梅竹马？他是不是插足了人家的亲密无间？不然怎么解释这木兮和夏侯静这般的亲密，有这般的熟人？他走到一半，甩开夏侯静的手，抬头看向那墨药斋的牌匾，这字娟秀文雅，像是那女子所写。他要毁了一切那女子的痕迹。如果他夏侯静真的把他当做那心上人，他就试试夏侯静的真心。阿静，什么？这黑药斋3个字写的不够霸气，你写一个如何？小雨雨，你可是吃醋了？我错不错那是我的事情，你留不留是你的事情。不过留字不留人，留人不留字。小雨雨，什么时候你这般幼稚啊？跟一个牌匾闹上了脾气，这可不是我心目中的小雨雨哦。我倒数10下，你选择结果。我说小雨雨，你一定要这么10。小雨雨，其实这牌匾挺好看的。9。小玉，这牌匾就算做好也要时间的。8。不如，你不要再数了。其实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看的。7。你看，小雨雨，你不要这么任性嘛。6。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一个牌匾如此惹你不快吗？5。
哎，我才回到自己的小窝。4。小鱼鱼，你让我想一想可好？3。哎呀，小鱼鱼。2。你丢上去吧。我的小鱼鱼说拆，我马上拆。这匕首充其量不过是戳个洞，我要的是拦腰截断，一刀两断。说着，他将腰间那绑在腰间的软鞭取了下来，直接甩上去，咔嚓一声，一刀两断。这坠落的牌匾正好断在那黑和药之间，这种感觉像是一下打破了刚才让他险些窒息的距离感。他满意的弯起嘴角，也不管身边的夏侯静是什么表情，甩开衣袍往里走去。我这般任性和霸道，你不生气吗？我这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看你笑颜如花，你若是笑了，那便是晴天，而我也会跟着你的笑容飞扬心情。你开心便是我开心，自然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只要你的脸上不消失那耀眼的笑容。果然情话是令人沉迷的，让他心花怒放。你嘴甜，可惜做事不地道。怎么不地道了？我不喜欢这里的配色，如果不麻烦改成我房间那般的配色如何？反正你喜欢红色，我也喜欢。按照你房里的配色，你确定？就像你说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成功就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活出自己的活法。如今我正在体会，难道你不想继续宠溺我，去感知这种乐趣吗？他望向他，仿佛他说一句不是，他就能拂袖而去一般。这般的任性，如此的不讲道理，却没有惹怒夏侯静。只是你确定要在这里常住？这里虽然冰霜烈烈，这屋内怕是坐落在地心温泉之上。我甚至能够嗅到这房内泉水的硫磺味道，这种味道宜人，却不知为什么没有那浓浓湿气。想必有能工巧匠做了一些处理，让这里四季如春，仿佛一直供暖不断。而这里必然是一处世外桃源，只有那冬日少衣的仙人最适合居住，也最是适合我这冬日怕冷的灼人藏匿。你若是灼人，想必我也正是那真正又浑又浊的人了。正巧咱们这样的人能够凑成一对，彼此依偎。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方才在木樨的斋里可是怒了，我瞧你这小嘴儿都快染上了醋味了。哎，不对，这弯起来的嘴角都可以刮酱油了，该是多委屈啊。那木樨姓姒是痴，若是你还记得那皇宫之内你芙蓉出狱的时候，那七皇子萧荣大惊失色的模样，该是猜得到我做了什么好事。她是你的表妹？对，姒姓，痴氏，名木樨，我的表妹。她在这世上，我是她唯一的亲人，也是她最亲的哥哥。你该懂啊，我的小鱼鱼这么聪明，该知道萧荣为什么大惊小怪了吧？你不会将你表妹托付给了萧荣吧？我倒是哪里得清净之所？哼，你倒是会选地方了。这是谁？怎么也是喜欢红衣的？不然呢？这里大隐隐于市，最是安静。三玉跟我说你选择这里，我还不信。如今看来，你还是那般，非要选择一个热闹之处，玩出一点花样不可，一点也不安分。听说这就是住在你心里的女人，倒是可惜啊，如此好皮相，却被你拉去东躲西藏了。难道这个人就是森许，人称修罗的森许，百里帝俊吗？东躲西藏，若是论起这个词汇发挥到极致的，怕是非你莫属了吧？我倒是听说这无极天山那女子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话不多最合适。我的话历来是不多的，只是可惜啊，我这手却是历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尤其知道那女子是我家小鱼鱼的亲人，我就克制不住。你做了什么？我倒是说呢，这满地不见你厚重的脚步，竟然是藏匿在这里来了。那女子仰头喝了一口酒，晃动着手里的银铃铛，颇为自在。哟，我家小师妹也在这里，这倒是齐全了。你怎么追到这里来的？你真以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雁过无痕的笑话？只要是有活物经过，不管是人还是其他，我从未跟丢过。我说小师妹，师父还说你最近灾星照空，让我和我家那个不着调的魂球来看看你呢。没想到你倒是会躲，不过那个魂球估计白跑一趟。看来这杏花酒那魂球输给我了。魂球？南宫绫扑哧一笑，
这么多年过去，师姐还是没变，依旧和师哥是这般玩闹的感情。叶无题，你已经追了我3天3夜了，你不觉得烦吗？烦吗？不觉得呀，看一场猴戏倒是有助酒兴，左右我还没喝够呢。叶无题笑眯了眼睛，手里的铃铛猛地甩向百里帝俊，这银铃铛直接绑在了百里帝俊的脚踝上。你给我施展了什么妖术？给我解开！什么妖术啊？无极天山的银铃本就是仙家之物，如今绑在你的身上，倒是匹敌了。你知足吧，要不是那个混球说什么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嫌弃你满身汗臭味，你今日里啊就不是银铃缠身，就成了那豪猪坠入陷阱，非要五花大绑不可。你该知道，这一次是无极天山和我凌云阁的一场能力角逐吧？你更该知道，这是公平的角逐，不该这样耍赖。这一场游戏从你凌云阁进入钱塘帝都开始，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也吹响了号角。如今是你技不如人，怪不得他人。再说，你不该感谢我的仁慈吗？要知道，我家那混球要是在的话，一定给你脸上画上王八，在你的衣服上画满了小乌龟，到时候你就做不得人了。阿静，你来跟这个女人说。怎么说不过我就要找人帮忙啊？森许，修罗森许啊！此时的百里帝俊已经是炸了毛，他抽出随身的索命流星匕首，朝着叶无题奔了过去。可惜百里帝俊没有弄明白叶无题的身手，他以为叶无题不过是跟踪术极好。南宫翎刚想出言说一下，却被夏侯静以手捂住了嘴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难道没发现百里帝俊对你这师姐有异样的情愫吗？小雨雨，这个世界上能让百里帝俊讲道理而不动手的人，你师姐是唯一一个。所以你就不要做那棒打鸳鸯的人了，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你觉得呢？好。他点点头，因为他看到那百里帝俊已经在交手100招之内被叶无题一条银色丝带给捆住。这寒冬腊月，我本想给你留点颜面，毕竟凌云阁阁主面前，你这副阁主还是要有些气势的。只可惜你非要自找难看，那我就爱莫能助了。话音才落，叶无题直接提着百里帝俊就朝着半空中飞去。远远看去，这百里帝俊就像个蚕宝宝，被叶无题拎在半空中，随着他的腾转挪移，几下的功夫消失不见。怎么，舍不得？刚才师姐说钱塘城门进入的开始，无极天山和凌云阁的角逐就已经开始，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小玉玉，来喝了，暖了喉咙，我便告诉你。你烹制茶的手艺倒是不错。为你烹制不费些心神怎么行？哎呀，这里有茶香啊，妙极妙极！这男子手里拿着一把折扇，眉间与那叶无题一般，都有一颗红痣。他的黑发用着道人采用的道冠高高的竖起，让人看上去便是一个仙人一般。枉费我侯在南宫府3天，原来我家的小师妹早就来这人间天堂之地了，果然是会享受的人。话说，这空气中那九妖来过了？刚走一步，带着百里帝俊。这黑药宅本是个茶香为美的地方，如今被那九妖熏透了屋子，哎，平白浊了。叶明，你还打算跑吗？这是百里红妆。哈，跑？我没打算跑啊，姑娘。你说你整日跟着我，我睡觉你跟着我，吃饭你坐在对面让我食难下咽，我即便如厕你也要站在我的茅厕之外，吓得我差点把我的臭臭给憋回去。你这是何苦来哉呢？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一定接受你的好，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你如此平白无故的当个隐形人。不要废话，叶无题既然是盯住了我哥，自然我要盯住你，如此才公平。废话？我哪里废话了？你说说你看到了我的真身，看到了我的真容，你就不怕我到处嚷嚷？
我让你嫁不出去吗？再说了，人家的清白都被你看光了。小师妹啊，你不知道啊。叶明还想说什么，却被百里红妆的一个飞镖给击退。离南宫姑娘远一些，非阁主同意不得靠近。哎，我说女妖大人，你这无孔不入也就算了，还要时时刻刻的盯死我，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再说你上次坐在梁上看着清水之下的我，你不觉得害臊吗？清水之下的叶明，这画面南宫宁不敢想，真的那么劲爆吗？再废话，我割了你的舌头。哎呀，你瞧瞧，你这般又臭又硬的脾气，竟是说出来吓唬人。难道你不怕我一个认真出手伤了你吗？我这个人一向是怜香惜玉的，更是对女子经不起大小声的。你可不要破坏了我叶明公子的好名声啊！哎，小师妹，你给评评理啊！你师哥我20多年的童真就被这个妖女就看了去，她不肯负责也就算了，哎，整日里对我是喊打喊杀，哎，这也就算了。最令人生气的啊，就是我看哪个姑娘一眼，她非要打我，哎，你说，哎，没打着，对，哎，你说她既然对我有了情分，又不要对我负责，还不准我去看那一片的姹紫嫣红，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你说对不对啊？啊！再胡说八道，当心我让你就地湮灭！来呀，有本事逮着我打呀！叶明几个翻身站在了屋顶上，对着百里红妆做着鬼脸。百里红妆一个助跑，直接朝着叶明飞去，而伴随着叶明那欢乐的声音，这一对也消失在了南宫宁的视线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过是匆匆一见，又消失不见，一种失落感在他的心底荡开。方才百里兄妹和叶家兄妹都来了，倒是有趣。知雨出去买米粮的时候，探子给你的回信，似乎与我有关。莫不是我要去这西南雪灾？西南雪灾，距离上一世消融广开杀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难道上一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西南雪灾，若是你去，必然是一片鸡飞狗跳，那里将是生灵涂炭的模样。你真的想去？我的宿命自然要我本人亲自去完成，才是不枉此生。再说，你不是已将我托付给了一个人？你倒是知道得快，又是占卜？是占卜还是八卦，怕是你比我更清楚吧。那我是要如何帮你？自然是保我一路平安。毕竟这红妆和帝俊被那无极天山的人烦着，怕是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暗地里护着我了，只能由你另调高手。那西南雪灾的灾民之中，有不少是赏金猎人，此去怕是要经年难以再见。我是要为你费些心了。夏侯静从身后取来一个木箱，这木箱子拉开，里面摆满了竹制的令牌，而令牌之上是一个又一个的名字。狼牙这个地方人才辈出，就诸葛恪吧。那诸葛恪少年时取得了怪病，是我用吃食的秘法救活的。如今你有难，那诸葛恪又是欠了我的情分，就让他来做你的影卫吧。如此甚好，只是诸葛恪是个冰山之人，我本就是那雪山上的冰莲，怕是一路上会相看两相厌。所幸那诸葛恪奉行心里美便是灵魂之美，你这番模样，他必然拘泥于男女之情。若是你以黄脸示人，改头换面，定然会让那诸葛恪只保持君子风范，圆了我对他的恩情。让赤木希扮丑女吗？真是足够的狠心，果然是一张黑纸。有趣，你的女人再说你黑后的心肠像一张黑纸，你当真如黑纸一般。黑纸？南宫宁的眼睛瞪大，赤木希真的会读心术？他不过是想想，这赤木希竟然能够看个分明。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的女人很意外，莫不是把我当作怪物？他不知你的天赋，也不知吃食后人的天赋是什么。让宫商拿着这个去请诸葛恪，而知雨跟着你去郎中。你呢？自然坐山观虎斗，我这人习惯了坐收渔翁之利，可不喜欢目睹那鹬蚌相争，毕竟太过血腥的东西
有碍观瞻。南宫宁不自觉地想到，这话说的让赤木希的脸色都不好了呢。都是在帮我报复赤木希吗？就因为他对我略有微词吗？你的女人正在幸灾乐祸，与你为她报仇而沾沾自喜。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厚黑的心肠，比那黑纸还要黑上几分。算是我方才胡思乱想了。抱歉，本神君除了能让我的女人少些胡思乱想以外，其余人，本神君真的莫可奈何呀。你就当我是1000年的桃花，万年的狐妖，专门吸精夺魄，让你们这些美娇娥非君不可，非我不行好了。哼，这自恋，南宫宁都为夏侯静不好意思起来，真是脸皮够厚。神君，你倒是敢说，天赋还没启迪到那个地步，也敢尊称其位，你倒是胆子不小。双鹰龙的毒，我找到了解决方法，你怕是还要等些时日。有劳你了，阿妹。这世上，若不是仅剩你与我有些血缘干系，我也懒得与你如此计较。有一味药需要你亲自寻来，那药在无极天山，至于怎么取来，命是你的，你悉听尊便。夏侯静从锦囊里取出来一个纸条，上面就写了2个字：砭石。这砭石不要也罢，左右就是阳寿少些，也无其他。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那表妹不是跟你说，这砭石可以治疗你的双鹰龙的毒吗？既然有希望，就要付出努力，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会失败呢？不尝试，怎么知道会失败啊？倒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小玉玉，你有些记忆是破碎的，我还不怪你这般口无遮拦。我不明白，我只是想与你去努力一把，为什么就成了口无遮拦？无极天山，整个山便是一座药物的宝库，宝库之内奇珍异草俯拾皆是，可治疗我毒物的便是却是极其珍贵的，甚至用之便无的。不管如何，事在人为，我相信你说的宿命。既然上一世宿命让你少年夭折，这一世在这个岔路口必然是让你长命百岁。你没有想过，怎么知道不可能？若是你知道这便是你无极天山的镇山之物呢？即便是上古神物，只要能够救你，只要不让你我此生无疾而终，我便会拼尽一切赌一赌我的宿命。我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电流过深的感动了，如今小雨雨，你倒是让我越发的情不自禁了。怎么办？你竟是这般待我好的女子，让我越发的舍不得你了。这一生你如此待我，我必不负你。以我之命起誓，若我负你，再不为人，永生不见。以我之命盟誓，若我尚存，以我之姓冠你之名，即便是那冰冷的石碑上，都是见证着你我的生生世世。我只想让你知道，哪怕有天你躲开了我的怀抱，我必然天南海北，天涯海角，只要你在，我必然以命相随。哪怕你拒我于千里之外，我也会如影随形，绝不会让你落单。夏侯静俯下身，吻住那朱唇，品味那让他心动和感动的美妙。阿静，我们到底还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这样。洞房花烛夜，小灯柯最是美人心。可惜我只能待到那年花好月圆了，是吗？我罢了，既然这一世我定下了你，早一些晚一些又有何妨？你只要记住，你已经盖上了我夏侯静的红章，无论是谁都不可能越俎代庖，更不能取而代之，明白？明白。真乖，有你真好。小雨雨，我这人认定了一个人，便是一生，犹如孤狼寻找伴侣，一生一世，只取一个。真是奇怪，我明明不难过的，却被你说的眼泪都不断了。原来情话过于深情也会让人落泪，这算不算是喜极而泣啊？我的黑宅桌都被你拆了，还有什么我是舍不得的？我既然允了你，必然诺于你。我们从皇宫出来，半晌不见人影，不知道南宫府可会寻人？眼下这南宫府还没有人顾得上追究你为何迟迟未归，可是若是天黑入府，
免不了被人闲话。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马车缓缓驶入南宫府门口。祖母，阿玲归来迟了。哎呦，大丫头回来了就好。南宫羽红肿着眼睛看向南宫玲，这贱人没有在皇宫内死掉，这怎么还全须全尾的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如何，这贱人来得正好，正好帮他挡灾。阿玲，你父亲不在，还是要你拿个主意了。大姐，这凤栖屋我住的不是多么习惯，而你那恒无院却是个清静之所，不知今晚我可否与你换换？换换？方才进府门的时候就听下人说，这萧从饮酒过多，醉倒在了厢房里。这凤栖屋怕是晚上要不清静了。怎么，想让当年失贞的事情再重演吗？而这一次的男主角不是一个甲乙丙丁的路人了，成为这熊一般憨厚蛮荒的二皇子萧从。这算盘打得倒是极好，可惜他还是那个唯唯诺诺之人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凤栖屋，这凤鸣之所，我这乞丐之命的人怕是高攀不上，毕竟德不配位，容易招灾。我看大姐这是说的哪里话？这凤栖屋以前可是母亲的住所，若不是那得道高人给了我1个上千，我又如何占据了大姐本该住的院子？那院子虽然是母亲多年的住所，可是小妹你也住在那里多年了，突然搬走，可是有什么缘由？其实也没什么原因，只是听说这恒无院长了一株极好的恒无草，那恒无草本就是香草，我恰好在提炼香料，为宫里的贵人们增添喜气。南宫羽到底是聪明，抬出这皇宫内贵人们喜欢香料恒无草。他满院子的恒无草确实是云国最好的品种。说是提炼香料，我为小妹准备妥当物件，随时打开大门迎候你便是，何须搬了住处，平白让下人在这年关折腾？祖母，这恒无草有助于睡眠，孙女儿看您整夜难眠，想为您做些事。大丫头，你的主意呢？我这恒无院认识谁都不可能抢得去，可若为祖母，即便是拱手相让，我也在所不惜。大丫头这般舍得。凤栖屋当年是我母亲亲手布置的院落，虽然如今差强人意了些，到底是母亲的心血。大姐，既然说定了，便不可心生悔意哦。祖母在，你亲自说，自然不会后悔。只是小妹，这换过去，可是不会再换回来了，你别心生悔意才是。大姐，说好了就不许悔了。那击掌为誓如何？当然好。啪一声，两人第一次击掌，只是这击掌的瞬间，两人的视线是锐利的。点个订阅吧。回到恒无院中，南宫玲正在看着丫鬟们为她收拾的物品。阿静，你这是在笑什么？我听说有一个词甚好，不知你可听说过？这个词儿叫做假凤虚凰。可惜我是一只真正的凰。我这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善茬，而我听说那萧从今晚会夜袭，所以我打算让这路变一变，也让那假凤得不到那虚凰，也就没机会成为那可能登上宝座的雌凤。再说那虚凰不过是雌凰，这落嫁的凤凰往往是不如鸡的。那萧从后院满院姬妾，这鸡如同那鸡，倒是应景，这词儿发音也通。怎么大姐，我说的不对？也不是不好，只是这南宫府必然要染上一些不光彩了，有些惆怅。上一世我做了弱者，被强者践踏成泥，分食殆尽。这一世我必然要成为那强者，看着践踏我的人碾碎成渣，消失殆尽，那才公平，才符合莫失莫忘，才配得上铭记铭心。大姐上一世的良心早就被狗挖心，这狗吃了良心，必然只剩下无心无情。哼，这冬天了，有些冷，最适合吃些狗肉，而我不介意亲手宰杀几只，炖上一锅。先是鸡零狗碎，还是人模狗样的，亦或是狗仗人势的？必然是人模狗样，误了世人的眼的，
平白得了称赞的。看来这恒无院必然要用上那手炉了。我这儿有一手炉，倒是可以与那迷迭香杂糅。你这是让人昏睡吗？虽然安神，却也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成分，那便是与这手炉有一定的事情。大姐，这里多少有些冷，且去我的院落清静清静。那话中有话，他又岂是一个听不出个分明的蠢笨之人？这里确实是灰尘飞扬的，那就去你那里讨上一杯淡茶。我的住处自然常被乡民待大姐到来，岂能用讨这个字儿？大姐的客气让人生分了呢。好，你说什么便是什么。我倒是想看看那让人安睡的手炉如何的巧夺天工。那就随我走吧，定然让大姐不虚此行。南宫翎才走入夏侯静的草庐之中，只见一人匆匆跑来，这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容貌，便与他擦肩而过。而夏侯静此时手中多了一个纸条。你那庶妹倒是有几分智商，只是可惜，我不打算给她留一条全身而退的退路。莫非我那庶妹找了什么替身？上一世南宫翎亲眼看见一个跟南宫玉长相相近的女子，说是仔细看那女子的容貌，与南宫玉有8、9分相似。看来小雨雨对你这庶妹还是有些认识的。若不是因之，如何复仇？只不过这一次，他怕是要希望落空了。若是无那影子一般的替身，我倒是要瞧瞧这神女一般的人物还有什么本事。我的小雨雨迫不及待的要看她的下场了。我不过是按照你告诉我的，想要成为那想过着自己生活方式的人罢了。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做顾盼生辉，如今我怕是被你潋滟声波的秋水荡开了心湖，难以收住那涟漪了。怎么办？他突如其来的情话让南宫翎呆住，他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说这话？小雨雨很惊讶，以前我觉得呆若木鸡是一个反义词，如今倒是觉得小雨雨真的可爱。你以后少不得听我这情话，这么容易羞涩怎么行啊？你说这里有个奇特的手炉，我是看手炉而来，你且与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难道促进你我的感情也叫乱七八糟的？你唤我来，而我跟来，可不是在这大白天被你戏弄逗弄的。可我明明看到我的小雨雨被我突如其来的话撩得心花怒放。谁说的？我只是来一本正经的看你说的手炉罢了。那我便一板一眼的跟你培养感情，升华爱意吧。他的话让南宫翎的燥热又上升几分，这家伙怎么又开始不正经起来了？而他怎么没出息的越来越喜欢被他撩了呢？这是病，得治，还要治愈，不能被他带歪了思路，走错了道路。阿静啊，我是你的大姐啊。你是我的小雨雨。这里是南宫府。不，这里是我的药炉，最安全的地方。你可知道我那庶妹随时会过来，哪怕是隐藏，你也要做到收敛。我这人一向喜欢玩火，却不喜欢自焚。凡是看到我玩火的，要么陪我释放一场火海，要么葬身火海。而你是陪我的人，闯入这里的第二个人，必然是被烧成炭灰的蠢货。我是南宫的嫡长女，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放大化的，你不该。我在自己的地盘，当然我的地盘听我的呀。可你也要知道，有些时候不能随意的。不能随意的如何？不能随意的。小雨雨，你害羞的样子真是可爱，只是可惜啊，有人煞了风景。这话刚说完，却听到夏侯静从袖口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手炉。大姐，我这个手炉是当年我那云游的师傅赠予我的，说是任何香草晒干碾成盘香之后，可以产生世上从未有过的香气，很是奇特。如今我借你瞧瞧。夏侯静将方才逗弄南宫翎的表情一改，变得恭恭敬敬起来。那献宝的可爱模样，与方才浪荡公子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啊，有这般蹊跷的手炉，不如借给我看看如何？而夏侯静则是若有深意的一笑，立刻回过头，仓皇的想要藏起这手炉，却被南宫玉小跑了过来，硬抢了过去。这手炉倒是精致，阿静你来我南宫家也有些时日了，不如将这个赠我玩几天，再还你。夏侯静显然不想借给他，更不想赠给他。怎么，舍不得呀？这是我打算赠与大姐的，怎么能给你抢了去？赠与大姐的？为什么不能赠给小妹我呢？莫非你和大姐之间……那怎么行啊？我还打算让大姐接受这礼物，好去除我这恼人的伤疤，能够娶得上媳妇儿呢。除去刀疤？这伤疤有些年头了，怕是难喽。可是大姐在无极天山学过艺，必然如何？即便大姐没有拿你这手炉，依旧会帮你尽力除去这刀疤的。倒是我，却需要这手炉为祖母研制一些熏香，
这才是大事。除非是祖母派人来说，这首颅赠予你，即便是拼尽了我的所有筹码，我也要追回来。这是我的老婆本儿。是吗？老婆本？哼！若是我没记错的话，那四皇子好像说你是凌云阁阁主吧？云国第一组织的阁主，会穷的只有这个老婆本吗？哼！你当我是3岁女娃吗？我本想着，终究是住在南宫家，这南宫家的二老爷又是这般的照顾我，到底是一家人，便不想生分了去。你既然提出我的身份，那么将这个还我。还你啊？正如你说，这里是南宫府，你受了南宫府的情分，与我与南宫家的子嗣是兄弟姐妹，自然要谦让于我这最小的妹子才是，怎么可以这般小气？若是你敢，就跟我硬抢；若是你不敢，就随我玩几天喽。夏侯静以手按住另一只手的指关节，咔咔作响的声音伴随着他压着怒气的模样，竟让南宫玉得意地笑起来。哼，你要是非要不可，那你就去祖母那里说一声，看祖母让你什么时候来取。南宫玉搬出严氏老夫人，让夏侯静那想要恐吓人的模样瞬间偃旗息鼓。成，你狠！我现在就找祖母，明日清晨，我定会在你的恒芜院门外等你还我。那你去问吧，我等着。唉，现在这天有些晚了，你也不用送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说实话，你的欲擒故纵演的真像。像吗？至少让我那庶妹以为你是绝对舍不得的，而且当作至宝，非取回来不可。更让她以为她靠着自己的本事真的抢走了你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演得很真？若是不这般，她怎么会今晚就迫不及待地点上那熏香？毕竟南宫玉酷爱百合的香气，可是你那满屋的恒芜草配上一种药草，会让她产生终身难忘的记忆。你放了什么草？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儿，不过是阴阳货罢了。阴阳货？你真狠！这阴阳货可是能改善男子阳痿的一种奇特之物，而百合更是催情的香料，而恒芜草是让人昏昏欲睡的香料。这两种香料伴随着阴阳货的药用，这催情之物简直比春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是那种让南宫玉半睡半醒之间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春梦缠绵的药效。上一世他便是被下了蒙汗药，醒来的时候他被指与人私通，虽然那是子虚乌有，不过是看着与男子同床共枕罢了。可是这夏侯静的药物却是会让南宫玉颠鸾倒凤的。狠吗？记得那场血仗我就说过，这里不怕麻烦，为了你更不惧后果。既然上一世李会云用这样的法子将你驱逐出府，那么这一次以彼之计还施彼身。看来我是该期待明日一早的那场闹剧，你所说的粉墨登场。我设局，人模狗样的杂碎入局，由大姐结局，这便是我赠予大姐你的礼物。你待我如此好，竟让我无以回报。若是真的无以回报，不如以身相许啊，我不介意。南宫翎干脆地转身落荒而逃。夏侯静倚着门扉，看着那一路小跑不见踪影的女子，嘴角弯起弧度，笑容中填满怪异。点个订阅吧。夏侯静从严氏老夫人的房内走出来，脸上一副烦闷的模样，捡起石子，朝着冰湖丢着石头。身后一个满身酒气的人走了过来。哎，你便是母妃所说的夏侯公子吗？那日多有得罪，还望夏侯公子海涵。二皇子，你这是宿醉醒来？夏侯公子见笑了。本王不过是小睡片刻。话说这日子怕是过了晚饭时刻吧？怎么一人在此地啊？我有一心爱之物，被小妹抢去了，自然有些烦闷，出来透透气。哦，小妹，可是南宫玉？哈哈哈！夏侯公子既然如此喜爱，本王帮你去那风起屋取来，如何？可是小妹今夜跟大姐换了住处，眼下大姐才住进这凤栖屋，小妹就落锁了恒芜院，
着实让人气愤。萧从那双眼睛里面闪烁着正中下怀的喜悦。恒无怨，哈哈，原来南宫家的小小姐喜欢这偏僻安静之地呀。那可不是，也不知那小妹是个什么心思，非要去恒无院，说是要去采恒无草来制作香盘，说是后宫的贵人们都喜欢她做的香盘。我也是无奈啊。小侯公子啊，本王一直想邀请你过府一叙，不如你喜爱的那物石，本王取回来做你的请帖如何？祖母答应我，明日一早让小妹还给我。二皇子，这是要给做个见证人？本王好歹是皇族，必然可以做这见证人，只是不知道这请帖的分量是否足够啊。说是能让小妹明早开门作揖，这请帖的分量必然足够。既然如此，鸡眼你且回去，明日一早便是喜讯临门。好，那我就静候佳音。夏侯静笑着长袖作揖，只是萧从才离开，夏侯静则是看向左手方一棵大树。什么时候大姐也学我了？竟然敢也喜欢在树上偷听？看来二皇子为了邀请你过府，必然是竭尽全力。阿静，你不必担心。可是大姐，有件事，我觉得还需要你帮我。什么事情？大姐可有上好的祛疤药膏啊？上一次大姐赠予我的，我倒是提炼了一番，发现那药有些简单。这无极天山，怕是有更好的药膏吧？你这去祖母的房里，可是在说让我为你祛疤的事情？自然是这般。我前日里翻出来师傅的书，找到了祛疤痕的法子，想跟大姐商量一番，看看是否有这个法子。既然如此，又是祖母亲口允诺，咱们这就去你的药炉吧。才入座，捧上暖茶，夏侯静则是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你这般盯着我看，可是要看出一朵花来。我从未听说有疤痕可以一夜之间就能消失的，除非这脸上本来就没有疤痕。本来就没有伤疤？大姐，你这话说的倒是直接啊。你脸上的伤疤是真的没有，还是真的有啊？你莫非忘了，我的母亲是蚩尤，这祝由科本就有移血如痈的做法。移痈？天哪，那可是一门近似妖术的医学学科，祝由科。这祝由13科，其中一个就是将腹内的五脏六腑的疾病转移到皮肤之上，然后将皮肤之上的血流、血肿、血痈割掉。这种移血如痈的做法是祝由科的精髓，更是根治内脏疾病的关键。看来小鱼很是好奇呢。你精通祝由术对吗？精通又如何？医者不自医，还是需要他人帮我的。而这个人能让我信任的，只有你。闻闻看。这药的气味很是奇怪。你终究是要给赵王妃取出那宫中伏溜的，不如拿我做个实验，先练练手。夏侯静指了指一旁的手术刀，还有一个燃着香的手炉，这手炉更小。好的祝由术医师必然随身带着香炉，当知道砭石是医药，药石是医药，香草亦是医药。看看上面的步骤，一会儿我睡过去，你要为我布阵，还要等我睡沉，帮我去痈。而我现在将脸上这痈偏到药纸上。药纸？就是中指旁边，并非食指的手指。原来无名指在祝由科里面是药指。你仔细读读，将我的痈转移方位。夏侯静嘴角一笑，拿起桌上的银针，他脱下衣衫，盘腿坐在暖炕上，对着自己的穴位慢慢地扎了下去。南宫宁本就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才看完一遍便是记入脑海。夏侯静的嘴里含着一种药物，一边咀嚼，一边将自己的一侧扎上银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左手的药指慢慢的肿大，像是一个药橱，又红又紫。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夏侯静的手指不再青紫的肿大，反而在指尖多出了一个大大的肉球，而这肉球夹杂着褐红色的脓血。他脸上的伤疤慢慢的消失。夏侯静像是将准备工作做完，看向南宫宁。小玉，剩下的交给你了，帮我处理得漂亮一些哦。南宫宁点着头，快速走了过来，端详着他指腹之下那个鸡蛋大小的脓肿半天。
照着他给他的纸条，在他胳膊上的几个大穴插上了银针。南宫宁取出手术刀，以最快的速度割下结实成块的脓肿，并用药膏堵住了这针眼大小的伤口。随之而来的便是南宫宁照着那纸条的顺序反方向的转动一针，直到青筋慢慢的落下去，直到银针全部拔出。南宫宁才给夏侯静解了穴，而浑身是汗的夏侯静直接趴在了床榻上，汗水顺着他的下巴一滴一滴落在床上。虽然有一种虚脱感，但是他却是有一种解脱了的畅快感。从来没有你这般狠的人，竟然日剧痛也要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这伤疤若是1个月医血如庸，你也不会疼痛。我若不这么做，怎能赶上今天的好戏？又怎么让那南宫玉嫉妒你身边美男如云，而他已然是糟糠糟粕？这么快天亮了。夏侯静许是歇够了，抬起头的时候，那精致的五官让南宫宁震惊，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惊艳。她的美无关性别，果然是勾心夺魄的媚，媚得让人止不住那心底下蠢蠢欲动，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要靠近她的冲动。那细长的眉毛弯弯犹如柳叶，虽没有女子那般纤细，却也是柳叶眉一对，让她看上去阳刚味稍弱，阴柔美增强。她的鼻子高挺，那双狐狸眼中流光溢彩，顾盼生辉，不足以形容她那双美眸。只需要一眼，她便可以轻易偷走了他人的心，甚至不需要任何道理，更不需要任何语言。这便是上苍对他的垂怜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要去洗漱一下，毕竟我自认为是那真凤，非那非无不妻，非恋食不食，非礼泉不饮的雄凤。大姐，采一枝红梅来与我。我素来沐浴便喜欢花瓣为浴，如今我这来的匆忙，大姐还是帮我丢进来吧。南宫宁本想着让丫鬟，却发现四周早已无人，只剩下2人。大姐，眼看着恒无院即将爆发一场热闹，你就打算在这里与我空耗下去？他叹了口气，只得快走几步，背着身子，却被一条艳红的红链卷住腰肢，扑通一声，他合衣被卷入这温泉之中。南宫宁仓皇抬头，与他四目相对，如此近距离的看着这妖物，他情不自禁的想要逃离。难道我是妖不成？大姐这般的害怕？我不是怕。那你是为何？阿静，你这容貌，我直视不得，怕看多了动心智，容易痴傻。乖，睁开眼，看着我。南宫宁本能的拒绝，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乖，我保证一定不会失望。若是你不肯正眼，那我便吻你喽。这话确实具有震慑作用。南宫宁快速地睁开眼。大姐，我这模样可是美？而南宫宁竟然可耻地点了头，还是重重的点头。那我看起来可是可口之极啊。很可口，简直是羞涩可餐。才说完，他感觉一群乌鸦飞过。他刚才该死的说了一句什么可耻的话？羞涩可餐？他难道是浪荡女子吗？那你想不想意情芳泽？不了，你太香醇，我怕意淫松碎，我不习惯烂醉如泥。是吗？原来你与那叶无题一般，也喜欢美酒佳肴啊。只是这美酒更喜欢吗？南宫宁刚想问他要做什么，只见夏侯静随手从身边取来一壶佳酿，直接将这佳酿顺着他的下巴倒了下来。他仰着头，顺着那白皙的脖颈慢慢的流入有些分骨的酒水，甚至滑入了胸膛。南宫宁咽了咽口水，这个妖物竟然敢如此撩拨我，我好想……不行，这个家伙就是戏弄我，我不能上当。这佳酿真的香极了，一如我，对吗？阿静，左右我也湿了衣衫，不如你先出去，我净身。既然我也湿了衣衫，你亦是如此，你我又是同汤而浴，这是不是所谓的鸳鸯浴？是不是该是那枕上交颈的鸳鸯？鸳鸯浴？阿静，你这妖物不要再逗我了，我想去看恒无院。静明，既然你这般唤我，今日里我就放过你。
但是这欠我的今宵苦短，你是无论如何也逃不了的。南宫翎望着他离开的背影，长吁一口气，虚脱一般坐在这温泉池中，心中有着庆幸，也有着略微的失望。原来女子和男子有时候是一样的，只要另一半美得让人屏住呼吸，便会有那样的情不自禁。他拍了拍发烫的脸颊，还好，他最终保住了女孩子该有的矜持，万幸没有丢脸。夏侯静隔着幔帐望了一眼那自我庆幸的女子，暗暗地摇了摇头。这个丫头，他将心神收了回来，看了一眼身后为他擦拭头发的暗卫。通知恒无院的暗卫，等我到达，按计划办。是，阁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帮你买吧，毕竟我这药炉除了你，不许任何人进来。手法如此熟练，像是练过不知几十次。不过发愣之间，他已经将他的发丝挽好。南宫翎呆呆地望着镜中的自己，这还是他吗？这发髻将他的气质凸显得极其到位，让他看上去美不胜收。少年看过父母和母亲的恩爱，那时父亲喜欢晨起，为母亲月成梳头，为他挽青丝，为他描眉画眼，与他对镜贴花黄。少年时代的他是艳羡，希望自己的未来伴侣也能与自己这般。如今真真实实感受到了这样的滋味，他的心头涌动着催泪的感动。静明，他唤着他专属的称谓。有你真好。傻瓜，这世间让我这般待人的只有你，我待你如此，全凭自发而来。你又有什么感谢要说？你可听说过我的母亲和我父亲很是恩爱？我母亲还在的时候，每日都是这般花美，我那时很是艳羡，总想着自己的良人也是如此。那你现在可是感受到了？你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感觉。既然你喜欢，那就闭上眼，好好的体会。以后你会有很长的时间与我陪伴。他期待未来那一段如胶似漆的恩爱时光。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镜中的他已然换了模样。人都说化妆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楚楚动人，如今看来确实如此。想不到夏侯静的化妆手艺竟然比揽月还要厉害几分。很好，走吧。你们看清楚了，那贼人真的是朝大小姐的院子去了吗？是啊，那贼人功夫了得，你们几个恐怕不是他对手。快，揽月，再多去叫一批侍卫来。是。这些侍卫是你安排的？上一次那些人怎么对你，这一次我必然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才公平，不是吗？不为个水泄不通，万一你想报复的人逃了怎么办？我可不忍心看你大失所望。看着李慧云仓皇而来，李慧云的脸上煞白如纸，就连扶着她的赵妈都颤抖犹如斗糠。到底是谁敢在我将军府撒野？那贼人是谁？而此时房内传来一声又一声的叫喊，那是带着压抑却又快心到极致的呻吟。这得多刺激啊！一宿没睡吗？不是说这黄粱一梦终有尽头吗？还没醒来？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此时院内的男女也停止了那翻云覆雨。南宫羽以为不过是一场美梦，才想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却发现整个人如置冰窖，浑身冰冷。这是怎么回事？他刚想将迷蒙的眼睛看向前方，却看到了萧从那似笑非笑的脸。我不可能，不，这不是我做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我是无辜的，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这贱婢，看在你是我远房侄女的份上，本想着让你陪伴我女儿读书，没想到你竟然仗着自己与我女儿有7、8分相像，竟然做出这般下作的事情来。来人，给我关进柴房！李慧云厉声暴喝，而瞬间被打醒的南宫玉在地上磕头：“夫人，我错了，求您放过我。”这反应速度倒是不错，只是可惜你想金蝉脱壳，利用你的替身，我就让你退无可退，避无可避。想来也是，我那小妹虽然骄纵了一些，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丫头说的对，既然这不是二丫头，就找二丫头来对质。李慧云狠心咬咬牙，暗地里瞪了一眼赵妈，赵妈立刻跑去找那替身来顶罪。祖母安好。玉儿，你方才在房间里做什么？在为祖母研制香盘，要不是赵妈来寻我，我还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事情。红秋，你说到底也是我的远房表姐，怎么会这般不顾礼节？表妹，都是我的错，我知道错了，求你们放过我，求求你。求，你求我怕是无用，还是要看祖母的意思。
老夫人，你到底是我家的客人，就去客房面壁思过。哼，本王好歹也是皇族之人，这件事不经本王就擅自做主了吗？那不知道二皇子有何看法？只是萧从故意拉长了尾音，眼眸看向夏侯静。南宫玉顺着萧从的眼神看向夏侯静的方向。何为盛世容颜？南宫玉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的男子，比他引以为傲的容貌还要出色。不知二皇子可是在问这手炉的事？靖公子，这手炉本就是你的物件，难道不该由你来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吗？其实我这手炉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物事儿，不过是苍浪国那夫妻同心术制作而成的木质手炉罢了。仅仅是苍浪国的同心术？靖公子，你暂住南宫府，既然你不方便说，就由本王来说。你可知道苍浪国的夫妻同心术带有灵性，而这灵性是天地之间少有的奇迹，云国多少贵人梦寐以求，都难以寻到这木头一片，可谓之寸木寸金。寸木寸金？南宫玉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似乎听说过这苍浪国的同心术。苍浪国的夫妻同心术，若是制成手炉，必然分雌炉和雄炉。这雄炉点香，这雌炉必然会分泌出同等香气，而这香气必然沾染到使用者的肌肤皱里，让他永远难以洗脱。这还不是最奇特之处，最奇特的地方便是这雌炉和雄炉再次相遇的时刻，雌炉染了一人的肌肤，雄炉必然染了另一人的肌肤，这是独有的气味，这辈子再难消除。南宫玉颤抖地拿出腰间的手炉，诧异地看向那惊若天人的夏侯静。二皇子萧从直接抓住他的手腕，抢下这瓷炉。怎么，你还想狡辩自己不是南宫玉？您是皇子，又与妾有了这夫妻之实，妾本该以您为天呢。可是妾是不是南宫二小姐，不是妾说了算的。妾倒是想做那南宫家的二小姐，可是妾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福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是吗？你也说了本王与你有夫妻之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妾如何能不承认呢？既然你承认，本王对你必然是了若指掌。只是你可还记得南宫家二小姐少年成名的时候，这坊间盛传了什么吗？严氏老夫人的眼睛慢慢地垂了下去，她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一切只能看二丫头的造化了。李慧云虽然很焦急，可她不能插手。说是插手，必然承认真正失了贞洁的是她女儿南宫玉，那这一切就毁了。这南宫玉当初被人算八字的时候，那道人说南宫玉口中含珠，头顶紫气，八字带凤，是有凤来仪的皇后之命。那道人说南宫玉胸怀大志，就在这胸口正中央有一颗大痣，视为福相。南宫玉知道这一次他躲不过去了，别的还可以巧舌如簧，予以抵赖，可是他身上的痣怎么可能消失？逼人入绝境，很有趣吗？当然有趣，本王一向是个耿直的皇子，你嫁给本王或是不嫁那是你的事情，但事情始末，本王一定要辩个分明，说个清楚，求个准确。人道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如今看来你我并非佳偶天成，又何必执着一夜露珠呢？这一局你赢了。我不过是路过，又如何是我赢了？妹妹莫要这般，容易引人深思。是吗？数日之前这一幕如此相似，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我，而看客换成了你。这是与非，对与错，你我分得清吗？怕是你理不清，我也拎不清了。本王第一次见到这做了有辱门楣事情的女子还能这般高傲，难道你不知道你南宫家会因为你抹了黑？抹了黑？这恒无院本就是我一人住着，即便我点了这盘香，也不过是我一人做了一场好梦。若不是二皇子你怀有不轨之心，又怎么会有今日这场难堪呢？若是二皇子有哪怕一星半点的男女之防，又何必深夜来到我这女中闺阁呢？又或者你以为我是大姐？哼，你倒是说说本王如何不知道男女之防了？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不要让所有人评评理？评评理？二皇子，你想要评理就评理，左右我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家，如何能够走出恒无院？还请二皇子说个分明。听你的语气，莫非是本王利用这匈奴将你迷了去？阿玉不才，虽不全懂香道，却也是个中离手。这匈奴和雌奴本就是感应之物，谁又能够说得清楚是谁影响了谁？又有谁能够道得明了是谁引诱了谁？
是吗？你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这算是什么评理啊？本王的匈奴在你焚香之前是冷炉，当时本王正在与靖公子冰湖旁边闲聊，这过往的仆人都看到本王有人证，你有吗？确实，那个时候你有人证，可惜你不懂香道。我有个习惯，是府上所有人必然知道的，那便是酉时3刻，我必然要沐浴更衣，而这沐浴时间必然达到戌时1刻才算结束，之后必然是我拈香的时间。你想诬赖我，也要挑个好时间啊！了不起，了不起！你知道这磁炉和匈炉焚香感应的时间，确实是懂些香道的。只是你别忘了，这磁炉还是匈炉先燃起来，是有史书记载的。你想抵赖，也要看看史书啊。云国香道史书记载，苍狼国雌雄炉焚香有差异，这雄炉先燃，气味偏药草，重在滋养丹田；这雌炉先燃，气味偏香草，重在调阴阳。你身上的气味到底是香草味还是药草味？难道你当本王的鼻子是堵塞不通吗？还是说你当大家都闻不见吗？莫要忘了琴瑟和鸣，或是男欢女爱。你胡说些什么？南宫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好像给自己挖了一个陷阱。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阿玉，你身上的药效怕是还没有消失，不如跟姨娘去长安寺礼佛，如何？姨娘，阿玉，听姨娘的话，这长安寺礼佛，明白吗？你要听姨娘的话，一切等过年再说。本王不管你南宫府如何偷龙转凤，如何鸠占鹊巢，又或者是假凤虚凰，本王即便派遣一顶小轿前来迎娶这与本王有了干系的女子，也必然是叫做横秋的女子。当然，这横秋是真正的横秋。横秋突然被点名，整个人愣住了。他要去二皇子府邸，一顶小轿，那是买妾之资。他难道要一飞冲天了？这算不算天降鸿福？一顶小轿，二皇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正如你所说，露水姻缘不说也罢，你我并非同命娘，何必非要绑在一起呢？既然本王要给南宫府一个名分，本王倒是不介意让真正的横秋过府。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会给我一个齐全的脸面呢？本王在南宫府，正如你说的，就是个偷香窃玉的无耻之徒，更是肖像他人美色，甚至不惜下迷要与人欢好的龌龊皇子。本王这般人如何像正人君子那般待人公道，与人方便呢？萧统，你追逐我的时候甜言蜜语，追到手了你就弃之如敝履吗？我在你的眼里就是破衣烂衫吗？就是一双又旧又破还带着泥巴的破烂鞋子吗？与你最初相识，只以为你面容如仙，便是仙子，如今深知，只觉得你面目可憎，话不投机半句多。南宫玉哭了又笑了，带着泪水的笑容让人毛骨悚然。不过眨眼的功夫，南宫玉直接冲了出去，直接跳入那开了缝的冰河之中。坠入冰河的南宫玉吓坏了一干众人，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已然发了高烧。二皇子果然在腊月29派了一顶小轿抬走了那横秋。听到那被抬走的横秋，愣是将南宫玉气得吐了一口血，昏厥了过去。南宫宁得知南宫玉吐血之后，本是去看望的，却被南宫玉用枕头丢了出来。你与香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跟我讲？还有我的父亲，你名义上的大伯父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府？先回答哪个问题呢？一个一个来。那萧从有求于我，而我刚好是他母妃定制的谋士，自然他要央求我，也要依着我。萧从为什么对你如此俯首帖耳，甚至像是傀儡一般？那赵贵妃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子，总想着二皇子继承她的衣钵，能够在夺嫡的事业上一展所长。可惜啊，这位皇子是只爱男装不爱江山的主。这男装是谁？我可认识。那人也算是一个美人儿。为了防止你看了将你的心头了去，我是绝技不会让你知道是谁的。这是有多小气？他只是想知道那虎背熊腰的二皇子到底心仪谁罢了。能让萧从这般捧在心尖上的人，甚至见到夏侯静这般容貌都不会移情别恋的，怕是真正的爱情吧？既然是这般，你可是出手护住了那男装，让萧从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配合你，甚至愿意做你手中的棋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软肋，萧从的软肋便是那人，而我的软肋便是你。
南宫家大小姐，姓南宫，名伶的女子。哼，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说哼。虽然是一个单音节，却带着撒娇的女子柔美，更带着一种依赖于我的女子眷恋。我如何不想？我的小鱼鱼在人前是个隐忍而又女将本色的巾帼，自你出生以来便是将门火女，有着别家女子难见的飒爽和英姿，更有着豁达和从容。但是你唯独在我面前展露出了你的小女人的一面，这难道不是已然对我情根深重了吗？你还敢否认吗？就只是点头。那你要我说什么？上一次你扬言要做我的那桌，不如来一句夫君听听。清明，难道我在你的心里还不足以做你那依仗之人吗？依仗之内是夫君，此为丈夫；依仗之外是为辅君，此为官人。我这一生只愿做你的良人，那一生一双人的丈夫，却不愿拿巧做你的夫君，也不愿让多个女子与你分享。不做那齐人之福的我，难道还没有资格让你换上一句夫君吗？小雨雨，你真是个狠心的人。狠心？我换你静明可以，但是那2个字，说不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我不会换出口。你若是真的待我如珠似宝，正如你所说的，待我永远一如初见，就要尊重我的心。罢了，既然你希望如此，我又奈之若何啊？随你便是。小玉玉，今日是腊月29，你不打算去街上走走吗？毕竟一些年货还是要备下，而你正月初2还要去外祖家拜年，不是吗？可是我囊中羞涩。所幸你未来的夫君我有。南宫翎以前听小姐妹说，男人给钱买东西是最幸福的事情，突然被夏侯静提议逛街，他竟然很是向往。路上是滑，扶好我。随着他拜过严氏老夫人，说明缘由之后，便乘坐一辆马车缓缓驶离南宫府。只是在离开严氏老夫人房中的时候，他看到夏侯静递给了祖母一个纸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在那纸条上写了什么？这都被你眼尖的发现了吗？那当然，我有猫一般的耳朵，狗一般的嗅觉，鹰一般的眼睛。人都说习武之人耳聪目明，果然如此。你觉得会是什么？我要你说，我想知道。看懂我的脸了吗？你脸怎么了？上面写着生人勿近。他刚说完，南宫翎已经克制不住地掐住他腰间的细肉。你说什么？我方才没有听清楚。痛！小玉雨，住手！你说什么？大声点！痛！小玉雨，痛！我错了，小玉雨，我真的错了。好，你错了什么？那纸条我说还不行吗？那你倒是说说。不过是说冷霜凝的毒已经无人追问了。宫里那些手，只要不深入南宫家，南宫家就有机会反扑，懂吗？冷霜凝的毒已经无人追问了。后宫中的那些人是谁？是李慧云背后之人吗？这个人到底是谁？是赵贵妃还是孙贵妃？又或者是杨皇后？公子，这血凤凰已出，我得到口信，现在去城南门口等着。百里帝俊逃难似的拔腿逃了。主妖，那森许去堵血凤凰了，你还不赶紧追上去？当心血凤凰有所闪失。叶无题斜眼看了一眼叶明，足尖轻点，转身离去。森宇，你与叶明一起去为我寻个住处。是，公子。此时夏侯静便带着南宫翎匆匆往一处走去。这里是哪儿啊？万迷镇。万迷镇，无极天山的藏书阁里描述过，说这里是地面上的阴曹地府。如果这里真的是梦境或是幻境，是不是身体在沉睡，灵魂在迷茫，所以他感觉不到痛？南宫翎的耳朵轻轻地动着，自己随身的锦囊里掏出惯用的银针，他习惯地摸了摸银针，少了一个。我没有用过银针，怎么会少了一个？难道找到那个银针就是找到出去的方法？脑子里快速地转着，他寻找着一切可能清醒的方法。怎么，就剩一根银针了？
你倒是算得清楚。是算得清楚，还是我偷走了你这根银针？夏侯静的手里亮出一根银针，而这根银针恰好是他方才在心中算过的那根缺少的。难道这里并非幻象？可是夏侯静本人不是这样的表情，更不会拿出银针，可眼前却带着一招毙命的狠毒。点个订阅吧。怎么，不可置信我的到来，还是觉得我不可能会伤害你啊？我觉得你会舍不得伤害我，毕竟我是你心底的那个人。心底的那个人，人们都说这男人的话简直就是欺骗世人的毒药，狠毒却致命。你不知道相信男人的话，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吗？那是你认为的，我一直都相信你说的话，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在我看来，只要是你说的，我就信。是吗？我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信个100%，不觉得自己傻得透气了吗？南宫宁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悦，这不悦带着对这个幻象之人胡说八道的不负责任。你生气了？建明，你见过我生气很多次，觉得这次生气，我是因为什么？静明，我叫这个名字吗？即便是这个名字，又岂是你随便叫的？你以为你是我的谁啊？我真的把你放在心口了吗？这话极其伤人，竟然让南宫宁心中一滞。不过一瞬间，他又恢复了原貌。你竟然会心痛，看来你对我用情很深嘛。可惜，你错爱了，我对你不过是一场利用。说实话，看你傻傻的被我当玩具耍，真的是有趣。有趣？我很有趣是吗？怎么，你伤心了？你竟然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我无论是懦弱还是坚强，那是我对感情的态度，与你无关。与我无关？还是我几句话就能让你或是上天，或是入地狱？只怕你想多了，我不过是烦闷你话这么多。南宫宁本能的拒绝，他眯起眼睛，银针一闪，直接抛向夏侯静，而夏侯静错开了身，直直朝着南宫宁奔了过来。那手中的银针在他的眼前，眼看着就刺破他的印堂穴。你害怕？我不害怕，只是心伤，如你说的，伤心罢了。伤心？怕是你死心的还在后面。尽管我满心不悦，你让我成功伤心了，但是假的就是假的，我怎么会相信幻象的一切？随着假人的消失，周围豁然开朗。他看着一人一身是伤的在那里呆坐着，脸上泪水婆娑。他走近看去，发现正是夏侯静，但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二重的幻象。他不敢靠得太近。你可是本人？对不起，对不起。清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方才将你杀了，禽兽！我亲眼看着你倒在我的怀里，染红了我的衣袍，将我的殷红大袍染成了深红色，直到最后，你了无生气。你在害怕？那是幻象，不是真的我。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你跟萧逸在一起，你说还是要跟萧逸在一起，我那一刻就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说是回到这家的萧逸。可是什么？可是你却帮他挡了一刀，跟我说，要么你们做同命鸳鸯，要么就是我死在你的刀下。你还说我是后来者，不是你的两倍，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的心很痛，很痛，你知道吗？你竟然宁死，也要跟萧逸一起杀了我，你知道吗？方才幻象之中，你以银针企图封印我的印堂穴，将我困在这里，而我一针直接杀死幻象中的你。这是万迷阵，正如你所说，幻象当心，而不是被幻象所迷。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我。幻境中的你说我要跟萧逸一起猎杀你，上一次背叛我的是萧逸，剜心取血的刽子手也是萧逸。我这人一向是个小心眼的女人，对我下了狠手，就别妄想我会回心转意。你不觉得我的命很珍贵，一条命送给了他，我还会傻傻的再送上一条吗？供他肆意妄为吗？在你看来，我是一个重蹈覆辙的蠢货，还是一个喜欢自虐的笨蛋啊？我为什么放着金镶玉不要，非要寻找一个破木头？再说那人要江山不要美人，随时因为江山而取了我的命，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男人，你觉得我会为了他反而杀了你吗？首先，你这种幻想之中看到的想法就该被打。其次，我再说一遍，哪怕你我的爱情最终是无疾而终，我也不会调转回头去给萧逸一分一毫的机会。
那是门儿也不会有的。还有你说我要跟萧逸联合起来杀了你，我起初想着借刀杀人，而这刀是萧绝，如今你愿辅助我寻找更多的利刃，这样的你帮我报了上一世怨念之深的仇，我为什么要陪我的仇人伤害我的恩人？这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你冷静了。我这一巴掌倒是有效，就当我为了幻境中被你杀了的假人给你的吧，至少这样你的心会好受些。这一巴掌让我罪恶感少了很多。小玉，这一生我绝对不会对你拔刀相向，你一定要信我。作为合作伙伴，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但是作为恋人会怎么样？也许这幻象启发了你我一些什么，或许是心底里那存在的质疑和猜忌。我猜你终有一天会利用我当做棋子，毕竟你喜欢做下棋人，而下棋人便是世上最大的赌徒，会利用一切，包括他自己为棋子。这样的下棋人又如何不会利用我？我不是。你不用急着否认，因为这是我心中最阴暗的地方，而你的心中也何尝不是对我不信任？不然你怎么会见到我选择了萧逸，而不是坚定地认为那就是幻象？至少在我的幻象之中，我一直知道那个人是假人。虽然我猜你也知道你的幻象里那是假人，可是你敢否认这幻象里那假人做了你最恐惧的事情之后，你的一念成魔吗？你能否认你的心到现在都余怒未消？你能否认这里不曾痛过？我曾在书上看过，万迷阵是个神奇的地方，这幻象阵能识破人心，更能让更多的人看清本性。你我虽然来这里寻找心中所希望知道的秘密，却也被人看破了自己的秘密。这孰是孰非，谁能说得清？只是庆幸你我发现彼此的问题还早，一切还来得及。什么还来得及啊？小玉，你想要做什么？也许你我并不适合，猜测太多，猜忌也有，这是爱情的大忌。我无法忘却幻象中那假人对我的伤害，而你也一样，所以我们还是……不，我不许你这样说。小玉，我带你来不是跟你吵架，更不是决裂的，我们还如以前好不好？南宫绫摇着头推开他，还如以前一样？他怎么可能还如以前一样？他受不了这样的他，满是猜忌，满是伤痕的爱情。怎么，不可能是如以前一样了吗？你还没有尝试就要彻底的放开我了吗？为什么？你这是要逼死我吗？我说过，我们之间如果有一个必然会死，那个人我会选择是我。夏侯静拔出随身的长剑，直接贯穿胸膛，快得让南宫绫还没有反应过来。不，景明，你不要！小玉，别哭，我说过，说是得不到你，我定然会替你下地狱，留你替我好好的活下去。不，景明，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他的泪水啪一声落了下来，心痛到了极致。他毫不犹豫地迎着剑锋而去，生同囚，死同学。他不愿替他独活，只愿黄泉路上与他一道。他迎上剑锋，伴随着那滴泪水，刺痛了自己。可是这痛并非来自胸口，而是额头上。而时间仿佛逆转，回到了他最初要杀死那个假人的时刻，而那个假人正在刺破他的太阳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行了？你是谁？我方才跟你说不要相信一切幻想，正准备跟你说些要点，你竟然沉醉在里面，还打算自杀。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瞧瞧这血，若不是我祝由术精通，帮你以血如用，给你放血，怕是你还要浑浑噩噩的。清明？不是我还有谁啊？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也是差点中了招，还好我懂逆血而行的法子，终究给压下来了。虽然当初吐了口血，却也不像你自损800。你这又悲又喜又爱又恨的，到底看到了我什么不好的一面？你当真没有入幻象？这万迷阵是我的地盘，我自己设计的毒阵，怎么会迷了我？不过我第一次试验的时候，确实把自己差点套进去，说起来都有些丢人了。这里是你的地方？这里是凌云阁的总部，我是阁主，这里的一切自然是归我所有了。当然，现在还包括一项，就是你。方才你又哭又笑的，到底是看到了我什么不好的一面？什么也没看到。他拒绝跟夏侯静说，这简直就是笑话。他在幻境中第一层的时候，他还可以冷静地猎杀假人；第二层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猜忌、小心眼儿，不放过，不愿将就。他差点失去了他。他当时想要作妖，
却差点被第2层的假人作妖给作死。什么也没有看到。那你说什么生同亲死同学，我可听得真真的。你都看到了？也不全，不过是什么我怀疑你跟萧玉在一起，你大骂我一顿罢了。他当时的话虽然义正言辞，却带着……他的老脸啊，真是丢尽了。还有什么？也没什么，不过是你似乎在矫情。至于矫情个什么劲儿，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单纯知道你在矫情，更是觉得你矫情的很是可爱。小雨雨，你莫不是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看到我为了自证清白而以身殉情吧？我看你方才那姿势，像是冲过来直接给我胸前一剑，可是这一剑不在你手，难道你竟然是如此的舍不得我了？讨厌！讨厌？我若是讨厌，你怎么看我的眼神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失而复得的喜悦啊？莫不是你这里有我了？你这个色狼，不要鬼鬼祟祟毛手毛脚。我不毛手毛脚怎么追到媳妇儿？怎么开枝散叶啊？你难道不是吗？我这老光棍打的是许久了，终于有一个傻女人掉入我的坑，我怎么能不抓住紧紧抱住啊？死缠烂打，使出浑身解数，也要将她坑蒙拐骗。这么好看，你说是吧？点个订阅吧。你这幻象阵着实讨厌，以后撤了。要是撤了，我这总部就成了菜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到时候门庭若市，你天天帮我数银子吗？可以啊。我怕你数钱数到手抽筋就不好了。我愿意，你管我。总之，那个幻象阵不要留了。我给你解药，以后那里将来对你毫无影响，可好？毕竟那是梅花易数而成的幻象，有黄皮子的气味，是个绝佳的保护伞。真的？真的。话说，凌云阁怎么会在这钱塘闹市里啊？我说过，大隐隐于市。我这人喜欢热闹，总是个不安分的人。那森许不是说了？我倒是没仔细想。哦，原来是这般。算了，过去的就不提了。你也渴了，我就尽地主之谊，请你一杯热茶，顺道让你看看这凌云阁的藏书楼和那机关秘书阁。藏书楼，凌云阁的藏书不是真正的藏书，而是天下人所有的秘密秘辛。很多人想付之一炬，甚至高价悬赏，却苦无找不到门路，只能任由凌云阁握住他们的秘密，让他们无可奈何。他不懂这么机要的秘密为什么要给他知道，难道不怕他？他看向夏侯静，只听夏侯静缓缓地笑起来。你是我的女人，我便信，毫无条件。小傻瓜。进入这一处老宅，整个老宅阴森恐怖，空气中还有些若有似无的东西，让人不寒而栗。怎么，你怕了？我有些害怕黑，害怕着阿飘。这里是万米镇，你该知道有些灵魂永不轮回，自然会见到。但是你放心，你是我的女人，便是这里的女主人，他们只会尊敬你和保护你。公子。一声阴森森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吓得南宫翎突然跳上了夏侯静的背，而夏侯静则是顺势背着他。壮壮，进来可好？公子这趟回来可是寻找什么？要壮壮帮你吗？不用，你去修炼就好。我的记性很好，知道那些东西在哪里。好的，公子。你好歹也是无极天山的医女，竟然害怕壮壮？我当然害怕，又不是跟你一样，人家是女子好吗？当然还是害怕一些有的无的的。当年的女战神呢，竟然还害怕？我当然很害怕，你不要让他们靠近我，不要！你们去修炼吧，修炼出实体，才不枉费我的善意。公子，这1年1度的紫雀灵山就要开启了，到时候您一定要去看。公子，我想要进入紫雀灵山，去那个地方，您给我找个师傅，帮我提高一下我的灵力好吗？公子，未来少夫人好像还怕我们呢，可是我们没有恶意。她是女子，会害怕一些事情，你就当这件事没发生。可是公子，我会难过。南宫翎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尤其是小宝贝的声音。他咬了咬唇瓣，抬起头与阿飘对视。你好，我叫诺诺。阿飘开心地鼓着掌。少夫人，我是红红。我是梅梅。我是海海。一大波的阿飘飞了过来。我们在这里修炼是为了去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是人，只不过是过渡状态的中阴体态。你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的。中阴体态也是人？不是阿飘吗？还有那个地方是哪里？紫雀灵山又是哪里？怎么无极天山没有记载过？少夫人在问什么是紫雀灵山吗？你会读心术？
南宫绫诧异地看向这个小阿飘。我的灵术就是读心哦，这紫雀灵山就如同你的无极天山一般，是这。你们还不去修炼？诺诺，公子要咱们撤了，赶紧走。可是我还没有说完呢，这紫雀灵山可是云国边界最出名的地方，那是天下必争之地。阿静，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跟我说清楚？小玉玉，有些事情呢，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我幼年时，母亲曾说云国之外有着更大的天下，那里是皇族的秘密，也是世界的秘密。我一向以为不过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如今看来，这世界并非我想的那般，而夺嫡之战也并非人力所及，恐怕还有更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若是你真的在乎我，真的对我好，就告诉我真相。诺诺说紫雀灵山快要比试灵术了，那比试的日子大概是半年之后。这半年之内，我们要面对的是萧逸与萧绝的王位之争。你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帮助萧绝，那么你就不可以半途而废，更不能言而无信。你在转移话题。小雨雨，我只想先把你最重要的事情做完，而我现在的任务是查找血凤凰。为什么？对我，你做不到知无不言吗？不是这样，罢了罢了，为你哪怕披肝沥胆，哪怕汗泪披身，我又有何惧？只要是你想要的、想知道的，我必然予给予求。啊，这藏书楼呢，是天下秘密的所在。既然你想知道，就随我来。去藏书楼？去凌云阁的藏书楼，只有那里，你才能看到方才好奇的事。这藏书楼一共有18层，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予以分类。这年份越久的，有时候越值钱。两个人结伴走到了第13层的时候，南宫绫感觉到了阴风阵阵，这里像是聚集了很多的阿飘，又像是有一些什么古怪的生灵镇守。无妨，是我，夏无尽。室门缓缓打开，里面慢慢走出来一个很矮的小人。这小人虽然到膝盖，却是一个十足的老者。公子，请。辛苦了，老姚。紫雀灵山的始末在哪里？将这些书找出来，我的女人要看。我的女人要看，这句话说的南宫绫心中一阵温暖，这样的说辞让他感觉到幸福。公子，这便是未来的少夫人吗？正是。姑娘，若你真是我家公子的伴侣，请伸出手来，让我看看你的掌纹。另外，进入第13层需要你以血盟誓，你可愿意？以血盟誓，这是为什么？难道这第13层还有什么不可说、不能说的天机？请看。多谢姑娘。姑娘，你浑身煞气，怨气十足，不像是个生机勃勃的活人，倒像是……老姚。唉，罢了罢了，公子既然有了主张，便由着命运使然吧。只是公子有些违抗，必然反受其害，甚至反噬，切记呀！老姚，我的事便是我一个人扛住，你无需挂怀。反受其害，甚至反噬，是什么？因为我重生了吗？难道我的重生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小鱼鱼，以血盟誓，你要看的就在这大门之后。以血盟誓，是不是说我看了便是看了？但是我若是说出去给不知道的人听，必然反受其害。是，你若是想知道紫雀灵山的秘密，必然要亲自去探究。要知道很多事情，我只能帮你领进门，但是修行呢，靠个人。南宫绫接过小矮人递过来的银质刀片，划开手指，血液进入这大门上的石龙之后，石龙的眼睛亮了起来。随着石龙亮起来的眼睛，大门缓缓地打开，一阵红光射了出来。小玉玉，你尽管自己进去找你所需要的答案，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等你归来。好。这大门之后是一排排的书架，书架上的书籍有些落满了灰尘，有些却是光鲜如新。他皱着眉看着满架子的书籍，看着书架上的书签明细，终于在东南角落里找到了紫雀灵山。这是一本极厚的书，书用着柳条捆绑。他伸出手想要打开，却发现柳条坚硬如铁。南宫绫无意地碰触到自己的发簪，这是母亲月成的遗物。他拔下发簪，在柳条的四周按着星罗棋布之上，母亲让他常画出来的一笔连画。不过瞬间之后，这书本已经是金灿灿的模样，仿佛是一本刚刚铸就的新书。他伸出手想要去翻书，却听到一个同志的声音传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是何人？如何拥有这空无扇和梅洛同时2种材料铸就而成的碧玉簪？怎么
能进来这里，却不能回答我吗？那声音有些不悦，显然对他不作答的态度不满。我来不过是寻找一个答案，并不是来解答别人的答案。你来这里解疑答惑什么？数千年的东西了，已经没人知道了，也没人感兴趣了。我能来到这里，必然是这个秘密即将重新现世，又怎么会是销声匿迹？沉默片刻之后，一个挂着小肚兜的奶娃娃走了出来。你可知道我这里藏了什么样子的秘密？有什么事情不可知，可知道？说是我不可知，你何必现身？我用血来做宣誓，必然是带着诚信和诚心而来。毕竟紫雀灵山被这个大陆上的子民遗忘太久了，不是吗？你知道紫雀灵山？我不仅仅是知道，还知道数月之后将会在紫雀灵山让那些种阴体的人修炼成实体，在那里得到。哼，不错不错，你竟然还知道这种阴体修仙的事情，看来你是知道一些的。那你知道这些还来这里做什么？即便我还记得这紫雀灵山，可是去往那里的路上都有一些什么？为什么这个大陆会封锁紫雀灵山，却已经无人知晓了？紫雀灵山路上的宝贝，这大陆上的人会忘了吗？那路上有着令人死而复生的药材，而那紫雀灵山的山顶更有着教人如何时光逆转、逆天改命的方法。那你知不知道，这时光逆转对于施法者可是有什么要求或者损害？他现在隐约觉得夏侯静对他的宠溺和偏爱来得太过于浓厚，像是积累了2个人生的爱。上一世他懵懵懂懂，没有感觉出来夏侯静对他的深情厚谊，可是这一世他感觉到了太多夏侯静的付出和无悔。啊，难道这些人们都忘了吗？对，都忘了，所以才来问问。这个怕是还是要施法者威胁盟士前来询问一些故事。你既然受了我血液的供养，自然要有所回报，不是吗？紫雀树灵，你真的想知道？我怕你知道之后会整个人都不开心。我只知道，哪怕真相很是残酷，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接受。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只能回答你了。紫雀书灵胖胖的小手一挥，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光幕，光幕之中有一个人影在浮动，慢慢的清晰起来。这是少年时的夏侯静，那少年夏侯静仿佛是天之骄子一般，整个人脸上洋溢着自负的笑容，神采奕奕的脸上有着少年特有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少年夏侯静仿佛是天之骄子一般，整个人脸上洋溢着自负的笑容，神采奕奕的脸上有着少年特有的孤傲。可是画面一转，少年心中充满了苦涩的滋味，他的眉眼里都是痛苦，仿佛承受着什么巨大而难以接受的噩耗。他的手支撑着桌面，泪水顺着他高挺的鼻梁一滴一滴落在了那桌案之上。他的嘴唇抽动，像是喃喃自语，在说些什么，令人听不清楚。也不知道少年何时抬起头，竟然隔着那光亮的光幕与他四目相对，像是能够透过光幕看到他一般，嘴角勾起了笑容，一种势在必得的笑容。随着那笑容越来越大，少年拿出了一把刀，慢条斯理的在火上烤着。他靠着所有的医学器具，包括银针，包括药炉，包括手术刀，就算隔着光幕，他都能够感受到少年那一丝不苟的模样。等一切准备结束，少年盘腿而坐，以银针对着自己的穴道扎了下去。他的眉毛皱了起来，整个人开始颤抖，泪水滴答滴答的顺着下巴滴落在光洁的胸膛上。而他的肋下有一个骨头仿佛逆生长了起来，慢慢的突出，从这皮肉之中往外钻出。那带着鲜血的肋骨一寸一寸，就这样在光幕之中出现在他的眼前。而少年的嘴角却是带着满意的，甚至是满足的，尽管他正在体会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随着肋骨凸出来的越来越多，他拿起身边准备好的药丸含在嘴里，直接挥刀将凸出来的肋骨切下，右手拿刀，左手将肋骨准确无误地扔进正在燃烧的药炉里面。那宫灵捂住了嘴巴，心抽痛了起来。他记得书上有记载过，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做成的，难道这是？他不敢想象。可是这毕竟是隔着光幕，让他只能与他就这么看着对方。本来南宫灵以为这光幕只是一个动态的画面，他只能无声地看着，却不能听见光幕之中的声音。却在这时，他听到了孙宇与孙许的声音：“公子，韦帝萧逸派人围攻了咱们。”萧逸、韦帝，这是上一世夏侯静被萧逸团团围住并剁成肉酱的时间吗？他突然鼻尖酸涩了起来，
难道要让他亲眼看到萧逸是多么的残忍吗？我以天眼看过未来，小雨会殒命。我要炼制好丹药护他。公子，你可以亲自给小雨，而且什么时候炼制都可以。你快跟我们走。不，我不能走。能让小雨万无一失以丹药续命的时辰，只有此刻。过了，他便不会入轮回，成为万迷阵中的一员，而我将与他错过3生。日子太长。可是公子，那逆天改命本就是大劫，你偏要做，会伤到你的。我决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可以走了，或是来生再见。呀，你说什么混账话呀！你是我们的公子，更是我们未来的主角，你不能因为一女人……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我早就认定的女人。只是这一次，我只能留下她孤独一人了。夏侯静的心里带着遗憾，嘴唇干裂惨白，可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心意。难道你要为他的续命不得好死吗？不得好死？上一世的那件事要再现吗？光目之后的南宫翎的心揪痛了起来。你知不知道自己付出？那小雨根本不知道你是否付出了什么。你这般无声无息，值得吗？公子，你江山不要，美人又得不到，你不觉得你很傻吗？傻吗？若是我不炼就这续命的药丸，怕是他会遇到比我还要残忍的事。这个世界上，我既然注定了是失败者，就不能让我心底的小雨再感受到伤害。三许，你这半辈子没有感受到过爱情，不知道有一种感情超越生死。我不管这狗屁爱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我只知道你已经魔怔了，甚至傻傻的不顾性命。你可知道失去肋骨以后，你将会得到什么？如果命运向着我，可以给我一片心安理得，让我知道小雨替我活得很好。若是命运怜惜我，负了小雨，我来求的下一世姻缘必然如期而至，那我必然欣然等待。公子，难道你不后悔吗？你的小雨爱的是萧逸，甚至将来也会选择萧逸，你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或是懊悔吗？后悔吗？也许是后悔，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将爱情说出口。不后悔吗？自然是不后悔，因为我以肋骨为药材，以双鹰龙为药引，帮我给小雨续命，也帮我给小雨保住下一世的轮回再生。这样我心满意足，至少他会带着记忆与我相遇。若是他能与我再相遇，也许会忘了我，但是却会天然的亲近我。我将不会再晚一步，比那萧逸晚了一步，因为下次找到的人将会是我，而我将会拥有我期待已久的幸福。说是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必然全力以赴，以命相抵，哪怕汗雷劈身，也在所不惜。那只是可能，你要知道，死而复生或许能够成功，可是逆天改命未必会成功。若是失败，你将会用生魂永击紫雀山。我相信以我的修为和潜力，必然万无一失。只要这药物入了我的心脏，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是七窍玲珑之心，若是剜心取血，这血液必然是最好的药引，可以延年益寿，更可以治疗小雨的心悸。小雨，你满嘴都是小雨。公子，你可知道萧逸定然不会放过你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公子，这位敌萧逸带了20万的兵士，打算撤人战，你快早些离开。这药马上就成功了，而我的双鹰龙已经起了药效，怕是不可能再离开了。你可知道双鹰龙的毒会跟随你的终生？哪怕是老天眷顾你，让你的逆天改命和重生计划成功，你依旧会带着双鹰龙的毒，受着那份冷热交替的折磨。那又如何？等你真的爱上一个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只要那个人还活着。那药如山谷，一阵金光，金光之后，夏侯静张嘴吞下了一颗金丹。在森许和森宇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夏侯静将两人直接画在了一个圆圈里。夏侯静，你这个混蛋，你想死也不能单独去死，你要是真敢逆天改命，乱了时间，我赤石守灵人一定会在下一世将你锁在牢笼里。随着圆圈的光效加大，慢慢的两人消失不见。你来了，看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啊。这成王败寇历来都是败者被屠杀，这规矩我还是知道的。那你打算束手就擒？不，我不打算束手就擒。到底我是凌云阁的阁主，这身份容不得我窝囊求生，只准许我慷慨赴死。毕竟窝囊的活着，不如轰轰烈烈的求死。夏侯静亮出那惯用的长剑，在这月光之下与10万军展开了厮杀。血，到处都是血，尸体堆积成山，血液流成了小河。被鲜血浸透了的夏侯静，眼珠依然猩红。只剩下你了。
小易，没想到你倒是好身手，只是你杀了我10万人，我还有10万人，可是你只剩下了你一个人了，你还能坚挺多久啊？不管我是如何的结局，至少我一定名留青史，这就足够了。是吗？你确定要继续跟我对抗？你的手已经发抖了。不过是做了一个长命百岁的药丸，以我的心头血为药，续了他的命。这药性有些猛，我受的有些狼狈罢了。你今夜在炼制就好看，点个订阅吧。公子，这位弟兄已带了20万的兵士，打算撤人战，你快早些离开。这药马上就成功了，而我的双鹰龙已经起了药效，怕是不可能再离开了。你可知道双鹰龙的毒会跟随你的终生？哪怕是老天眷顾你，让你的逆天改命和重生计划成功，你依旧会带着双鹰龙的毒，受着那份冷热交替的折磨。那又如何？等你真的爱上一个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只要那个人还活着。那药如山谷，一阵金光，金光之后，夏侯敬张嘴吞下了一颗金丹。在孙旭和孙宇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夏侯敬将两人直接画在了一个圆圈里。夏侯敬，你这个混蛋！你想死也不能单独去死，你要是真敢逆天改命，论了时间，我赤石守灵人一定会在下一世将你锁在牢笼里。随着圆圈的光效加大，慢慢的，两人消失不见。你来了，看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啊？这成王败寇，历来都是败者被屠杀，这规矩我还是知道的。那你打算束手就擒？不，我不打算束手就擒。到底我是凌云阁的阁主，这身份容不得我窝囊求生，只准许我慷慨赴死。毕竟窝囊的活着，不如轰轰烈烈的求死。夏侯敬亮出那惯用的长剑，在这月光之下，与10万军展开了厮杀。血，到处都是血，尸体堆积成山，血液流成了小河。被鲜血浸透了的夏侯敬，眼中依然猩红。只剩下你了，小易。没想到你倒是好身手，只是你杀了我10万人，我还有10万人，可是你只剩下了你一个人了，你还能坚挺多久啊？不管我是如何的结局，至少我一定名留青史，这就足够了。是吗？你确定要继续跟我对抗？你的手已经发抖了。不过是做了一个长命百岁的药丸，以我的心头血为药，续了他的命。这药性有些猛，我受的有些狼狈罢了。你今夜在炼制救阿玲的药丸。小姐姐，你哭了。其实这逆天改命、帮人死而复活的施法者，一定会遇到不得好死的结局。你也不必过于难过，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他这一世可会有个好结局？那人用自己的肋骨为你续命，也为你改命，自然是将他这一生一半的寿命赠送给你了。你与他同寿同命啊！只是他虽然这么做，赢得了这一世的姻缘，却终生受病痛所苦。除非是无极天山的那个扁石配合这紫雀灵山的凤凰羽，才有机会解除。这2个物件什么时候去取的最佳？长得什么模样？喏，小姐姐，你看，紫雀书灵小手一摆，一蓝一红的宝贝出现在眼前。这宝贝上面的气息很是熟悉，像是叶明和叶无题身上的味道。莫非这无极天山最杰出的弟子就是这2个宝物的守护者吗？空无善和梅洛可是这2个宝物的钥匙。小姐姐好聪明，不愧是雅雅认定的小姐姐。你叫雅雅？我若是带你出去这里，可不可以陪我去找这2个宝贝？哦，你要带我出去？有个百科全书在身边，我自然事半功倍。再说了，你说认我为主不是吗？那小姐姐，你知道这宝贝一定要紫雀灵山比试之后才能够出来，而你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帮外面的那个小哥哥舒缓即将发作的双鹰龙的毒。他的毒又要发作了吗？怎么会这么频繁？上一世那坏人对他的尸体做了最大的践踏，使得外面小哥哥的元神重创，克制不住这轮回的毒物。南宫绫的心犹如刀割，抱起地上的雅雅就往外跑去。他很着急，怕他受不住在这里发作了。他大力地推开门，引入眼前的那略显白皙的脸庞，那双眼睛里面充斥着爱恋，更充斥着让他窝心和感动的深情。他的泪水犹如开了洪水的闸口，哗哗的泪水奔涌而出，而他顾不得擦泪，一步一步缓慢地迈向他。我这条命你当真以命抵命而来的。看来你知道了紫雀树灵。那时候的你可后悔，后悔救了一个压根不爱你的女子。如果命运向着我，可以给我一片心安理得，让我知道你曾替我活得很好。若是命运怜惜我，负了你，我求来的下一世姻缘必然如期而至，而我依然梦想成真。万一你赌输了呢？
万一萧逸没有将那心头血给我呢？他几乎不敢想象，万一萧逸选择了扔掉，他和他又怎么会有这一世？你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眼眸落在了我的身上，这已经没有如果了，更没有那万一了。毕竟与你，我愿以命抵命，求佛千年，只求今生一场姻缘；与我愿含泪劈身，等待千年，只求今世回心转意。如果这世上没有你，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你可知道双鹰龙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傻？你知不知道自己被剁成了肉酱，甚至差点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轮回？傻吗？这世间的爱情有苦有甜，有酸有辣。若是我不入地狱，难道要看你身陷地狱？你是女人，我是男人，这种苦我来受即可。你如此不顾一切，不怕我狼狈逃窜吗？若是你逃窜，所有的地洞我都会给你堵死；若是你狼狈，我不介意看你狼狈的面红耳赤，就当你为我描眉画眼，抹了那胭脂吧。金明，你答应我，一定要为了我万分珍重。我本来就打算与你长命百岁，自然会与你万分珍重啊。不，你既然分了一半生命给我，那便是同岁同寿。这世上你我一定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恋人，所以你为了我，也为了你，要努力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那边石和凤凰玉。金明，我相信上天一定会给予坚强执着的人一点仁慈，而这仁慈，我希望是让你今生今世与我长命百岁，与我犹如那堂前燕，岁岁月月年年。岁岁月月常相见，原来我的小玉玉这般的心心念念，而我竟然是这般的痴痴狂狂。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里，上一世是用你的心头血浇灌的，你我的血液早就缠在了一起，不分彼此，而你我的性命已经是以命抵命，以寿度命，延续了我这一世的生命，你我早就不分彼此了。你既然有这样的心思，就不要再哭了，就当我为了这一世的奢望，算是苦尽甘来。他将头埋入他的怀里，深吸他身上的气息，这样的气味他要记住一生一世。他要带着这一世的记忆去寻找下一世的他，去找他的所在，与他不离不散，与他三生三世。你这小傻瓜的脑袋可是在想些什么？我要记住你的气味，我拥有狗一般的嗅觉，被我记住的气息，即便是千万里，我也必然有办法寻到你。你既然撩拨了我，又让我知道你是埋了我的那个龟孙，我必然是握紧不放，你这一生休想甩掉我了。欢迎你当我的尾巴，如影随形，亦步亦趋，这是我的荣幸。那你不烦我吗？为什么烦你？我要是真的亦步亦趋，那岂不是跟我那师兄一般，一路叨叨叨的，不把你烦死了吗？若是你即便叽叽喳喳，我也觉得是黄鹂鸣唱，美妙的很。夏侯静看着很快偃旗息鼓的南宫翎，嘴角弯起笑容，只是瞬间脸色变了，他的手开始抖了起来。静明，不要看。静明，你双翼龙发作到底是什么模样？你倒是说说，我或许……不要看。静明，你要是难受的话，可以喊出来。一声压抑至极的嗯声传递而来，那是痛极了吧？静明，你让我试试帮你行针走穴，好不好？静明，静明！他紧张了起来，强力地掰开他的大手，转过头来，整个人差点尖叫出声。他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发出任何一个声音。这是什么？这是魔鬼吧？此时夏侯静的一双眼睛慢慢变成了赤红色，口中慢慢长出了獠牙，他的头上更是长出了长角，背部甚至有着模糊的翅膀，竟然是翅膀。他不明白静明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这还是人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哦，玄霄，雅雅，你说什么？小雨，你别管那么多了，见到玄霄就要逃走，快走啊！雅雅，玄霄是什么？呀，你别管了啊！他醒了。雅雅直接转过脸来，胖乎乎的小手一转，紫光光照罩住了他们两个人。而光照之上，夏侯静，不，应该是玄霄，双目赤红，一副要破坏一切的模样，那眼神是恶狠狠的。这还是那个温柔的夏侯静吗？小雨，这是双鹰龙的胎毒引发的变异，靖公子现在变成了玄霄，我们怕是在劫难逃了。有办法唤醒他吗？可以唤醒，但是药穴在他的后背，而且这世界上能够唤醒化作还霄的人，除非是拥有
小雨，我看你还没有觉醒那个本事，不可能。雅雅还想说什么，却发现玄霄的爪子已经深入光照之内了。啊，这玄霄要发疯了！小雨，我死马当活马医，你虽然没有那个基础的本事，却是无极天山的医女，你应该是有机会成功的。让我去他背后扎针。你们想走？可知道，你无论如何跑到哪里都是逃不走的。雅雅，你可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静明恢复如常吗？哪怕是克制主毒性也可。恢复如常？别着急，你让我想想。你也知道翻书是要时间的。你们这是想要挑战我的灵力？雅雅，你说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啊，这双鹰龙是轮回的毒，令人成魔。可是变身魔的人到底怎么克制，我也不清楚啊。雅雅一遍遍哭丧着脸，一边发挥着小飞毛腿的威力，尽管她的腿很胖很短。好可怕！娘啊！紫雀书灵有娘亲。你放手！哼，放手？这个书灵是上好的灵气补给，我灵气刚好衰退，你为什么要我放手？不要杀我大侠，大哥大神，我可以给你揉肩洗脚，我可以帮你添茶倒水，我都可以的。雅雅不想死。书灵，我不相信眼泪。如果眼泪有用，又何必有弱肉强食？玄霄将雅雅提溜起来，准备放在嘴边。南宫翎一个助跑，借着自己学过的擒拿术，快速的将雅雅抱在怀里，一个翻滚落到地上。你敢在我手上抢夺人？雅雅是我唤醒的，就是我的伙伴。她既然认了我为主人，更是我不可一世的宝贝。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她的。可知道我生气会有什么后果？我只相信我相信的，只遵从我认定的，哪怕为此我付出代价，我也不会退让半步。小雨姐姐，快！合谷穴那里有红光。先左手还是右手？小雨姐姐，你做合谷穴，我右太冲穴。之后看我眼神，你太冲穴，我右合谷穴。开始。雅雅和南宫翎的速度极快，很快就绕到了玄霄的身侧，左右开弓，对着玄霄就开始穴位解救大法。看着焦躁的玄霄，像是被点了穴道一般一动不动，两人头地上惊喜的表情，可随之而来便是失望。不过是安静了一眨眼的时间，这玄霄开始暴走起来。发了怒的玄霄抓紧南宫翎的脖子，将他原地提溜起来，双脚悬空的南宫翎感觉呼吸都不畅快了，他拼命挣扎，却丝毫挣扎不开。你这是想要杀了我吗？放开！就凭你一个凡人也想不自量力？放开我！放开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清醒，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看来我就跟你不配一样，但是我知道的是，你是静明，是夏侯静，是那个说一命相抵岂能相负的男人。我相信清醒时候的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我也相信一个傻话来这里是你我的姻缘。可是南宫翎感觉到自己的颈部的力道慢慢放松，那蛇一样的眼珠子慢慢恢复成人的眼珠，这是在毒性褪去的模样。我也知道你现在的身不由己，也知道你现在毒性入骨，实在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所作所为。景明，我不快，但是却难以接受你的冷眼，说是你爱我，入了骨的爱，舍不得我半分的伤害，也舍不得爱情因为一种毒物而夹杂了墨色。请你睁开那浑浊的眼睛，哪怕是一瞬间也好，让我相信我爱的人正在为了我而挣扎，让我有勇气去保护现在的你。景明，你还在吗？小玉玉，别哭，我。可是话说到一半，喧嚣长啸一声，头痛的来回摇着头，而他则是将他摔在了地上。南宫翎却喜极而泣，他的静明果然是如此的深爱着他，在他即将窒息的时候护卫他。雅雅，快，我们再来一次，让太冲穴那里出现奇迹。这一次先有后座。好，小雨姐姐。伴随着这正确的配合速度，两人终于让玄霄恢复了夏侯静的模样。而夏侯静仿佛睡着了一般，单手枕着胳膊，闭着眼睛。小雨姐姐，这就是我们的夏侯公子吗？传说中的静公子，果然是我们吃氏族人的美男，这美的也没谁了，不愧是灵族。雅雅还想说下去，却被一个飞镖而过，她被钉在了墙上。废话少说，尤其是书灵，这双鹰龙的毒道是厉害，蒙蔽了我的神智，还让我差点害了我心底的女人。只是这一次做错了事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该罚的绝对不能姑息。
我也一样。夏侯静高抬手，啪的一声，重重的巴掌声将他的脸打得通红如番茄，而嘴角依然流出了一丝血。建明，你回来就好。眼看就是腊月29了，今夜我那未来的岳父要回府，明日要除夕守岁了，还是早早回去吧，省得家人担心。除夕守岁？自从来到这凌云阁，他仿佛只记得与他的点点滴滴，早就忘记了外面的纷纷扰扰。这爱情真是奇特的东西，他不记得太多的前尘往事，只记得与他的恩恩爱爱和卿卿我我。怎么，舍不得与我单独相处的甜蜜时光？我不喜欢这般与你分离，尤其是一想到回去面对那失去了贞洁的南宫玉，我心中就发苦。可是那南宫玉毕竟与你有着仇恨，那般凄惨的结局，即便是你能够容忍，我作为你的男人，岂能够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说散就散了？哼，这也太小看我了，小看你未来的夫婿了。若是这一生你不想管太多，就交给我。以后的时光里，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安逸畅快，我负责劳碌奔命。总之，你所希望的必然是我追求和赠予你的。真希望就这样与你在一起，不分开。我的静明太好了，好的我总是害怕你会被别人抢走，就像方才你变成了喧嚣一般，不记得我了。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你失忆了，将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与另外一个姑娘畅快或是快活地过着你们的生活。我这个人心小，若真是那样，我宁愿与你再无关系，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以后的时光里，我必然与你共同守岁。若是你在，我必然安静无言，像个木雕。若是我失忆了，任何人都不会再理，只除了你。可失忆的你又怎么知道哪个是我？你又如何能够确定我的模样？你身上有一种血气息，是别人没有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呢，别人闻不到，我却能够闻得到，必然能够准确无误地将你找出来，让你逃脱不得。毕竟你偷走了我的心，哪有那么容易和轻巧的事？让我为了你甘愿以命相抵，以寿续命，让你与我分享阳寿。我既然付出了这般，又怎会轻易让你逃离？你说的以后守岁只陪我一个人，哪里也不去，不会负了我。走吧，南宫府里已然是一场风暴，站在风暴眼中，必然与你同在，共历风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虽然是腊月29，可这本该热闹的南宫府却是一片暗淡。这房屋之内满是温暖，看向上座的几位长辈，见礼之后才落座到一旁。大姐这一日不见，你倒是脸色越发的红润了。红润？怕是我这银红小袄衬得肤色甚佳，不若妹妹这般浅蓝小袄，因着若那偏冷的寒色，将脸色也衬得白了些。但好在一白遮百丑，不若我一红毁所有。大姐说话的本事果然是胜过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很多呀，我就说不出这一一二二的道理来。只不过今日是父亲回府的日子，方才晚饭之时，父亲寻你寻不到，此时夏侯静刚好掀开帘子走进来，这是南宫门入宫之后与夏侯静的第一次再见。你是阿静？南宫文的眼睛并不是吃惊的，也没有丝毫的讶异，仿佛这张脸他早就见过一般。正如大伯所说，我确实是阿静，不过是没了那过命的伤疤，少了那阴霾过往的少年罢了。静哥哥，你来的有些晚，可知道这杯茶是谁的？谁的？靠近大姐如此的近，自然是大姐的。但是这茶杯没有碰触过的痕迹，茶杯的沿子上也没有任何的饮水痕迹。这天寒地冻的，我抢了这杯暖茶，大姐也不是那小心的人，抢了便换一杯就是，对吗？小妹，今儿个的除夕前夕，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聚在一处，为明天的守岁做准备，本该是开心的，何必在乎一杯茶是谁先喝谁后喝？大姐说的极是，只不过连续2日大姐都是日出而出，日落晚归，到底是让人担心了些，难免问的多了一点。小妹这话说的倒有些意思，这2日有一日是皇宫归来，有一日是为外祖家采买物品，难道这些不该费些心思，多多挑选？阿玲也不要多想，你这小妹也是担心你，毕竟是年关，事多。姨娘所说甚是，我在街上碰到了唐姨月红，她倒是跟我说了一些年关事多、小心之类的话，但是姨娘还是放心，冬月初1我那唐姨便会过府一叙，到时候事情虽然也多了起来，却一定会是一副热闹的模样，也不枉费这几日我的早出晚归了。这未来的主母要来，确实是南宫府的荣幸。只是阿玲啊，你是南宫府的大小姐，这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毕竟咱们还是女子，
不该太如此。李慧云巧妙地将眼神移到夏侯静的身上，言语未尽，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说男女之防，还是在说他和夏侯静过于亲密？毕竟有些事情虽然是捕风捉影，可是说的多了，难免就成了三人说虎。阿静啊，有些事情还是马虎不得，毕竟落人口实的话，都是来自一些所谓的空穴来风的。李慧云贤妻良母的形象倒是在父亲面前装得极像，只是这是落实他和夏侯静过于亲密的罪名了，还是想要想入非非的认为他跟夏侯静已经如南宫羽一般？好了，阿玲回来就好了。阿静，有些事情我还需要问你，跟我去书房。南宫文丝毫不想插手夏侯静和南宫翎的事情，这样的举动让李慧云的眼睛圆睁起来。这还是以前的老爷吗？他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和我父亲在书房里都说了一些什么？与我可有关系？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罢了。是什么话？我那未来岳父问我可喜欢下雨，那你怎么说？若是细雨绵绵，我倒是惬意得很；若是暴风骤雨，我怕是要费心费力了。毕竟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我的呵护。若是细雨润无声，那我甘做壁上观，为他提供最大的机遇，让他扬名立万。说是暴风雨来临，无论是暴风雨前夕的压抑，让我的女人多么的彷徨无助，还是暴风雨当口的狂暴，让我的女人多么的风雨飘零，只要我在，我身上的蓑衣和斗笠必然尽数交给他，让他身上无一片湿润的地方。万千雨丝，雨不湿鞋，鞋不点地，一切由我来替他承受。他只要保持那干爽，站在屋内看我一人即可。你说的话倒是极其好听，可是你让我练手的时候却不在我的身边，让我竟然连个帮衬的都没有。哦，我去陪我那未来岳父开心，许下这父母之言也是错了？小傻瓜，在出府自立门户之后，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我自然要为你准备好万里红妆啊。而这一步必然是让我那未来岳父对我这样的女婿放心和满意，你说对吗？他的话很甜，让他舍不得打断，只能呆呆地听着他说下去。再说小玉玉，我自从真心于你，便是舍不得你受半分委屈的。这委屈你受不得，那我自然要想办法让你舒心一场了，不然怎么对得起你，又怎么让我的心舒畅？你竟然这般的依赖了我，让我心中很是欢喜。没想到我的小玉玉也有长大的一天，也会知道发嗲撒娇了，真好。我哪有撒娇？你方才的埋怨不是撒娇吗？不是。你呀，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希望我抱着你，跟你说些话，让你的心更熨帖一些，偏偏不承认。可是你知道吗？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要承认。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我终究是要把你捧在手心，细细疼爱的。我自然要让我的小玉玉心有所动，你说是吗？夏侯静凑近了他一点，让他的脸红了起来。这样绝世的样貌，突然的靠近，放大的面容，让他竟然看吃了去。我的容貌可是好看？我的静明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人，每每看到，自是欢喜。小玉玉，你既然调戏了我，又挑起了我身为男子的兴趣，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脱身？你想要做什么？我做什么？小玉玉，你我这般久了，难道你对我的认知这般浅显不成？小玉玉，你可知道一日不见的感觉是何等的让人难耐啊？我不知。你不知道吗？我不知。男人最怕心爱的女子在他面前展现一丁点的容色艳艳，知道为什么吗？他感觉脊背僵硬起来，想要后退，已经被他圈在怀里，退无可退。怎么，这星火燎原之后，你点了火还想一走了之？我并没有。看到我的脸了吗？这里并未涂抹胭脂，
却有着海棠红的眼里。你说，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撩拨了我的心，我的小玉玉。清明，你可是喝醉了？我喝醉了吗？也许吧。我为了你而沉醉，甚至醉到了难以克制自己的心跳，甚至醉到了难以分清每一天我是在梦中还是现实。在我的世界里，也许已经难以分清。清明，我醉在了茶香里，这茶也是会醉人的。只愿我的醉不是黄粱一梦。你说不会再次醒来，我是路人，而你还在那萧逸的身边。这一次我只认定你，你放心。是吗？你认定了我，不怕我醉醺醺的让你害怕？方才我可是看到了你想逃跑的模样，像是怕极了我会做些什么。我恢复了容颜，真的让你如此的害怕吗？清明，我不是怕你，真的，我只是。你只是觉得我对你还要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闻吗？我对任何人都可以是正人君子，可唯独对你，我是一个十足十的登徒子。若是有一日少了一亲芳泽的机会，便是浑身的不自在。爱你，怕是难以像个儒雅书生那一般恭敬有礼了。你说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若是我对你没有了把持力，更少了自制力，不如就此放浪形骸。你觉得如何？清明，不可以，你知道的，现在的我还没有，怎么可以？嘘，只要我在，一切都是可以的，不是吗？不行，清明，你是不是又中了媚药了？今夜的你很奇怪。他想要破解当前的困局，他的面容仔细看去，竟然是不正常的红晕。等等，他的袖口被南宫玉碰触过，而南宫玉是精通香道的。天哪，难道这南宫玉就这般希望他南宫灵失身失真吗？清明，你听我说，这里是南宫府，说是你真的爱我，就要清醒一下，不要中了媚香。媚香？你身上的乳香味倒是十足的女人香。清明，你听我说，你中了媚香，你碰触过我的衣袖，这衣袖……南宫灵还没有说完，他已经被他打横抱起。如此天赐良效，还管他是什么媚香？清明，他一个转身从他怀里翻身下来，可是他怎么容许他就这般逃离？他大手袭来，而他一个翻身，直接躲开他的大手。他现在要尽快的制止静明。今夜的他很不对。小玉玉，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般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清明，你中了媚香，此毒比媚药更厉害，你给我清醒一点。中了媚香？我这模样像是中了媚香？莫非小玉玉还不足够了解我？夏侯静的眉眼一挑，那模样带着一丝不屑，可是这份不屑让南宫灵觉得哪里不对。我在想，这世间可有什么易容术将一个人的容貌还有音色模仿得如此之像？模仿？这世界还有谁能对我有所模仿？那自负的模样，微抬起来的手指是食指，静明习惯微抬的是小指。这个人不是静明，真的不是。那么静明去了哪里？是没人模仿吗？为什么你的模样变了，不像是我熟悉的模样？哦，那你熟悉的模样又是什么样子呢？我熟悉的模样自然是谦谦君子，而不是一个精虫上脑的伪君子。伪君子倒是有趣，只是我这伪君子的模样，难道不是女子最爱的模样？当知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坏男人总是会让女人趋之若鹜的，不是吗？抱歉，我是唯一一个不爱坏男人的奇葩。看来你是不打算与我这般良宵苦短了。诚如你所说，我不过是你的大姐，即便你喊了我小鱼玉，可终究是辈分和身份在那里，终究是有些事跨越不得，所以咱们还是要保持距离的好。大姐，这关上了门，你便是我的小鱼玉，又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想怎么样？自然是完成你我未尽的事。是吗？我说了，我终究是你的大姐，你却这般与我，我许久没有活动筋骨了，今夜就好好的玩闹一下。钻心的疼痛传来，他目露凶光。没人告诉你少惹习武的女子吗？那扭曲的脸上出现了一道缝隙，看来是真的是易容了，这面皮要掉了。你倒是反应灵敏，
可还不是被我占去了便宜。美人儿，那男人的声音一变，变得沙哑难听起来。这个声音他上辈子听过，是文丑的声音。文丑是四皇子萧绎手底下的一员悍将。文丑武艺不佳，却是一个易容高手，很会易容，这么好看，更会变身。点个订阅吧。你是何人？我你都不认识，我可是钱塘有名的手艺人。我不认识你，这里是南宫府，你如何进来的这里？又如何在这里这般的造次？造次？方才我学那靖公子的模样，不过几句撩拨，竟然将你看吃了去，还说不会负了我，还说不能在这里如何如何。这言语之丰富，表情之浪荡，竟还能让你看上去像一个正气的女子，你倒是好厚的脸皮呀！我脸皮厚还是不厚？我与静明是如何的关系？干你何事？干亲嫡事。我家主人少时对你也算有些恩情，后来年长与你虽然偶尔疏远，却没想到你终究是个不安分的女子，竟然朝秦暮楚，真是浪费了我家主人一片心意。你家主人是何人？我家主人？难道你不记得这熏了香的冰蚕丝的纸吗？你家主人是萧绎。我家主人是谁，你心知肚明。我既不知道你是谁，又如何知道你家主人是谁？又怎么会知道你家主人派你来刺探我，又是一副什么心肠？心肠？哼！若不是我得了信，知道你这水性杨花的女人负了我家主人一片心思，我还不知道你竟然是这般不知黑白轻重的轻贱女子。亏得我家主人对你心心念念，总想着银杏树下跟你的一场邂逅。银杏树下只有萧绎，文丑是在变相解释，可是他也听懂了一句话，那就是萧绎不知道文丑来这里，而文丑得了信。谁的信？能让文丑来到这里的信是谁的？怎么，你想起我家主人是谁了？我倒是略知一二，只是我不明白，你好歹也是易容术里面的大家，怎么易容来南宫府？不怕你家主人知道了你的行为，对你有所成见？那可是要五花大绑进寒潭的。我是为了我家主人好，帮他识别你这个不值得费心的女子，他只会感激我的忠心。文丑，我南宫府不是你造次的地方，更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不是吗？方才又是谁让我近了身，又是谁与我唇齿相依呀？怎么，换了一张脸皮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果然，女人也是食色相也，一点没差呀。还是那句话，我想做的，关你什么事？那我也有句话，我想做什么，自然随我高兴了，对不对呀？那就手下见真章。好，就让我看看无极天山的医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本事。我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舒活筋骨了，如今拿你练练手。两只双轮弯月刀朝着南宫翎飞奔而至。这一次比拼的是刀剑抵抗的能力，而这能力要兼顾反应速度和体力。南宫翎不过是一个女子，她相信最终输的人必然会是南宫翎。文丑跳跃之间，南宫翎已经抽出随身的软鞭，开始卷住文丑手腕上的一把刀，而合刀瞬间被南宫翎握在了手中。你的手握力不怎么样。是吗？我的刀可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拿的。女人，糟糕，这刀上有毒。既然你中了我的毒，不如从了我。南宫翎感受到半个身子有了麻木的感觉，汗滴慢慢的顺着脸颊滑下。他感受到文丑一步步走过来，那缓慢的步伐像是踩在了他的心口上，让他很是紧张。丫丫，丫丫，你到底在哪里？你莫不是吃了雄心豹胆，敢如此的欺辱我的女人？玄霄，玄霄也是你教的，你配吗？怎么可能？这吃世的族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绝对。我家主人一直在追讨你吃世族人，如今倒是遇到了，你不怕即便变成了玄霄，也没机会逃脱皇族之人给予你的灭顶之灾吗？逃脱？我既然决定化身玄霄，又怎么会允许你放肆？怎么，我不在的时候
竟敢欺负我的女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何必上心呢？我方才变成你的模样，她竟然投怀送抱，就连那烈焰红唇都让我品尝了个足够。是吗？此为如何？趁着我变身喧嚣的奸火，跑来骚扰我的女人？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总想着朝秦暮楚，我让她朝生暮死，又有何错？我的女人，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都没资格评头论足，更没资格胡说八道。话音才落，夏侯静的手腕上出现了一团火焰。三昧真火可以烧毁一切，包括灵魂。你可知道，我若是怒了，你想要入轮回都难了。赤氏一族若是用了三昧真火毁了一个生灵，自己也必然受到反噬。真当我不知吗？你不怕反噬，就杀了我。反噬？我若是怕反噬，又怎么会愿意变成喧嚣？你怕是不了解我蚩尤一族啊？你很快就会了解了。毕竟我这人喜欢收一些垃圾当奴才，而且是契约之奴。你若是让我做了契约之奴，你的轮回将会被控制的。赤氏一族也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吗？你觉得我在意或是在乎吗？你是赤氏族人，该知道契约之奴签订了一个，对赤氏族人也是一种伤害的。赤氏族人已经凋落，伤害已经产生。你的主人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是为了复仇而来。哼，血债本来就是血还的，不然怎么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又怎么叫做以血还血？你说对吗？你已经变成了魔。魔？什么是神？什么又是魔？对人不好便是魔，对人好便是神吗？我不知道我是魔还是神，但我知道你敢碰我的女人，自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你不能！你的主人派你来，本就是挑战我。既然知道我的存在，现在你又知道我另外一个身份，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全虚全伪的回去？夏侯静伸出那又尖又长的指甲，背后的翅膀猛然张开，越来越长。翅膀上的尖刺直接刺入文丑的肩胛骨，鲜血流出，赤红色的光芒乍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很有胆量，敢招惹我捧在心尖上的女人。若是我轻易的放过了你，我便是背负了食言而肥的骂名。我这人对于我在乎的女人，从来是一言九鼎，所以你必须献祭于我。南宫翎皱起眉，看着文丑这般被三味真火焚烧灵魂的凄惨模样。这便是契约之奴必须要经过的灵魂淬炼和洗礼吗？我这次来，并非是我家主人让我来。赤氏族人，若是你燃烧我的灵魂，该是看得清楚我灵魂深处的记忆，那里有我如何到来的秘密。若我成了契约之奴，秘密便会永远的沉睡了。所以我知道赤氏一族的灵魂燃烧和淬炼不只是契约之奴一个结局，也可以成为契约之仆。我愿成为你的契约之仆，我愿意。你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你灵魂的秘密靠着我的能力会查不到？你的挑衅果然大胆。我是主人身边最得意的幕府之臣，若是我成为你的契约之仆，可以让你有很多方便的地方，而且契约之仆是无法背叛主人的。你得罪的是我的女人，求饶？那你是求错了人。南宫大小姐，求你放过我，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想成为不老不死的契约之奴，求你网开一面。我这人从来不是个善人，良心也不是很善良。说是你的存在会伤害我家静明，我不介意静明做任何的处置。我这封书信来自南宫玉，南宫玉已经是我家主人身边的谋士，更是第一幕府谋士。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的庶妹背着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吗？是吗？我庶妹南宫玉已经在萧逸身边做了谋士，一男一女，你这话我信吗？是真的，南宫大小姐，是真的，我没骗你。我家主人，不，是四皇子萧逸，他一直都和南宫二小姐有密切往来，他们一直在策划着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将在今日上演。南宫大小姐，四皇子萧逸知道赤氏族人即便入了魔，这正月初一到正月15都是毫无法力的阶段。这个阶段，赤氏族人便会有异变，这是诛杀赤氏族人的好时候。我知道他们将在正月初6动手。正月初6，那不是皇家狩猎的时间，这冬狩莫非是为了夏侯静而来？南宫大小姐，你可知道年吗？又知道除夕吗？这除夕是除掉的夕这个怪物，可是夕是赤氏族人的宠物，
这是吃世最弱小的时候，我愿意成为契约之仆，保护我的新主人，我愿意。文丑哀嚎的打起滚来，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静明，他说的可是真的？即便如此，我作为凡人，也有自保的能力，又何必担心？既然我答应照顾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静明，正月真的会让你变得体弱，而有人会伤害到你吗？小玉，你放心，即便我只剩下一口气，但我依旧会健壮如牛。我愿意做你的契约之仆，只要让我可以入轮回，我愿意这一世妖兽而亡。四皇子萧逸已经知道你上一世的逆天改命做了什么，更知道这法力该如何篡改结局。是吗？你倒是说中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说说看，萧逸还知道什么？紫雀书灵既然出世了，这紫雀灵山必然也要重现人间。上面奇珍异宝如此的多，想找到一些逆天改命、重入命格的法子，四皇子萧逸已然知道了各种要害。譬如什么？比如这一世改了一人的态度或是结局，那你上一世的苦不仅是白吃了，而且所有的罪孽要一个人承担。反噬的苦比入了魔的苦还要厉害，而四皇子萧逸已经知道自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但是四皇子萧逸终究是凡人，不知道上一世逆天改命到底改了些什么，他还不知道细节，却知道你关心和在乎的，他夺了便是对的。夏侯静所在乎的，夺了便是对的。难道是说他吗？他确实被夏侯静当作心上的宝贝，可是这样的宝贝太过明显，夏侯静这般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他这么直白的好？他怀疑了，怀疑不对，可是他不得不怀疑。为什么要在人前如此的在乎他？难道是拿他当箭靶子？而他不过是虚晃假凤一般，实际保护的人是另有其人。你的话很多，可是没有一条让我能够放过你的，尤其是挑家言的毛病，我怕是惯不得。一片红光乍现，文丑被烧成了一团灰烬，而灰烬之后变成了一个穿着肚兜的小娃模样，只是这是紫红色的少年。公子，现在起，你叫紫离书灵，我要你现在去监视萧逸，1天之后将他的行踪报给我。是，公子。我上一世很在乎一个人，那个人在我的心口处，让我辗转难测。为了他，甘愿赌上什么？你不以命运的代价来逆天改命，让他不再忍受那份生命的苦楚。我当时只希望能够让他好好的活下去，顺从他的意愿，让他与他最喜欢的人长相厮守的在一起。可是当我以不得好死的代价来换取他的性命之时，我恍惚地看到了一场悲剧。我看到了他如愿以偿的嫁给了他心爱的男人，可是那男人却只是利用他罢了。我看到了他的欣喜，看到了他的雀跃，却也看到了他出家以后的落寞和难以抚平的孤寂。当我想要化作一缕幽魂保护他的时候，却发现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与青灯长伴，看着他忍受新人小的苦楚。可这都不是让我最心坎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付出换来的竟然是一把冰凉的刀，毫无犹豫地直插心脏，一刀见血。那剜心驱血的痛，我受过，自然是知道该多疼。可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够忍受？那时候，我的魂魄便怒了，因为我的舍得换来的是他人的践踏。我们知识族人，一旦成为了中阴地台，便可以选择入轮回或成魔。我见到了你满身的鲜血，倒在血泊之中，慢慢地爬着，爬向那夺了你心脏的一对男女。我受不得你这般，所以我便一夜入魔，以我赤石族人的神体之血，引发你体内做成了药丸的药效，让你的灵魂坚固。我以永生孤寂的代价，取来紫雀灵山的灵力，将时间调拨，让你到了另外一条平行的时间轮回，将你放在了16岁的时候。这条时间轮回的线，与你记忆里的经历最为相近，却也不太相近。因为上一世我的懦弱和谦虚，让你对我毫无印象，所以这一世，在这条时间轮回线中，我霸道而直接地告诉你，我的存在万恒地插入你还未遇到他的世界。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的想法，只是想着与你早些厮守，也品尝一下我从未得到的爱情的滋味。只是现在的我不得不问问你，我这般做何时错了？那眼神之中的失望和忐忑，让南宫翎心中越发的揪痛。金明，你没错，是我不该怀疑你。其实也不怪你对我有所怀疑，甚至是质疑。可确实，
我完全可以隐藏我的心思和感情，让无关紧要的人冲击在前面，让你等着明讲案件。可是你该知道的，这样的话，你终究会担心我假戏真做，而我也不愿意与别人日久生情。我的心很小，住下一个人，陪伴一个人足矣，其余人，我只愿疏离而又陌生。清明，我不管你如何的想我看我，我只知道这一世我必然会护着你伴着你，哪怕你拒绝我的陪伴，我终究是为你付出的代价，哪怕是孽缘一场，我也会紧抓不放，只是苦了你要受我的霸道所袭扰。清明，我不会。但是我只希望你相信，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再也不会横伤他人，更不会与其他任何女子胡搅蛮缠。你若信我便是最佳，若是不信，我只管做我的，相信日久见人心。清明，有你真好。是吗？那你还怀疑我吗？我只是……罢了，我从未在乎你怎么看我，只要我待你一如初见，便是我对你最好的宠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将她拥在怀里，不知不觉，那宫铃恍惚的睡着了。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他诧异的看着周围。大姐，你在想些什么？方才在堂屋里跟祖母和小妹聊天，莫非聊得神魂颠倒了？我方才仿佛做了一个梦，不太好的梦，需要解析。你方才莫非入了梦魇？梦魇是什么东西？小雨雨，看来你我惹到了一个有趣的人物，只是你想去会会吗？这个人物是谁？你要放心，不管我是不是在变身玄霄的贱货，只要我在，你便不会被任何人欺辱。若是那梦魇之中的情景出现，我必让那人灰飞烟灭，连我的契约之奴也别妄想做。不管那梦魇的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我的小雨雨你看到了，就代表你已经打开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只是下一次穿越梦魇看到那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且记住，我的血制成的琥珀能唤醒任何时候的我，只要你喊我，我必然出现在你身边。琥珀亮起，我便在；琥珀不亮，那人便是假的，切莫相信。那若是在梦魇之中遇到了另外一个你呢？吃食后人入了魔，成了玄霄，任何轮回之中不再有我，只在此生此世你可见我，其余轮回于我而言，只有我本尊才能出现，其余的身影已经化作一世的苦楚，烧了个干净。你且记得，我早就灰飞烟灭了其他的身影，只剩我这人不人，脑不魔，神不神的模样即可。若是可以，我只想与你在一起，不让你孤单一人，哪怕与你一起变成魔。你傻瓜，跟我在一起又有什么价值？你要过得比我好才是最佳。可是我过的世界里面，若是没有了你，又有什么价值？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便是最好。你若安好，于我便是晴天。至于我过得好与不好，你无需介怀，这是我愿意为你付出的，自然要得到该得的后果，这是公平的。我不希望你……现在不是你我谈这件事的时机。若是你真的希望与我长久在一起，那么就陪我走一遭天玄门，不好？那我们走上一遭吧。小友来的倒是时候，不知此时前来又是为何呀？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其他，只是好奇，为什么你设计一些有的没的来骗取我的心上人？小友，这是误会了吧？我最近常常打坐参禅，哪里去叨扰你了？再说道人不近女色，去招惹你这小煞星做甚呢？真不是你？小友胡闹！我一大把年纪了，还能骗了你去啊？那到底是谁啊？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打开须弥世界的梦魇点，让我家小雨雨去走上一遭？有人打开了须弥世界的梦魇点，这是谁呀？你这天玄门本就是守护着世间太平的，该知道这样的人一旦出现，必然会引起这世上的滔天灾难。而这个人你不知，我也不知。小友莫急，我去来太虚乾坤镜看一下。道人大手一扬，一个巨大的镜子出现在那宫灵的眼前。此时道人念起咒语，镜中慢慢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竟然是他。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竟然是他，真是有趣。我本是做了这好心人，却不曾想，却成为了中山之狼，而这中山却不知道自己是狼。有趣有趣。道人，你的门关不严，出了杂碎，不给个说法？天玄门竟然出现了违反门规之人，道人自然会给小友一个说法。只是小友，你这斗米养仇，生米养恩的事情，倒是做的为时窝囊啊。窝囊又如何？你门下破例给非修仙之人修道之法，还不止给一人，你该清理门户为上。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你切勿担忧。小友还是这般，总是将自己看得很高。罢了罢了，我又能如何呀？我自然清理我自家的门户，你且去磨刀霍霍像豺狼罢了。如此，告辞。
夏侯静牵着他的手，快速的在林间穿梭。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夏侯静已经带着南宫翎来到了萧从的房外。这房内琴声阵阵，寄托了相思之情。你来啦？知道我为何而来？因为她，你眼中独一无二的女人，南宫翎。那你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必须来一趟。因为梦魇点吗？为什么打开？夏侯静找了个椅子坐下的瞬间，大手一挥，结界瞬间完成。小玉，坐下，暖茶驱寒。你可知道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叫做爱伤？说说看。我喜欢一人，那人是一个风清且悦的人，仿佛这辈子只能够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他为人清淡如水，不争不求，却不争是争。他总是能让人不自觉地动了心。我初见他的时候还是少年。这世上有一种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不管多久，不管如何，总是惦念，哪怕一眼，哪怕一句，总会记住一生。也许上辈子我如此的欠了他吧，但是我总是心心念念。其实我很羡慕你，一世不得好死的苦处，换来生生世世的相伴，即便是短剧，却依旧遇着夫妻姻缘，更有着子女缘分。可是我只有一份思念伴我终生。可是我焚香祷告之时，我的师父曾告诉我，匈奴若是和雌奴相合，下一世可有天定的姻缘。我这一世挂念了，便不希望来世无缘。我想知道这世上除了借尸还魂，可还有换魂别体的法术，让我这一生体味一会儿那人间的至美。若是这般，三生石上有我与他的名，这一世体味，下一世结缘，也是极好。这就是你叨扰我女人的原因。他终究是天煞孤命，没有任何人可伴他终老。我也不是那扭转乾坤之人。那你又何必祈求不可能的事？可是你和南宫翎也无缘，你不是靠着一世不得好死换来了此生的姻缘？你可以，我只要拿出的筹码，我为什么不能？你想要如何？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在那钱塘的三生石上刻下我和他的名，来生让我做他的妻子吧。我当初救下诸葛朗已经圆了你的心愿，你既然求了我一次，不该求第二次。不该求第二次吗？我入门的师父跟我说，世事后人最终情谊，若是他命定的恋人出现，这恋人有同生死是未来的本事，那便是我祈求来世姻缘的机会。所以你启动了梦魇点，让小鱼鱼进入梦魇之内，平行空间，可看过去，可看来世。即便是你入魔了的喧嚣，也无法看到未来的种种。可是受了你心头血的恋人，可开启天赋，看到那过去未来。萧从的话让南宫翎陷入了沉思，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有着可补未来的本事？这个本事就是因为上辈子受了心头血的关系。我开启了梦魇点，在那平行空间，你的女人可看见过程，也可以看见那不会再出现的结局。对于她而言，也是一种幸福，毕竟她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可知道入了魔的痴世后人，成为玄霄以后，不入轮回，不入平行，不在空间，除了这东岳大陆，世上再无我的分身。不入平行，不入轮回，那梦魇点以我为出发点，打开了未来世，可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又可知道你自以为是的肯定会带来什么？难道会让那人怕是要觉醒了？你不该听从你所谓的师傅的话。拜师学艺之前，你该做的是好好调查背景。那人不是天玄门的。那人已经成为了天玄门的丹徒，天元道人已经开始清理门户。即便你被人唆使，可错了终究是错了，错了的即便是我，也要付出代价。是吗？我竟然还是痴心妄想了吗？原来我还是没机会体验一番他的温情吗？他萧从将诸葛朗锁在了后院的高墙之内，只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让他躲开那仇家，也好让他萧从多多的见到他。原来这一世生错了性别，身为男儿，终究是不能与那风情朗月的男子三世姻缘了吧？既然我犯下了错，那我活该付出，你来索取吧。我动手前，告诉我，为什么启动梦魇点的时候要加入文丑这个人？文丑，四弟的幕府门生，我没有让文丑出现呢。是吗？你没让文丑出现？那文丑风评不佳，做人为时龌龊，我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人进入朗在的平行空间呢？梦魇之中还带梦，看来你那师父野心不小，让你当了箭靶子，还要给我设下迷魂阵。我这个人呢，公私分明。既然你没有设下文丑这个幻想，你的死可以暂缓，只是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想要下一世为诸葛朗的妻，
甚至这一世为诸葛朗的妻，你得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只要能够让我做一世他的妻，无论是1年、1月、1天还是1刻，我都甘愿。找出他，你该知道那个他到底是谁。那个他到底是谁？南宫这么好看，越皱越紧，点个订阅吧。既然你知道了，便去吧。正月初7，我要知道你的答案。好，我知道怎么做。毕竟为了他，若是你做好，今世我必然给你一次心想事成的办法。今世？今世不过是换魂罢了。这件事我还不至于不懂，只不过草木不可多情，你若是犯了规则，后果自负。草木不可多情，这是一种巫蛊之术的升华。他当初一直以为，除非是爱到深处的人，才会不顾一切换来与心上人一世的短剧。毕竟草木换魂的人撑不过15年，便会一切归黄土。一切归黄土之后，莫要贪念。贪念？为什么？这世间的很多事情本是无风无浪的，可有些事情却是无风起浪的，更多的事情更是那狂风骇浪的。我希望你能谨记我的说法。狂风骇浪，我想明白了，只是我怕来世太漫长，来不及细看他的眉眼，来不及读懂他的眸色，便混沌无知，冰封在那地狱之中。既然我的师父不应该是那丹徒曾拜师天玄门，必然知道你所说的事情。可是这世间的感情能够以道理来论吗？心不由脑，即便大脑理智的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又怎么样？萧从的声音越来越凄凉，手指着自己的心窝处。这里早已疯狂，不由得我怕是甘愿一世如愿，万事灰飞的。南宫灵的心不知道为什么痛了起来。他说要为了诸葛朗做这一世的夫妻，而甘愿放弃轮回，直接灰飞烟灭。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帮他，想替这个痴心人求得天的开恩。萧从，若是你真的决定一世如愿，万事灰飞。南宫灵抽出随身的匕首，匕首在他的手上一个漂亮的旋转翻花。他拔出匕首，在手指上刺了一下，血液流出。他将血珠子点在了萧从的眉心处，这血珠子慢慢发出微红色的光芒，一股暖洋洋的气息传来，笼罩在萧从的身上。这是我无极天山的秘法，我的血含了定魂，可助你于来世，也可助你今世延长寿命。只是什么？只是你切莫让人动了你这眉间的血滴。这血滴一旦戳破，你的妄想变成了虚妄，慢慢的成为虚无。我这人有过不好的过去，良心从来没有太软，更不会轻易帮别人。可是你感动了我，我愿意为我的感动负责，更愿意看一场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我只愿帮助有真情的人，若是无情，我也不愿倾情以赴。祝你梦想成真。我必然不负靖公子所望，更不会辜负了南宫大小姐的好意。再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雨雨，破了元气，动了真阳，值得吗？清明，我的良心还没有消失殆尽。这世上除非有人感动我，若是没有感动，又怎能知冷知热，知恩知报？我只想这便是人生的意义，不只是仇恨。你将自己的一魂可是有理了。你该知道无极天山的医女有秘法，也可以长生的吧？只是这长生付出的代价比更多的人还要辛苦，但是他不想静明这般的辛苦，孤单一人，他不愿静明在一个没有他的轮回里，与这婆娑世界共同活到湮灭的那天。你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疯了吗？人不疯魔不成活，我疯了，还是你先疯癫了？我不希望你这般，你可知道这不是一个有趣的事。趁着事情还没有越来越严重，我可以帮你。嘘，我不要你这般，像个孩子一般。若是有天我走了，你该是多么的伤心欲绝。你舍不得我少年夭折，我又怎么舍得你终身孑然？所以我帮他，便是帮自己。帮自己？小雨雨，你告诉我，为什么要选择走你走的道路，又有什么错？所以我这一世是黑了心肠而来，除了让践踏过我的人得到该有的恶果，剩下的便是与你长长久久。我不许你因为我误了轮回，你懂吗？误了轮回又怎么样？选择了你，便是一世如愿的。既然如愿，我宁愿轰轰烈烈的甜蜜一场，也不愿委曲求全的生离死别。时间对你是恒定，对我是漫长。我不希望你在漫长的轮回里犹如重复一遍，等我出生，等我长大，等遇见你，等爱上你，等一场婚姻，
等我苍老入土，然后周而复始。我不愿。我紫雀树林说你的故事之后，我便不再是我。我想要让你在这里陪你过着有你的生活，我不想失去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看不到你的时间。你该是要冷静的，更该知道一意孤行的结果。你是4世有重世的人又如何？这样的反噬，你如何受得了？我不该带你来见小聪。你这一世本是复仇之后儿孙满堂的。有你在，即便是膝下无儿无女，我已经开心至极。你不该这般自责，而且回去之后便是守岁，趁着我身体还温热还是人的时候，做些人该做的事情。